人自卖茶封，每印只印配正茶50斤，连副茶共配售30余万封，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客。今吴达善奏准增配以书商利，并无客项。地茶封既增，又有搭放兵饷之官茶，市制越积越多，难免停本亏折。今商人原每印制5封，内印检无客茶158316封，共只配茶40万9440封。2成本色茶封记亦改征折价，无庸配运。1承基茶封应照商减售也。茶各司具有陈茶，而陶司为多。现每封4钱发售，商民果足。请人照原意，每封定价3钱，照商便卖。1内地新疆印一体搭放也。查乾隆24年吴达善奏准满，汉各营以茶封搭响，至新疆茶经，向资内地。今观察矣。沿途战车晚运，无庸缴费，其自宿州运至各处，将缴价摊入茶本之内，较之买自商贾，尚多减省。输入一行。29年，裁甘肃巡抚，茶务归陕甘总督监理。34年，以甘省库驻官茶渐少，复征本色一成。36年，又以伊犁等处安插头城土尔扈特等众，赏给茶封，仍亦照旧征收2成。18年，四川总督刘秉田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，以1000斤为率，使景夫自食，不能私行转售。四川设边引，商人纳税领运。于松潘等处销售，无论土司蛮商，俱准付边起票贩运。嘉庆7年，以陕西神木官销茶饮酒精拨归甘省商销，令豁除旧存现于明目。四川教匪滋扰，捐除大宁、广元、太平、通江、南江5州县茶税。10年，复免大宁、太平、通江、巫山4县税课。17年，以甘肃库茶充县，定商纳官茶，全征折色。22年，豫、闽、皖浙商人贩运武夷、松罗茶赴粤销售，向由内河。PG 671。行走，竟多由海盗贩运，夹带违禁货物私卖，敕令茶商人由内河行走，永禁出洋贩运，违者治罪，查入关。道光3年，豫、纳彦臣奏定新疆行茶章程，经户部议附。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专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。资将军果乐、封阿等奏，此项专茶由规划成张家口请领布票纳税而来，已60余年，未便具行禁止。为新疆既为官茶饮的商茶究有爱官饮，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专茶1000余箱，前赴古城，人照例给票，无许往他处售卖。6年，豫、前因新疆各城运茶，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客。资据庆祥等奏称，各城无因时之户，若据令城充官商，必致运客两物。这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，并在古城设局抽税，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客。4试行3年，在
行定额。至复查人由干商运销。8年，钦差大臣纳彦陈言，甘肃官察年例应出官20余万封，近来行销至40-50万封，皆以无饮私茶饮社，价付地家，每副茶1封，售银7-8两至10余两不等。请嗣后每封定价，阿克苏不得过4两，喀什噶尔不得过5两，并于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，照如所请。9年，命甘肃察务责陈正敌道总司稽查，其台县就近经管。咸丰3年，闽浙总督王义德奏请闽省商察设官征税。5年，福建巡抚吕全孙复言，闽察相不颁给执照，征收课税。自道光29年，直隶都城讷尔金额以闽商贩运，官司莫辩，亦由产察之崇安县给诏，经过关隘，验税放行。似因产察不止一处，商人散赴各县购买，绕道出贩，赴京府城王义德奏请，自咸丰3年为始，凡出察之沙、邵武、建安、欧宁、建阳、蒲城、崇安等县，一概就地征收茶税，由各县给诏贩运，先后下布议准。前岁因粤匪窜扰，江、楚茶贩不前，暂持海禁，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，不从各关经过，不特本省减税，及浙、粤、江西以行短处。陈履任后，便巡查商获利，较前不斥被洗。商利益后 ，PG 672，正负转亏。现粤匪未平，军需恐急，众商深拥后资，10亿取银，出没所损。且珍珠贩客，不致扰累平民，玩自华商，无虑纠缠。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力，为国家为政之功，迥非加增田赋者比。但闽察不止数县，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官增卡，给印诏以平查。和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，避免曲避。请自咸丰5年始，凡贩运茶金，盖行征税，所收专款，留之本省兵饷，为创行1使多寡未能预定，4行12年后再行比较定额。自此闽税实密，然至10年，犹未报部，经不斥催，乃按期奏报。6年，允伊犁将军扎拉芬太请伊犁产茶，设局征税，充伊犁兵饷之用。11年，广东巡抚觉罗麒麟奏请抽收落地茶税。同治元年，敕下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各督府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，妥议章程具奏。2年，两江总督曾国藩书略言，江西自咸丰9年定章分别。茶梨、茶绢，每100斤除境内抽厘银2钱，出境又抽1钱5分有。另外，项羽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绢，每100斤绢银1两4钱或1两2钱不等，填给收单，准照筹饷势力会其请奖。成人照旧章办理。本年具九江官署监督蔡景清祥，请遵照户部奏准。敕将盐、茶、竹、木4项统征关税，已于3月起征。
江西茶叶运至九江，有华商、洋商之分。洋商计丸子口办税，故不抽离；华商计纳巡官正税，亦未便再令完离。陈吉赵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，为原奏内大相径茶科则稍重，分别核减。餐酌茶捐项章每100斤，义宁州等处征1两4钱，河口镇征1两2钱。5分，盖冲城营军饷，由城刊发税单户票，委员经收。或业户自行完纳，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，至发饭时，统由茶庄缴销税单。华商换给户票，洋商即凭运照，贩至各处销售。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，洋商完纳自口办税外，经过江西、安徽各里卡验明放行。如此办理，与户部原奏、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。PG 673。税单虽系茶庄经手，税银实为业户所出，洋商不得借口于自口办税，而进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。华商既免逢卡抽离，亦不致纷纷私买运照，冒充洋商的指允行。5年，户部奏准甘省引致客悬，暂于陕西省城设观察总店。潼关、商州、汉中设分店。商贩无饮之茶，到陕呈报。上色茶100斤收客银1两，中色6钱，下色4钱。所收解干弥补欠客。7年，亦准规划成商人贩茶至洽客途，假到额边，前赴西洋各国通商，请领布照，比照章加口减半，另交银25两，每票不得过12000斤。11年，亦准甘省积欠旧客，仍追旧商照，募之新商是新客，其杂客、养廉、充公、官礼4项缓征。13年，亦准甘省访淮盐之力，以票代引，不分各省商贩，均令先纳正客，使准给票。其杂客归并离税项下征收，各项名色盖予删除。行销内地者，照纳正客3两外，于行销的各完离税，每引以1两数钱为度，多不过2两。出口之茶，则令于边境举卡，加完离1次，以示区别。光绪10年，户部统筹财政，于茶法略严，据总理衙门单开。光绪8、9等年出口茶数多至19000余万斤。茶道光年间，英国所收茶税约每100斤收银50两，而我之出口税仅纳2两5钱，不及11。拟照甘肃茶封之例，每50斤就原户征银3钱。增客既多，洋人摩所借口，或照宁夏、盐、渝、绥等处茶，引每道征银3两9钱之例，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，发给部颁茶照，每照100斤，征银3两9钱，经过内地关卡，另纳离税，验照盖戳放行，不准重依附引射。所有茶照，按年预行副都请领。原照1年后作废。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，计完客3两，再被收银3两9钱，前后共征7两8钱，
一切杂费均予豁除。唯于各海关及边卡，凡应纳洋税，仍照项章完纳。若在内地行销贩运，无论经过何省何处离卡关阙，均免再征，则改离为可。PG 674改散为总，即便稽查，复免轻余。为原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，应令各省参酌定章，复奏办理。12年，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，鬼称运销蒙古地方。时私贩胡茶，倾销新疆南北两路。一票数年，回圈转运，往逃离漏税。经部奏准，嗣后领票，严主明，不准贩运私茶，自样。如欲办官茶，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离。倘复运销私茶，出没关。是时泰西诸国视茶者众，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厌其利后，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，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，所产虽多。盖印度种茶，在道光14年至光绪3年乃大盛。锡兰、意大利其继起者也。法兰西既得越南，亦令种茶，有东山、建吉、富华、珠园。美利坚于咸丰8年购吴国茶秧万株，发给农民，其后越购越多，遂发茶秧至12万株，足供其国之用。故我国光绪10年以前输出之数甚巨，为己见为所夺。印度茶往英国者，岁约73万2千石，价约2004万两。吴国茶往者89万8千石，价约1868万两。印度茶少于华，而价反多。代12年我国运往，乃至21万9400余石而已。日本之茶，多售于美国，亦有运至我国者。光绪13年，我茶往日本者12000余石，而彼茶进口16000余石。其专上华茶取用红多者为盖自哈萨克号罕珠部新属于彼的加广，人加重，虚物加多，而茶尤为所赖。光绪7年定约，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，而往来益甚。10年后，我国运往之茶，居全数1/3。13年，并杂货计，出口价920万两有其，而进口价仅11万8千余两。凡输自我者890万两。然12年茶少价多，13年茶多价少，华商已有受困之势，绝后亦兼购于他国，用此华茶之利骤减。盖我国自习视茶为农家于市，为以细地营之，又采摘不时，备至无数，其为他人所轻，是所必至。PG 675 33年，茶叶工会以状陈于度支部，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严，于是命筹整理之策。宣统初，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厘之意。汉口、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，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。江西巡抚又筹款待与茶户，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州，这乃稍畅望。夫吴国茶植本胜诸国，
往往色味中含有香气，能使舌本回甘。泰西人名曰胆念，他国所产鲜能及此，故日本虽有茶，必购于我。荷兰使臣克罗伯一言爪哇，印度、锡兰茶皆不如华。茶远胜，然则奖励保护，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，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盐商务者。况正清初见于明代禁盐矿吏，终使四出，暴敛并民，于是听民采取，输税于官，皆有常律。若有爱近山风水，民田庐牧，极聚众扰民，或遂欠谷永，折用封禁。世祖初开山东灵渠、招远银矿，顺治8年罢之。14年，开固北、喜丰等口铁矿。康熙间，遣官监采山西应州、陕西临潼、山东莱阳银矿。22年，西行停止，并欲开矿无益地方。嗣后有请开采者，均不准行。世宗即位，群臣多言矿吏。粤都孔玉询、乐府杨文乾、襄府部兰泰、广西提督田俊、广东布政使王世俊、四川提督黄廷贵相继书请开矿，均不准行，或延止。切责。13年，粤都鄂弥达请开会，潮、韶、赵等府矿下酒，清一行。上以防本物停止。盖粤东山多田少，而矿产最繁，土民习于公采。矿洞所在，千百为群，往往聚众思掘，效聚飘掠。故其实矿东开矿，较他省尤为利尽。乾隆2年，欲凡产铜山厂，时有辟谷注，准报开采。其今银矿西行封闭。先是5年，允鲁府朱定元请开章丘、淄川、泰安、新泰、莱芜、肥城、宁阳、藤邑、泗水、兰山、单城、费、莒、蒙阴、益都、灵渠、博山、莱阳、海洋各州县煤矿。PG 676。而藁城知县高峰请自备资开邑、藤、费、淄、宜、平阴、泰安。银铜铅矿则禁之。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、镇远之中峰岭、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、甘肃之扎马图、敦煌、沙州南北山、伊犁之皮里沁山、谷内、双树子、乌鲁木齐之迪化、奎腾河、呼图毕、马纳斯、库尔喀喇乌苏、条金沟各金矿、贵州法都、平远、达摩山、云南三家、丽江之回龙、昭通之勒马各银矿相继开采。嘉庆4年，给事中明神奏言名人潘世恩、苏廷禄请开直隶、邢台银矿。上谓国家经费自有正功，潘世恩、苏廷禄觊觎矿吏，赶集纳课为辞，实属不安本分，命押地回籍，明神下不议。6年，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，明安以请开平泉州铜矿，均奉旨申斥。道光初年，封禁甘肃金厂、直隶银厂。盖其10岁入有常，不轻严厉。为云南之南安、石阳、临安各旧银厂，遂刻银58000余两，其余金矿遂至数十两，银矿遂至数千两而止。
又旋开旋停，心肺不长，复入一仙。铜千历官古注，开采者多妖。允准，兼有捐除课税者。广东自康熙54年封进矿山，至甘隆初年，英德、阳春、归善、永安、曲江、大埔、博罗等县。广州、肇庆两府铜铅矿均行开采。100余年来，云贵两湖、2粤、四川、陕西、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，而云南铜矿有甲各行省。盖古铸铅铜并重，而铜尤重。秦、蜀、贵、黔、赣皆产铜，而滇最饶。滇铜自康熙44年官为经理，似由官给公本。雍正初，岁出铜8、90万，不数年，且2、300万，遂公本录古注。集运。湖广、江西仅100万有其。乾隆初，遂发铜本银100万两，4、5年间，遂出6、700万或8、900万，最多乃至1200、300万。沪公两局，即江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陕西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9路，遂需900余万，悉取给焉。矿场以汤丹、陆路 PG 677。大水、茂路、狮子山、大公为最，宁台、金钗、益都、发谷山。9度，万象次之。大厂矿丁6、7万，次1万余。近则土民远籍。前粤养石矿力者，奔走相属。正厂动老沙结，折开子厂矣。补其额。故滇省铜镇类业成功，非他项矿产可比。道光24年，照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东等省，除现在开采外，如尚有他矿源开采者，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。28年，复照四川、云贵、两广、江西各督府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，广为小域。其余各省督府亦者留心访查，酌量开采，不准托辞观望。至官办、民办、商办，应如合统辖谈押稽。查之处，朝廷不为遥制。一时矿境大迟。咸丰2年，以宽筹军饷，招商开采热河、新疆及各省经营铢矿。3年，诏曰：开采矿产，以天地自然之力还之天地，教之一切权宜必正，无伤体制，有弊民生。当此军饷浩繁，所藏之处，各督府务当权衡。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，奏明事办。时军心饷乏，当时开采者，仅新疆噶尔、蒙古达拉图、噶顺、红花沟之金矿、直隶珠窝山、遍山县、市沟、土槽子、西腊片、牛圈子沟、蒙古哈勒、金罗圈沟、库察山、长杭沟之银矿、新疆迪化、罗布闹尔3个山之铜锡矿数处。同治7年，吉林请开火石岭子等处煤矿，以伏莽未尽，革不亦不果行。13年，以滇矿经兵险久废，欲敕开办，从滇都曾欲应请也。是年海防一起，直隶总督李鸿章、传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。
每铁以济军需，上允其请，命于直隶磁州、福建台湾事办。光绪8年，两江总督左宗棠议沿北洋筹办防务、制造船炮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，最为大宗，请开办江苏立国驿煤铁。报文四是以次修筑铁路，煤铁亦为当务之急。于是煤矿则急临。大石头顶子、乱泥沟、半拉窝、鸡沟、二道河、陶家屯、石牌岭、黑龙江太平山、察汉敖拉卡伦、直隶开平、唐山、内丘县。PG 678。之上平、永固、磁窑沟、南阳寨、临城县之冈头、石固、胶泥沟、杨家沟、新庄、竹壁、木村、焦村、宣化府之鸡鸣、玉带。八宝寺山、富平县炭灰铺村、曲阳县白石沟、野北村、张家口。海拉坎山、马连疙瘩、宛平县青龙涧、卑节子、承德府榆树沟、奉天海龙府远来、义和、进宝、玉胜、永顺、永义、万历。仁和、同德、顺发、锦州府大窑沟、锦西荡石沟、本溪县王干沟、新津蜜蜂沟、辽扬州窑子峪、江西萍乡、永兴、余干。山东义县、安徽贵池、广德、繁昌、东流、泾县、湖北荆门。河南禹州、山西平定、凤台、浙江桐庐、余杭、江苏上元、句容、湖南湘乡、祁阳、广西富川、贺县、凤邑、恩阳、南宁。那坡、陕西白水、澄城、潼关、宜君、滨州、陇州、淳化。铁矿则直隶迁安县、滦州、湖北大冶、广西永宁州、江西永兴县。云南开、广两府、贵州清溪皆先后开采，而秦、晋商民零星。开采由南西数。22年，诏开办各省经营矿场。自光绪初年，开直隶窑沟营矿，甘肃西宁、甘、凉、黑龙江漠河观音山、旗杆河各经矿外无闻焉。自明令颁行而后，金矿则直隶之平泉州属转山子，建昌县属金厂沟，阜宁县属双山子，洛平县属宽沟，丰宁县大营子、西碾子沟、翁牛特旗之红花沟、水泉沟、拐棒沟，而迁安县所产尤旺。奉天之凤凰、安东、辽阳、通化、宽甸、怀仁。铁岭、开原、通化、海城、景县、蒙古之鹤连沟、大小槽、碾沟、楚虎沟、朱家沟、板桥子、朱耳虎珠、克勒斯、布公、特勒基、哈拉格囊图、奎腾河、图什叶图汉、四川之冕沟、湖南之平江、浙江之诸暨、黑龙江之黑河、新疆之和田、燕齐、颍矿则四川之天泉、庐山、大雪山头皆报名开采，而铜、锡、铅、梯、石油、硫磺、雄黄等矿亦接踵而起。铜则云南以东汤丹、茂陆镇厂6、子厂11，以西回龙、德保。PG 679。镇厂8、子厂9。楚雄永北极云5所属万宝、双龙、右永安顺、宁、临安、开化、曲靖各厂均招商成采。
而江西赣州、陕西镇安、湖南遂宁、新疆拜城库车亦有同厂。西则广东儋州、广西南丹土州、富川、贺县；迁则湖南长宁、湘乡、灵武、四川会理、浙江镇海、奉化、象山、宁海、太平；梯则湖南益阳、邵阳、兴化、园林、慈利、湘乡、祁阳、新安、溆浦、贵州铜仁；四川秀山、广东曲江、防城、乳源；广西南泰、四镇、临阳都；石油则陕西延长、甘肃玉门、新疆库尔喀喇乌苏；硫磺则山西阳曲、奉天、辽阳、锦州；雄黄则湖南慈利。或官办、或商办、或官商合办，或用土法，或用西法。9年，照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。自是云南、四川均设招商及矿务局，贵州设矿务工商局，山西设矿务公司，粤东琼州之铜矿，浙江宁波之铅矿，皆虑招商集股开办。开办历数10年，为开平、萍乡之煤，大冶之铁，规模具极远。次则平江之金、益阳之梯、长宁之铅，尤为名利。漠河金矿所产虽富，遂解不盈，仅20万两。滇铜自13年命唐蒲督办，遂运金铜不过100余万。各省谷注尤以种植购洋铜。铁产为汉阳厂炼钢造轨、略工轮、路之需。粤、贵进出铁虽饶，以提炼不精，国内制造人多，购自英厂。24年，诏设矿物铁路总局于京师，以王文韶、张应环主之。奏定章程22，准华商办矿、假贷洋款及华阳河谷，设立公司。自是江西萍乡煤矿则借得款，湖北大冶铁矿则借日本款，浙江宝昌公司则借一款，直隶临城煤矿则借笔款。当其议定合同与抵押息金外，则须延聘矿师，甚者涉及用人管理。至直隶景行、安徽宣城煤矿，山西余平、泽、陆、平阳、四川江北煤铁矿，新疆塔城、直隶霍家地、厂子沟金矿，广西上思、贵州镇安铅铁，福建邵武、建宁、汀州、直隶八道河、奉天尾。PG 680，名山及吉林新旧矿均华阳合办，一经订约，时生小格。若夫公司之于境矿，其尤甚者也。24年，河南裕丰公司以其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之权，山西商务局以其专办余平、泽、陆、平阳煤铁各矿之权，同时让与办理。一公司垄断2省矿务，更易修铁道自进气变，因矿及路利权损失，争持3年。试运合办，遍计侵扰华官主权，尽复干涉人民开采，全尽声明，坚持废约，持之又久，使以银270余万赎回。他如陕西盐长、四川富顺、8万石油矿，湖南长宁龙王山、湖北新国龙角山矿，均因商民私相授受，
酿成交涉。自议定交际，东清路曰：附路13里内华人无开矿权。而开平煤矿、漠河观音山金矿，复因内乱为外人所侵占。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及官商之力，经营20年，效力大者。26年，全匪乱后，杨元德璀临英督办张义为其保护，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，而张义亦即迁押移交，转移家昭阳。古中外合办奏闻。由是而唐山西山、半壁店、马家沟、吴水庄、赵各庄、临溪各矿、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之陈平、建平、永平、金银矿，悉操于英公司。延诏责令收回，复因控诉，卒未就绪。34年，筹办滦州煤矿，因公司阻挠之，乃结为营业联合之法，合设开滦总局。观音山金矿亦因权乱为俄人占据。32年，始以俄银12000卢布赎回。28年，外务部改定矿章，凡华洋商人的一体承办矿务，为毕秉部批准，乃为允行之据。是年晚府聂基归许英人凯约翰。承办社铜陵、大通、宁国、广德、前山矿产，似以专办铜陵。知铜关山，定约定期100年，占地384000余亩。宛中声明，合力争之，使以银40万两赎回自办。法人弥勒10亿余是年矣。勘办全滇矿务请于滇都及外务部，皆据之，人获邓江、临安、开化、云南、楚雄、沅江、永北等府，州矿权已去。记事 PG 681。因商利乐得以合办东、昭两府金银矿不获，遂原弥勒10例。所广南、曲靖、丽江、大理、顺宁、普洱、永昌7府矿亦兼具。魏允一时举国上下，咸以保全矿产为严，由是属社保富公司。华阳承办川省矿务，购地转租事宜属之。闽设商政局，宣奏社。矿务总公司，凡请办各矿场，查核准驳之权属之。山西保进公司、安徽矿务总局，类能集合应付，纠资开办。乡2则余所属矿地勘明圈购，以度私售。25年，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，两湖复筹设高等矿业学堂。31年，商部以洋商私占矿的矿山，书请声明约章，以为许可权。寻奏设各省矿政调查局，以勘明全国矿产，严禁私卖为先务。鄂都章之洞条上矿务正章74，附章73。改。自24年以来，矿章屡异，每因矿务举，洋商者引为口实。29年，商约大臣吕海环与各国议定商约，许以开采矿产之利，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。而中国矿章，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，特照章之洞拟定，乃取英、美、德、法、比利时、西班牙矿章参户考证，区别地面的赋，厘定矿界矿税，分析的股、银股、
继华阳商，县治治州，尤注重于中国主权、华民生计、地方治理。约数年乃成。下部一行，中国矿章史据云。卷第125至100。时或6。PG 682。真确会计。真确清新，手除繁科，设官处所，多人民治。自海禁开。常关外使见阳关，而离局之设，阳曜之争，亦相继而起。三者，皆前代所无，兹列者于篇。至印花税、烟酒加征，均试行炫罢。不具载。常关。顺治初，定各省关税，专差户部司员督征。左右。两议，张家口税，差满官督征。时京师初定，免各官征税1年，并或免民计税课亏欠。四浙、闽以次当平，复进革民末加增税。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。3年，革民末加增太平府姑西桥米税，经筑山商税。4年，定户、公各官，兼差满洲、汉军、汉官。8年，减定官差员数，并停止官差议序。9年，并息新官。江宁仓为一差，停读10口差。言官差留用，保家委官之境。凡设巡栏，各置号1、腰牌。10年，令各官勘视定责，设柜收税，不得勒扣火号、虚索、漏规，并进官役包揽报单。11年，用给事中都督户盐、清厘。官闭4事，移财利益：1、查税类；1、官差回避本籍；1、批文核对县旗。16年，移蟠桃口于永平，移古北口于密云，并设官征募职税，10分取2。17年，采永平、密云新官归，并古北口监督管理。18年，定各口募职10亿而税。停陵清专。差。其板闸税交北河分司征收。康熙元年，移设河西务于天津，更名天津官。更定各官监。差满，汉官比铁士各1，由6部资送轮撤，停蒙古、汉军差。其张家、沙湖2口，专差满、蒙官。2年，定盘结漕船，止于仪征、瓜州、淮安、济宁、天津5关，免外国货物入崇文门税。4年，严禁各官为利征收，永免役额议序之例。5年，命各官。PG 683。税均交地方官管理。于是崇文门归治中，天津归天津道、龙泉等归景行道，紫荆归直隶守道，临清归东昌道，洼运归通济道，居庸归昌密道，西兴归镇江道，芜湖归池泰道，扬州归义传道，虎树归苏昌道，淮安归淮海道，北兴归浙江布政使，今归荆州同知，九江归九江道，赣归济南赣道，太平桥归南雄知府，玉仙桥、汉光场归韶州知府，各稽征税课。又裁古北口差，归密云县管理，为2邑，张家口、沙湖口如故。指差户部司员。申令直省官勘视税则。罢崇文门出京货物税。8年，
临清仓归并临清关，以给事中苏拜言，地方官监官。税事务繁多，且恐畏惧上司，悉图足额，派类商民，复定。税额较多之虎树、芜湖、北兴、九江、淮安、太平桥、扬州、赣、西兴、临清、天津、凤阳仓、人差部员都侦于如故。是年定官差缺出，以6部奉申司员轮撤，其差过之员，不准重差。又定官差考核法，欠税不足半分者罚俸，半分至4分，分别降调5分以上革职。炫又定不及半分者降留，全完者记录。凡不差官员，不令督府管辖。9年，定淮安官监辖淮安仓及工部清江场2役专差满官。笔铁事。10年，才西兴护官归并龙江公关，才芜湖公关归并芜湖护官，各监理。继而改凤阳仓归凤阳知府，镇阳归通判，临淮交大使征收，停差部员。17年，才北河分司，临清闸税归济宁道监管。19年，开山东海境，令查船户逆税，差满部员。都收潼关、山海关税客，潼关监辖大庆关、龙居寨税务。21年，以九江关驻湖口，停潼关、山海关部员差，仍归地方官管理。凤阳人差6部满员。23年，更定各官轮差各部院司。元历，是时始开江、浙、闽、广海境于云山、宁波、漳州、澳门设4海关，官设监督、满、汉各一笔铁事，积年而代。定海 PG 684。税则例，免海口内侨经地方抽税，分设西兴、龙江2关课税专官。24年，西兴仍归户部，免外国共船税，减洋船账抽例10/3。25年，定州县海船隐匿处分，使海禁出开，沿海渔船，州县计征渔客，海关赋税粮头，民甚苦之。上用福建巡抚张仲举言，定渔船5尺以上，粮头税统归地方官征收。先是，康熙4年罢抽税一额一序例，至14年，又定一额多寡，分别加及申用。即是上以科取类商，复停止一额一序。26年，虎树监督桑额征收一额21000有奇，上以扰类闾盐，罪之。永检闽海税额6400两有奇。28年，捐沿海鱼虾船及民见日用物湖口贸易之税者为令。先是沙沟于26年归并淮关、其蒙龙、闸东、岔河等处悉免稽查。致仕以沙沟系蒙龙、闸东总会，不宜再增一税，将蒙龙归海关，闸东归淮关，沙沟免税。复归并西兴护关于龙江公关。33年，人差部员都收山海关税，张家口税归宣化府监收。34年，分设浙海关属于宁波、定海，令监督往来巡视。35年，定洋海商船往天津运米至奉天者，
但收货物正税。36年，沿观察官自京司代年满就一谋占总科库头之境。17年，永检阅海关额税32000两有期。38年，上孔各观察科取集商，停罢额外盈余银。设河保营，差满官都收大清山木税。40年，采陕西3原县商税，归潼关、龙居寨、大庆关监收。采通惠河分司，通州牧场归通甬道管理。41年，大清木税归并沙湖口监辖。46年，以荆州、牛庄交山海关监督巡查越关漏税。设余关于重庆，归川东道征收木税。47年，任察工部司员都，收京关税。53年，以临清关税缺额，改归巡抚监收。卫己、凤阳、天津、杭州、荆州、江海、浙海、淮安、板闸及淮关，先后改交各巡抚监收。停瓜州税、财税课大使。定台湾收博江。PG 685。这等省商船，经过厦门就验者不重征。福建唐船至厦门者，付关纳税，其往江这贸易者免征。设横城税口，归山海关监督。监收增税1000两，作为定额。61年，晋各藩部落加代销黄军器出边，其进口税许从轻减。雍正元年，移湖口关于九江，并设大沽塘分口。才淮安、北兴、凤阳、天津、临清、江海、浙海、荆州各官加增盈余银。严禁各省官及崇文门须议分外苛求。是年定各关税务聚焦地方。关管理为崇文门人察内务府关、山海关、两邑、古北、蟠桃、沙湖3口，即打箭炉，人察不原。甚惊呼尔哈河木税，亦交江军府尹委沿河关征收。明年，淮安人察不原，虎树改归苏州。织造、凤凰城中江税，派盛京部员各都收。河西物运粮船料，改于通州征收。3年，以暹罗进献稻种果树等物，免回空押载。货物税，进边关城门索取蒙古贡物税，其假名逆税者罪之。5年，宿迁关归并淮关征收，由旁税交地方官管理。河保营木税，由沙湖口监督征收。奉天牛马税，改察部院司员。6年，更定临清关米麦杂粮船税。定各关税则。龙江、西新2关交江宁织造监管。永免暹罗米税。7年，夔州关改为专员都收。南北2新关交杭州织造监收。移荆州之徐关于田家州，更名田关。江苏庙湾税归淮关监管。定闽海关检折船税账。敕例。采古北口监督，交密云县征收。以同关商税服于部吏。相安以久，赵县征之数者为令。移蟠桃口正关于潘家、桃林2分口征收。8年，减各关于平营之半，
革除天津等号例外征收。定落地税搜求一额一处理。沿黄金出洋之境。10年，设交城县水泉滩牧场5元城设立税口征收。11年，改天津官规，长芦盐政管理。13年，设居庸关税课大使，定蟠桃、古北、沙湖3口给商印票，兼满、汉、蒙3体文字。山东海口各州、县未设2联印票，填注客商年貌籍贯，船只字形大小，量头丈尺。PG 686。豆石数目，出口年月，分给商船，回日查销。乾隆元年，革除龙江、西兴2关衙规票银。初，外洋加版。船到月，起其炮未圆，后交易势必给还。其税法每船按量头征银2000两左右，或税照则征收。革除额税外另征置或银加一缴送。税定闽省渔船税，分上、中、下3则起科，除额外重征。定各省税课则立颁行。定九江、赣州2关3联税单例，亦给商人。亦交府属，亦存税数。准张家口，居庸关收取车驮货物过税犯。前以资养善。禁偷运米谷皆寄外洋，分别拟罪有差。免沿海。采捕鱼虾单为船税。2年，定米谷税，凡遇地方旱涝，米谷船到即放行，4成熟后照旧征收。永廷征广东开建，恩平2县米船税。3年，采虎树关之赚水，博独2口，改瓜州油炸税归两。淮盐镇。九江岔内务府司员、芜湖、凤阳派部员各管理监督。4年，定规划成木税额，归沙湖口征收。5年，复岔部员监督。京官用御史录引要言，严捏民讨官之境。6年，复定考核关税盈余例，清查外省私增口岸。免令堂。采铜锡铅及米谷税，人征传料，为黄豆非麦黍比，虽欠岁照常征收。改宿迁之风，配、销、当4县路税，仍交各县分征。用禁龙江关木税非量法。定各关盈余，比较上年数目考核者为。令7年，永免直省官豆米额税。复设通州分司之黄村、临清官之德州、魏家湾、尖种、反口等口岸，免征临清官船料。以扬州关归两江总督陵园征收。停止闽海关之南山边口征税，专司稽查。8年，定官运米谷免征船料。9年，沿蒙古来京漏税，即为奸商私运货物之境。10年，交趾乱平，复开征云南马厩税，禁止宿迁关通船衣。载收税例，改按单数征收。定一关监管2关，其征额有此盈比。处者准其抵补，再有短欠，仁者追赔。宜福建诏安之雅溪税。管于玄中，以闽省旧有子头船包揽走私，永禁制造。13年。PG 687。复征米豆税。
14年，定各官盈余，以雍正13年为准，短少者按分数分别议处，罚俸降调有差。15年，移福建宁德县税，扣于9余。17年，改于官募税归并魁官征收。18年，移厦门茶税之豫州管驻石美，凤阳关茶税之睢阳口驻洪县，改洪县。征税之青阳镇驻睢河口。20年，移淮南关之刘军口驻金河。22年，增定浙、闽二海关税则，照粤海关吏。荀有生。晋阳船不准收泊浙海，有使至者，乃令回粤贸易纳税。24年，定叶尔羌、喀什噶尔牲畜税20取1，缎布皮张税1/10。自外藩贩入者被征，严司经出洋之禁。25年，使派员征收多伦诺尔皮张等税，并设圣金拉林、阿勒楚喀税局，派员征收。如宁古塔、博都讷利。革除粤海关漏归营，归公造报。26年，设淮安关10税口，又设规划城总税局，并绥远、规划、和林格尔、托克托、萨拉齐、西包头、昆都伦、80家子等口。刹蒙古比铁市2员，分都征收牲畜税。27年，以龙江、淮安2关归两江总督，虎树归江苏巡抚，各稽查严禁却关漏税积弊，并定漏税罚数。江苏巡抚陈洪谋调上虎树关4弊，移铺户代客完税，包揽居奇，人令商人自行完纳，按部清田1，或传抵关，迁验纳税，给票后使准。过关，以度偷越1，官员临尾左杂官，半年而代1，督府与监督员相助为礼，所征数目，应令监督按月知会督府，在于年满奏报时统资知会，从之。是年持司经出洋之禁，仍是限制。定崇文门2亿税差期满，犹不开列满，蒙大学士、尚书、都统、侍郎、副都统等职名，请减更代，遂为永制。28年，划一天津各口税则，定商贩山东豆石油海运浙、赵运赴江南利输税。张家口出口铁器，赵沙湖口吏纳税。革除芜湖关之户，公帮贴饭费，将海关之帛票给单挂号，邮逐饭费，看验仓前文。阳关邮札之给串钱。PG 688。29年，更定临清关船之补税例，定外藩商货至回布贸役者30抽1，皮货20抽1，回商往外藩贸易20抽1，皮货10/1，其牲畜货物不及抽分之数，是所值折算。30年，更定吉林等处税额，才蟠桃口监督税归张家口征收，所属6小口，改归通甬道管理。明年，复改蟠桃口税归多伦诺尔同之征收。设局大河口，差理藩院司员都收归化成税，继而改归山西。巡抚陵园征收。秀岩城属织报加码头等7口岸海船商税，归山。海关监督设局征收。33年，定山海关、张家口、
8沟塔。子沟3座塔，乌兰哈达、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，沙湖口归化成交山西巡抚，盛京牛马税，中江税交盛京户部侍郎，作梁交仓场侍郎，打箭炉交四川总督，京官交湖广总督，军监管稽查。各监督有侵蚀、秦弊、参触后不能完相者，即令监管之。元代培34年，准九江关镇税1两家平于1分，以供饭食，废墟之用。庭阳船入口夹带硫磺之境者为令。35年，才巡吴2场公费归入镇税。38年，才多伦诺尔监督，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。宜由闸南坝税口于中闸。40年，封闭广西游村一口，境内的商民越关交易。41年，改通州分司及河西务计价科税为计数科税，并革除张家湾油面等出店进店税，改定打箭炉商货按数征税例。明年定打箭炉税差，照山海关吏于宗人府及部院司员内选派。45年，停京官，打箭炉司员差，交各督府领员管理。46年，才京官监督养廉营，于今遗失道荆州之府领派1员监收。49年，定粤海关珍珠宝石盖不征税者为令。51年，才荆州之好官及好知官，令设口于粤市，更名粤关。宜阳关于吊咸口，更名吊关。定除暹罗贡使船外，其带货私船，照例征收。52年，定各关御其请领收税册档及请领迟延，善用。PG 689。本官不测参处例，以安南奉贡请封、池水口等官之境。越4年，缅甸孝顺亦准开关通事，于永昌、腾越、顺宁收征出口税。沙木龙、木福、南河口征收入口税，以福建五虎门与台湾淡水。八里岔设口开渡，由闽安镇征收进口税，南台口征收出口税。货物进口，复运往他处，限1月内免重征，若于县出口，或县内移或别船，均征出口税。57年，定粤海关到关船货，则成都府查明，按月册资。1年期满，与监督亲测核对不符，参办。58年，定西洋除贡船外，别项商船不得免征。以杭州织造改归盐镇，南北2兴。关交巡抚管理。开山西德胜口归沙湖口监督稽征。时因吉利货船求往江、浙宁波、珠山及天津、广东等处收帛交易，尚不许。仍令照例于澳门户市，向粤海关纳税，并征船料。嘉庆2年，并左右翼为1差。粤2年，复减派2员。定城关、榆关、潘家口、通永道、古北口5处各官吏。是年命和。减各官银余额数，于是定户官之作粮6000两，天津2万，临清11000，江海42000，虎树23万5千，淮安11万。
1000，海关庙湾口2200，扬州68000，西兴29000。九江347800，赣关38000，闽海113000，浙海39000，北兴65000，武昌12000，夔关11万，粤海855500，太平75500，梧州7500，浔州5200，归化成1600，山海关49487，沙湖口15414，张家口45561，打箭卢境，收境解，公关之城关3800两，粟千7800，芜湖47000，龙江55000，金关13000，通甬道3900，闸南新余3关，蟠桃、古北、沙湖3口，竹木税项无盈余，无庸。更易5年，亦准回空漕船逾60时例额外加带20时，均免书。PG 690。水严禁崇文门、卢沟桥及各省官役额所行旅，以成州之府里。大、龙皆管税额外盈余万两有期，下部议序。6年，定盛京。牛马税差，于盛京5部侍郎内减派。定打箭卢镇税额2万两。革除闽海征收28天平银。7年，改密云县征收古北口目税为尽收尽解，并缴销原额监督官房。9年，复增定各官盈余额数。浙海44000，西兴33000，九江367000，虎数25万，淮安131000。11年，定城关税增加1号银2770余两。15年，定崇文门、草径、税则立，令营训官分察。崇文门私放私收冒充白役之弊。22年，敕各海关察禁吏部，出洋之货。道光元年，裁浙江盐政，改设杭州织造，监管南北新关税。3年，敕各省官整顿监督包揽，书吏训纵等积弊，严各官。原例外横征及粮船夹带偷漏之禁。定多伦诺尔木税。更定浙海关税则。9年，申定回江税课30抽1。时因吉利大班等以洋行避歇，拖欠货银，商船停泊外洋，严不进口。每盐在粤海关。年纳税银60-70万，以为居奇。上曰：洋商私带鸦片入口，偷买纹银出洋，得不偿失。倘故刁难，即不准开仓。少此一国，货税所损几何？至请分别商船大小纳饷，尚可变通。10年，定各官盈余盈以6成为额内，4成为额外，合其意。额处额分别公过例。先是御史许乃纪言崇文门税局须所，曾令巡视5城御史随时稽查。至是，御史晋昌复言巡议勒所，须立卖放，特派满汉御史各一，专司稽查，1年而待。11年，减虎数盈余2万两，淮安21000两。定赔缴短征关税，按数多寡分别限其9暂例。命广东盐机快卸船为洋商运私偷税。10
2年，停止白迁出洋。13年，革除各官标礼并查传谢仪及的棍报单等名目，以或函悔罪书呈，复准入卡贸易，并免税课。14年，严禁各官家丁需所卖放及书役盘具、地棍包揽之弊。PG 691。又查禁粤商增收洋商私税，定贡物到京、崇文门免税验放。17年，严禁文银出洋，查办粤省匪艇及窑口走私漏税。19年，设韶州、东江2关，归南韶连道管理。21年，移设荆州正关于柳家集，更名柳关，并改知关为柳知关。24年，免暹罗街正贡使传货税。25年，裁龙江关察验木植税局。咸丰2年，查禁沿海各关走私积弊。3年，以捻匪扰江南、虎树、淮安、芜湖、凤阳等关，分请竞征竞收，漫无限制，令人遵定额照常征收。6年，定打箭炉税额2万两。8年，定省经盈余税以前抵银及渔船、大小牛船交纳船规例。9年，设山东烟台税局。10年，以世子会试入京，照例验放，严禁崇文门巡役讹诈。更定奉天海口税则，增收黄豆、豆饼、包头、油、篓4税，加银余8万两。又定各关监督尉及1年离任者，交后任皆征，扣足1年分析汇报例。革除北新关南北2口货税过关。5日10日知县。是年，俄罗斯于黑龙江沪市免税课。同治2年，免巴尔楚客过税，加征叶尔羌镇税。3年，设福建台南之打狗口海关，归巡抚管理，暂停北新关征税。4年，暂停龙江、西新关、虎树3关征税。湖北新关竹木税，临本省道府议员督征。先是粤海关额征，长洋不分。致仕，定货油华。船装运者为常税，额征56500余两，盈余10万两，再有盈余，尽征尽解。是年才革太平关文武各属规费，并敕粤海关严查各口偷漏隐匿。财山海关监督，改设凤景山海关道稽征。7年，定太平关归南韶连道专管，其4分场委员仍由巡抚领派。8年，申定贡物解禁，崇文门放行，无许流难勒索。11年，停江苏淮关船办活计。光绪2年，复开芜湖、凤阳2关。3年，严定考核各关章程。4年，定挥发、木青等处及宁古塔、3姓税务，均由吉林。PG 692。将军委员征收。山西交城县木税，由知县设口于五原城故交村征收。8年，定芜湖关税额13万6千余两。9年，中江税务改归东边道征收。13年，改广东黄江场税委员专管，裁场书、签子、官房、总散房名目，并革除额外家凭、办用官钱、
犁头。船前、须艇前、黑前、包揽前7项漏规，榜式通衢。定5旬，2场盈余6万两。改护卫，打狗2官归台湾巡抚监督。25年，敕各将军、督抚综合各关卡漏规中保之数，酌量归公、乐县禀报。34年，减崇文门华商税为直百抽3，如洋商税吏，免日食蔬菜等物税。宣统元年，设立吉林省税务处，分设稽征、庶务、知印、核销4所，所有捐税各局所、公司概行财撤归，并更定四川长官征收章程及办事规则。阳关之设，自5口通商始。前此虽有洋商来粤贸易，为尊章向长官纳税而已。道光19年，有趸船缴烟之意，是秋各商船来粤者，皆为因兵船所阻，不得入口。粤海税课以洋货为大宗，致使征收短处。22年秋，因人要求通商口岸，允于沿海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5口开埠通商。明年定洋货税则直百征5，先于广州、上海开市。洋货进口按则书纳，后由华商运入内地，所过税关，只照估价若干，每2加税，不过某分。24年，定法商条约，以允法人付5口通商船只不的境别口及沿海岸私行交易，违者或没关。法商出入5口，照则书或税船超外，不再收别项规费。商船进口2日不缴船牌货单，有领事照会海关者，每于1日罚洋50元，但不得过200元。倘未领海关牌照，擅自开仓卸货，罚银500元。或并没关。船进口未卸货，在2日内可往别口，即在彼口纳税。船进口2日外全完船超150吨以上吨纳银5钱，以下吨纳1钱。估价之货有损坏者，得核减税银。船 PG 693。进口按卸货之多寡输纳，余货如带往别口卸卖，即在彼口输税。25年，定比利时商约，照章纳税书钞。27年，定瑞典纳威商约，税钞亦如之。咸丰4年，设江海关于上海。8年，复定英约。牛庄、台湾、登州、潮州、琼州等口均准开埠通商。直百抽5之货，多有价值渐减者，应将就则重修。此次新定税则，如欲重修，以10年为限，须先6月之兆，否则照前章完纳，复40年。子口税按直百抽25，如原一次输纳。洋货在进口，土货在经过第1关纳税给票后，他口不再征。应传纳钞给照后4月内不重征。货船进口2日，即全纳钞。应商自用艇，如代例应纳税之货，每4月纳钞1次。商货纳税后，改运他口，系原包，免重征。是年，允法商于潮州、琼州、台湾之淡水、登州、江宁通事，
纳税书超均同有约国。9年，设粤海关于广州，允俄人于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台湾、琼州7口通商，税则是各国例，定每约1如之，并允于潮州、台湾2口开市，照新章完纳税钞。10年，设潮海关于汕头，允英人于汉口、九江通商，以英人李泰国为总。税务司、邦司各口税务，设天津、牛庄、登州3口通商大臣。11年，设浙海关，归宁绍台道监督，经海关归通商大臣统辖，并设闽海、镇江、九江3关。定各国洋税自上年8月始，每3月节报1次，4节奏销1次。英、美2国于九江、汉口开埠，俄亦于汉口通商，于是定长江及各口通商章程。洋货入江，于上海纳镇税及子口税，土货出口纳出口税，附进口时完1。镇税准扣2成，若完半税，不扣2成，再入内地，仍照纳税。例又定德商约，其税约与英同。同治元年，设厦门关，以5口商务归通商大臣监理。2年，设东海、台南、淡水3关，免因租借洋货离京，并准天开宜昌。PG 694。芜湖、温州、北海4口岸，其沿江之大通、安庆、湖口、武穴、鹿溪口、沙市，均准因轮船暂时停泊，用民船上下货物。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外，土货只准上船，不准卸卖。又因商自治，土货非运出海口，不得原子口半税例。是年定丹麦及荷兰商，约输纳税超如英例。3年，设山海关于牛庄，定日斯巴尼亚，税则是咸丰8年各国例。明年，定比约，税超1如之。又改定法船超章程，凡商船进口以纳税，往他口，并往来安南之法。国各部与附近之日本码头，由海关给照，于4月再纳钞。初，粤海关税长洋不分，致是始定由洋船装运者为洋税。5年，定一商约税钞，商船入口漏捏者，罚船主500两，余如法约。8年，定澳商税钞，均是一约。又定俄商约，移边界百里内及往蒙古各盟贸易者，不纳税。1. 俄商运货至天津，纳进口税减1/3，其着流张家口之货纳镇税，如在运赴通州、天津，不在征，并将张家口多纳之1分不还。1. 由天津运俄货至各口，须补足减1之税，他口不在征，如由他口复入内地，另纳子口半税。1. 运土货及洋货由水路进口，纳税是各国例。1. 在天津、通州运土货由陆路返国，照例纳镇税，不在征，沿途不得销卖。1. 在京运赴进口土货由陆返国，纳税后限1年起运，不在征，并给还付进口税，沿途不得销卖。1. 在京或他口运别国或由陆返国，以交镇税子税，
不再征，如指交。正税应补交子税。一、议定税章，施行5年，限满欲修改。先6月召会。9年，设江汉关。裁3口通商大臣，东海、山海。2官军归直隶总督统辖，另设京海关道，监督新、超2关。光绪3年，设芜湖、宜昌2关，归徽宁池太广道，今遗失。道各监督琼海、北海2关，归粤海关监理。又设瓯海关于温州。6年，续订德商约，移中国允除宜昌、芜湖、温州、北海前以天开岸，并沿江之大通、安庆、湖口、武穴、鹿溪口、沙。PG 695。事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，又允得船于吴淞口停泊，上下货物。1. 加版进口，停泊14日，应纳减半之钞。1. 船货报官有漏捏，应罚船主，不得过500两，宜得商运土煤出口。敦纳正税3钱。1. 无照冒充饮水者，罚银不得过100两。1. 船只损坏，准在各口修理，誓词偷漏，罚被徒免吨钞之数。1. 中船挂得其而得人之情，与得船挂中其而获主之情，或均没关。是年定每商约，税钞是各国利。7年，设嘉峪关，归安肃道监督。改定俄陆商约，宜俄货至嘉峪关，照天津官吏纳3分减1之税，在运内地纳税亦是天津吏。1. 或至天津与原诏不符者，没关，查警绕月。必查验者，罚令完一正税。1. 在通州运土货回国，完出口正税。在张家口运回，即在内地运土货至通州、张家口回国者，均纳子口税，沿途不得售卖。于痛前约。12年，复定法商约，宜中国准于北齐界则开2处通商。设关征税。1. 洋货入云南、广西两边关，纳减半正税1/3。1. 洋货入此关纳税，转往彼关者，36月内不再征，如转入各口，另纳正税。土货在此关纳税，复转彼关，只征付进口税。如转入各口，另征正税，入内地人纳子口税。1. 进出口货道，关于18时不报验，日罚50两，为不得过200两，报有漏捏，或并没关。于痛前约。13年，允法人于广西之龙州、云南之蒙自及蛮号，开埠通商，并减洋货进口税3/10，出口税10/4。寻改蛮号为河内，并添云南之思茅口岸，由通商各口运土，或前往4口时，征出口10成正税，到4口照10分减4征付进口半税。又定仆约，其税钞及罚吏均是上年法约。是年设拱北关于澳门，九龙关于香港，由粤海关监督。改台南、淡水2税归台湾巡抚监督。15年，设镇南、蒙自2关。16年，设重庆关。PG 696。20年，开西藏之亚东关，允因通商。除禁运货物外，自开关日始免进口税5年。
县闷在定税章照纳。又允由满允。陕西两路贩运各货，限6年内减进口税10%。21年，设司茅官及猛烈、义武2分官，归司茅同知监理。22年，定日本商约，宜进出口货是各国利，只输进口货出口税。1. 以进口货在运各口，不论货主及运货系何国人及何国船，所有超税离经杂派各项一概豁免。1. 运货入内的，在纳自口税，系免税者，按直百抽25。1. 出口土货完正税子税后，限12月运往外国，如系进运出外洋之物，出口时止完正税。1. 洋货已完进口税，3年内复运出口，不再征。1. 船超市各国利。是年设杭州、苏州及沙市3关。明年设梧州、三水2关，并甘竹、江门2分关。改定因人长江通商。章程宜在长江贸易轮船，由上海税务司给专照，年换1次。或在汉口及宜昌换领亦可，船超在给照之官交纳，违者照罚。在犯缴销专照。1. 撤销出口正税负进口半税同时完纳之例。有专照将轮出口及负进口税照各口例，在装货起货之口分次完纳，至装货拨货卸货，亦如各口例。24年，设越州关及江海之吴淞分关。明年，设胶州关。与德会定征税办法，宜青海设关，应检派得人充税务司。1. 海运进口之货不征税，若胶州借口运赴内地，征进口税，为无。海关准单不准出胶州界。1. 土货陆运入租界，在水运他口，征出口税，为租界内产土货并土产及海运入口之物料制成各或出口时不征。1. 土货进口赴运内地，照约纳税。1. 土货纳出口税，赴运他口纳半税。又定含计没国税超及各费。西是海关吏。是年设金陵关。又设府海关于3澳。26年，设腾越关及满允、弄璋2分关。27年，定长关距口岸在50里内，税由阳关监征。28年，设秦皇岛分关。PG 697。先是商约大臣盛宣怀、聂基圭等言，税务司贺得筹拟洋货进口税，原照洋药税离并征之法，合估实值，按正税子口税期。25. 统加离经1倍，为直百抽15，由海关并征，以免各处离居流难纷杂，或可畅销，洋商或可允从，并拟出口土货向完半税者，改完离经，以抵洋货离捐改归海关并征之数，于各省离经一模所损。上以此事利害出入关系甚大，下南北洋大臣各督府参酌各省情形，妥议俱成。至是，始与应定财离加税之。曰1. 约款照行时，中国允除现有各长关外，向设各离卡及抽类似离捐之官，盖行裁撤。1. 英国允于进口洋货增至切时，直百抽5加1额外备半之税，以抵撤离经子口税及各项税捐。
制土货出口税总数不得逾值百抽75之数。一、现有长关人就存留，其有海关而无长关，及沿海沿边非通商口岸处，均可添设长关。如新开口岸应设海关者，可并设长关。一、明番各船运货所纳出入口税，不得少于轮船进口证税及添加税之总数。土货运出至第一长关，照海关力征出口加税，给照单，限1年。内无论经何关出口，不再征。如运出各租界外销售，应纳销场税。一、土货运出，除证税外，加征半税，以为财撤离捐之底。补至司经出口证税，不得逾值百抽5之数。一、向不出洋之或于销售处征销场税，凡民船运至口岸之土货将销售本地者，无论货主何国，均征销场税，唯不在租界内征收。一、华阳各商在内地用机器纺织之纱布，只纳出场税，余盖豁免。凡机器织成类似之洋货是此，为汉阳大冶铁厂及国有免税各厂与后设之制造局、船澳等厂所出物件，不在此例。勋与美、日、大西洋各国均定此约，促以事费调查，其未能实行也。29年，与俄协定北满税关事办章程，以铁路运货减3之1纳税，指定界限，按车站大小，四面各据10里或5里3里不等。如运出指定界限外，应补足证税，并照运货入内地章 PG 698承办理。一、铁路运货减价，此中俄特约，除俄货外，各国货经东省铁路运入者准此。一、章程税项有应更改者，41年在商定。又定通商进口善后章程，宜进口洋货税则不载者，照值百抽5例，按市价估货，以示平合足关平，并扣除使费，方为货物实价。一、货未报关已售于华商，即是合同价值之总数为市价。一、由海关估定之价与该商不合，即由海关与该商本国领事并领袖领事各派1人共同断定，若查出该商所报每百少至24两，按估定价值征证税，并按所报应完之证税罚缴4倍。一、洋船专载免税之米粮等人税超，是年设澳门分关。30年，与德会定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1。无论华洋轮船行驶内港，应领关牌，1年而已。初次纳牌费10两，换领只纳2两，每4年纳超1次。明年与德修改青岛征税办法。一、改青岛口岸，盖行免税，为则定税界内一区为无税的，于均起征。一、无税区外制成各货出口纳税，不得于运原料印完之税数。改三水之江门为正关。33年，设南宁、大连2关，又设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。34年，设滨江关及满洲里、绥分河2分关。宣统元年，设爱魂、三信2分关。2年，设徽春关及延吉分关。3年，更定东海关各口税则为值百抽25。
在收125内地捐，所有规费概行裁免。自光绪22年裁撤台南、淡水、汉城各关外，为官20。7. 宣统3年，续增南宁、梧州、三水、越州、福海、吴淞、金陵、礁海、腾越、江门、安东、大东沟、大连、滨江、满洲、里、绥芬河、爱魂、三信、珲春、延吉等，为官47。先是土药各税列入进口。同治12年始列专款，合计阳关，遂征各税。咸丰末年止490余万。同治末年增至1140余万。光绪13年兼征洋药离京，增为2050余万。34年增至3290余万。宣统末年都3610 ，PG 699。7万有奇，为岁入大宗云。离京抽捐，创始扬州一隅，后遂推行全国。咸丰3年，行部右侍郎雷以贤治军扬州，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离捐。是年苏。长蝶县丁曹吴收，乃设离局于上海，集资接济，又设江北离捐，归大营粮台经理。5年，江西设65局卡，湖北设480余局卡，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局，江苏扬、常、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、普安、新港、三江营、荷花池5局。御史宗继承言，大江南北设卡过多，收捐太杂。刑部左侍郎罗敦衍一言，泰州仙女庙离局官绅变兵，刁难勒索，上令酌量裁并，严禁查办。6年，盛京抽收商货及粮食捐，执100取1，及零亦如之。乌鲁木齐之吐鲁番亦抽收棉花离京。7年，设湖北离京总局。8年，定豫省离捐除水烟、药材、茶叶外，余概不抽收，并裁撤陕州、金子关及沿河各局卡。是年，福建、广西均设局卡，抽收获离。9年，登、莱、清3府属海口设局抽离。山西设筹饷局，收行商药税及百货离捐，于各隘口设7总卡及各分卡。10年，以张家口办理离京不善，积城事变，文武各员俱获严谴。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湘军援鄂，请于长沙设东征局，克复一处。及涿天局卡，以济军储。凡货物皆于本省离京外加抽办离运之。是时江北8里铺及广东韶关、肇庆府俱设局卡抽离。11年，改山西行商药离为税。安徽抽收离京，设立镇卡、省局所属4，皖南及淮北局属各3，并设分卡分巡59。贵州亦设或离局于川、楚邻近之区。时各省离局过多，尚恐有累伤民，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，其余局卡概行裁撤。同治元年，以广东官绅办理离捐，营私并名，特命3品京。唐彦端书驻扎韶关，督办广东离京。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离捐积弊为严。
上届端书以黎捐原出于不得已，总其有一军。PG 700。想无力民情。御史丁绍周言，黎捐各委员图事中保，民怨沸腾，命才阁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。其通都大邑黎捐事，凡者派到府等官办理，并照部章分析开载，榜示通衢。是年，设江宁大圣官礼卡。河南禹州、陕州济河内县、清化镇均设要。才离经分局，禹州并抽收百货。宜设衢州府衙理总局于浙江省城。除杭州、金华、延州3府外，余8府均设分局分卡。设州口、三河间2厘税局。2年，帮办扬州军务汉军统领副名阿言，理下河一带。南北两台设立捐卡100余处，有1处而设数卡，1卡而分数局。每月局用少者200斤，多者至1000余斤。委员既繁，局费尤滥。上以江北如此，他省可知，严斥各督府归并才阁，临委贤能的方官经理。巡湖北巡抚严树森言，胡林义创办湖北离经坊。刘晏用事类不用力须之法，历久者有成效。若改归地方官，诸多挚爱，并卢陈8弊，请人就章。又言湖北离经年收134万，全赖分设小局，稽查偷漏，大局之征收10望，临卡事难易财。且以一省之财力，协计数省军饷，多集资离经，轻易更张，恐入款顿减。均允之。是年江北设黎捐总局，才并各卡，留存大圣官等26卡。江苏亦设衙黎捐总局，才并各卡，留存苏城等14卡。浙江定百货黎捐直百抽9，浙东2起2验。监卡抽收，或值1000文，起卡抽30，验卡减半，捐足2起2验。不重征。浙西则1起1验，由第1卡并征，余皆验放。3年，直隶设天津双庙卡。淮南亦设卡抽收临司离经。浙江定司经捐。河南以免费肆扰，停止禹州离捐，寻复之。石湖广总督官文言，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、甘、云、贵、广西等省离经不多，军务告竣，即可议撤。其余东南各省离经，不可胄财，留作善后之费。曾国藩则以江宁克复，请停广东离经。上恐想象不济，谓之许也。4年，撤湖南东征局，改江。PG 701。北总局为金陵黎捐总局。福建设税厘总局，征收百货及茶厘。6年，湖北才存厘局分卡86。湖南合并分局，统名厘经盐茶总局。7年，定厘经报部，照2淮盐厘排示，年分2次。10. 军务建平、督府、台建旅以裁撤厘经为盐。上敕各省着留大宗，裁去零星分局。于是湖北又裁去54局卡，浙江裁并16卡。8年，甘肃开百货及盐茶厘捐。
定广东省城及佛山、江门、城村各繁盛处所，补抽百货作厘，由商承办。9年，广西减厘，改征西税。10年，用御史黄怀森言，禁革广东厘局邦废名目，并裁太隶虚。直隶改天津府捐书驿馆为百货厘捐局，设东河、西河、南河、海河4分卡，并于东关设洋药厘捐局。13年，停止山海关之临榆县厘局。云南省城设衙厘总局，各府属设分局23及各景盐厘局。光绪元年，浙江复裁并14卡，存留65卡。免湖北米、谷厘金。2年，安徽归附、芜湖、凤阳2关分别裁撤厘卡，用免湖南境内运售米谷厘金，贩运出境者，仍于首卡完厘1次。3年，山西大晋商货滞销，裁并各路天设之分卡。吉林余双、陈宝、农安城抽收7厘货捐。4年，贵州货厘减收2/5。7年，给事中刘瑞其盐厘捐无弊国际，敕各督府酌量节流。山西以厘金减收，复设各分卡。8年，江阳裁撤分卡1巡卡2。沪厘局裁并部货捐局、闽、广3帮杂货捐局暨东沟4厘卡，并撤鼓山、水桥巡卡。明年，沪局又裁东沟、大金2巡卡。10年，陕西裁留28卡。13年，贵州增设25分局。先是各省局卡林立，扰民并伤，屡经奉敕裁并，而江西一省尚多至70余局。御史郑思鹤又以为言，何时删减。23年，户部书言，各省厘局中保，必在承办之原部，肯和盘托出。各省吏不应之而非得已者，则于厘税收款提留记用，所谓外销者也。愿司类有存案，原非自谋非己，然既有外。PG 702。销之事，即有逆报之款，否则从何罗决？吾或乎人言及签。为各省实收之数，尽数被报不之数。现在中保之弊，已欲敕各将军、督府认真整顿，自不至人前谢踏。唯外销之数若不合盘，托出，臣部总握度之，岁入岁出，终于无可钩稽。及外销款目，不能骤议全财，亦以资报臣部，权衡缓急，内外一气，共计10间。拟准将外销最要之款，切实声明，量与留之，使无窘公用。此后再有隐匿，甚或巧立名目，谬称入不敷出，则点手之官，不能辞久。上下大学士及廷臣议。越2年，上从诸臣议，敕各将军、督府详细稽核，就近裁去漏归中保之数若干，酌量提。归公用之数若干，勒县奏明。其外销款项，应准卢列报部，以昭核实。所有水陆总分各局卡，应如何因地制宜，官升并委，这体察情形办理。29年，江西巡抚科冯时言，江西厘局积弊过深，改办统捐，
凡纳捐货物，粘贴印花，概不重征。报文宣统元年，四川已实行禁烟，筹抵土药各税厘，加倍征收肉厘、允之。2年，贵州三江厘局改办木质统捐局，陕西百货厘捐亦改照统。税办法减为27局。阳药道光初，因吉利大伯中岁亭柏林丁阳、大屿山等处，名曰趸船。凡贩鸦片腌制月者，先包覆趸船，然后入口。省城包买户谓之咬口，议定价值，同制移船对价给单，即故快艇制。趸船凭单取土，其快艇名快械，械炮必具，行驶如飞，兵船追捕不及，灌输内地，越进越多。各项货物亦多从趸船私售，文银之出洋，关税之偷漏，虑由于此。迭今欲斥驱逐严拿，而趸船停泊，快械地私如故。18年，鸿胪亲王爵资盐，自烟土入中国，越奸商俱通，巡海便兵，运银出洋，运土入口。查道光初年，岁漏银数百万。14年以前，岁漏2000余万，近年岁漏3000余万。此外各海口 PG 703，合之亦数千万。年复一年，依于湖底。耗银之多，由于贩烟之甚；贩烟之甚，由于食烟之重。实力查禁，宜加重罪名。上伪其言，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赴粤查办。明年，截获趸船，烟土20880余箱，焚之。时定禁烟章程，凡开设窑口及烟馆，与新贩吸食，无论华阳，均拟即行。咸丰7年，闽浙总督王义德等使有军需紧要，暂时从权。亮与抽捐之请，朝旨允行。8年，与法定约，向来洋药不准通商，现稍宽其禁，听商贸易。每100斤纳税银30两，只在口销售，离口即属中国货物，准华商运往内地，法商不得护送。4. 与各国订约皆如之。9年，上以洋药未定税前，地方官多有私，收秦币，献计议定税章，自应一律遵办。上海为各商会萃之区，尤宜及早奉行，不得以多报少，及肥私囊。两江总督何贵卿请减轻洋药税，下廷议。巡议洋药税则各省官军照办。江苏河的都邑所征税银，每3月报解，不准留之。至洋药厘捐，与关税有别，原定银20两，无庸再加10两，唯不得以洋税抵。作厘捐，允之。云贵总督张亮基盐滇省相无洋药，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征收税厘，不得以洋药混土药。11年，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，而普鲁斯领事密迪勒以洋商既定进口税，重征华商，有碍洋商贸易。上曰：洋商进口，华商出口，两税各不相碍，不允其请。时税务司贺德言，洋药抽税今习情形不同，
收税越重，则走漏越甚。上以其言，可采，下所思着意施行。光绪初元，广东招商包收洋药绢，年任交42万元，5年限满，每年递增2万元。2年，与因订约，洋药入口，由关稽查，封存站房或趸船，似售卖时，照责纳税，并令购者输纳利税，以防偷漏，其数由各省酌定。6年，广东新商接办洋药绢，年任交90万元，仍5年为限。PG 704。7年，大学士左宗棠言，禁食鸦片，宜先增税。洋药100斤，拟征税厘150两。土药价低，准依洋药推算。上命将军、督府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。巡直隶总督李鸿章言：洋药既难骤进，只可先加税厘。焉价增，则息者渐减，未使。非须尽事罚之意。唯厘税太重，恐偷漏越多，亦须通盘筹计。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，然后分运各口，奸商及于该港私相授。首检阅贸易总册，同治13年至光绪4年，到港洋药每年84000至96000余箱，运销各口有税者，只65000至71000余箱。5年到港107000余箱，运销各口有税者，只86000余箱，年计私销2万数千箱。加捐一半，偷漏难防。拟于洋药每100正税30两外，加征80两，统计厘税110两。土药不论价之高下，每100征40两。地用其意。又以洋药来，自殷商，命出使大臣曾记责与殷阙商。至9年，始如前议订约，并在进口时输纳。10年，定不分洋土药，给华商行作布票例，其行票每限10金，金捐银2钱，经过关卡，另纳税厘。无票或没关，其行。店作票，无论资本大小，年捐20两，换票1次。无票不得售卖。11年，定洋药入口，由官验明封存，似每箱100斤，完纳。正税30两，厘金80两，方允出运。13年，与蒲定义，在澳门协助中国征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厘，亦如因香港办法。28年，定洋药税厘并征，仍照现行约章，嗣后应以厘今作为加税。又定因商莫非押之禁，其为医药用者，进口人照，则纳税。似领海关专单，方准其案，违者没关。是年才浙江洋药厘金局归海关厘税并征。32年，得宗瑞义图强，命县。10年，将洋药一律革除禁禁。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，禁西游必禁。种为清源办法，勿令地年减重，统限10年，将洋土药禁绝根株。是年，开广西巡抚科冯时缺，赏侍郎衔，督办各省土药统税，设 PG 705。总局于湖北，各省并设分局。余年，以洋土两药税厘为岁入据。
款，即严刑禁断，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。初定莫非押进口每两，征税3两，制式以计准医药需用，减轻照百获利，直百征5。宣统2年，度支部奏言，各省土药减收，叶江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2湖。陕、甘2粤略有收束，自应及时收束。为税局之应否裁撤，以有无税项为断，而统税之应否停征，以有无产土为衡。于是分遣司员，派赴各省调查。明年又奏言，现在拟裁土药。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，派员接收。而洋药进口已与应定约，税厘并征，每100两增收250两，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。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2/3，以征为禁，税则无。防略重，即照洋药税推算，定土药100斤加征230两。凡为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，即按新章征收。从之。时与应议定。禁烟递减，已满3年，如于未满之7年期内，土药禁绝，则洋药亦禁进口。以洋药加税实行，停止各项捐收。会计顺治初，计除民计3项，南福诸省尚未抵定，遂入本少，而平年用兵，经营四方，工艺不资，遂出邮具。至9年，海域粗定，遂入则地丁等款征银2126万两有其盐，课征银212万两有其，关税等银100余万两，米、麦、豆之征本色者562万石有其。岁出则诸路兵饷需1300余万两，王公官俸各费需200余万两，各省留之驿站等款300余万两。其后兵饷增至2400万两，地丁亦至2500余万两。康熙之初，三藩叛逆，遂入地丁等款，自2600余万减至2100余万。21年，三藩削平，遂入地丁等银复至2634万两有其，盐课银亦至276万两有其，关税等银200余万两，米、麦、豆之征本色者为634万石，PG 706有其。雍正初年，整理度支，收入颇增。至乾隆31年，岁入地丁为2991万两有其，号县为300万两有其，盐课为574万两有其，关税为540余万两有其，卢课、余课为14万两有其，茶课为7万两有其，落地杂税为85万两有其，契税为19万两有其，衙当等税为16万两有其，况课有定额者8万两有其，常例捐书300余万，是为岁入4000数百余万之大数，而外销之升息。贪捐诸款不与焉。岁初为满，汉兵饷1700余万两，王公百官俸90余万两，外藩王公俸12万两有其，文职养廉347万两有其，武职养廉80万两有其，
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14万两有其。内务府、工部、太常寺、光禄寺、理藩院祭祀、宾客备用银16万两，采办颜料、木、铜、布银12万两有其，织造银14万两有其，保全、保元局工料银10万两有其，京师各衙门需役工时银8万两有其，京师官木马牛羊象除没银8万两有其。东河、南河岁修银380余万两，各省留之驿站、祭祀、仪县、官俸一时、科场领膳等银600余万两，岁不全之，更定曹传岁约需银120万两，是为岁出3000数百余万之大数，而宗室年俸津贴、漕运其丁诸费之无定额者，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。自是至道光之际，军需、河工、政务、赔款之用及历次势力之开，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贪征，凡为不实之入与工部，实之出者，为数均据。然立定之岁入岁出，仍守乾隆之旧是。以乾隆56年，岁入银4359万两，岁出银3177万两。嘉庆17年，岁入银4013万两，岁出银3510万两。道光22年，岁入银3714万两，岁出银3150万两，均有其。咸丰初年，粤匪骤起，年 PG 707，回继之，国用大处。弃于同治，岁入之项，转以离京洋税大宗。岁出之项，又以善后筹防为巨款。光绪5年8月，翰林院士读王先签奏，就入之款，如的丁杂税、盐务杂款等，共4000万，今只入2700-800万。新入之款，如洋税1200万，盐厘300万。旧出款，如兵饷、河工、金饷，各省留之4000万，今只之2400-500万。新又出款，如西征、金防两军约1000万，各省防军约1000万。17年，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，以光绪7年1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。言臣部为钱粮总会之区，从前出入均有定额，入款不过地丁、关税、盐课、号线数端，出款不过金饷、兵饷。存留、斜拨数事，最为简括。乃自军兴以来，出入难依定制。入款如扣陈、减凭、提解、退回等项，皆系入自出款之中。出款如拨补、酬还、以解、留备等项，又皆出归入款之内。会合良非异议。此次所办册籍，以地丁、杂赋、地租、粮折、漕折、漕项、号线、盐课、常税、升息等10项为常例征收，以厘京洋税、新关税、按粮津贴等4项为新增征收，以续完、捐书、完缴、结扣等4项为本年收款。除去捐缓未完个数，通计实入，共收银8234万9198两，是为营收。以零请供应、交进营、祭祀、仪县、奉食、科场、饷钱、驿站、领膳、赏序、
修缮、河工、采办、办曹、织造、工廉、杂支等10。7项为常例开支，以营永饷需、官局、洋款、还借息款等4项。为新增开支，以补发旧欠，欲行之给2项为补之预支，以批解。在经各衙门银两1项为批解之款。除去欠发未报个数，通计时。出贡之银7817万1450两，是为银支。原走，并及钱收、粮收、钱支、粮支，实为民和。今按17年岁入岁。出之急，入项为地丁2366万6911两，杂。赋281万有144两，租席14万1672。PG 709两，粮折426万2928两，号线300万4887两，盐客742万7600有5两，常税250。15万8410两，厘金1631万6820两，洋税1820万6777两，节扣290。6万4944两，续完712万8744两，捐缴187万5576两。均有其统为岁入8000。968万4800两有其。出项为领请供应等款13万559两，交进18万两，祭祀33万6733两。一线7万4879两，奉食384万1420。4两，科场10万5270两，饷干2035万6100。59两，驿站173万4700有9两，领膳11万2。签有29两，赏恤52万5216两，修缮220万9748两。采办400有3万3900有3两，织造100有3万4915两，工廉457万5780。3两，杂支30万3278两，永饷1826万8313两，官局经费314万4616两，洋款386万1051两，补支1277万5500。25两，预支174万2073两，解经各衙门饭食。经费各项支款347万2533两，统为岁出7000。935万5241两。在3年为甲午，朝鲜疫起，军用浩繁，习借洋款、商款。及和议既定，又借俄、法、英、德之款付日本赔款，增摊各省。官银1200万两，亦以汇丰、克萨、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。宋庆等军饷共800万。盖岁出之增于前者2000万。待于庚子，复酿兵货。辛丑约成，遂有4万5千万之巨，派之各省者1000。800万两有其。29年，以练新军，复摊各省练兵经费，而各省以创练新军，办巡警教育，又有就地自筹之款。奉天一省。PG 709
警费至300余万两。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60万两。捐吏停于27年，以练兵复开，至32年复停。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，大端为粮捐，如按粮家捐、归附。征收丁曹钱价，归附差徭，加收号县之类，盐捐如盐金加价。盐引加课，土盐加税，行盐口捐之类，官捐如官员报效、酌提。丁曹盈余，酌提优缺盈余之类，加厘加税如烟酒土药之加厘税。百货税之改统捐，税契加征之类，杂捐如彩票捐、房铺捐、余户捐、乐户捐之类，节省如财节露营奉享，节省河工经费和扣驿站经费，节省各属局经费之类，实业如铁路、电局、邮政。收入及银行、银同源局、官办工厂商局余利之类。出款自赔。款练兵费、学、警、司法诸费外，各官属新增费亦为大端。宣统2年，度支部奏事办宣统3年预算，岁入为类8，曰：田赋经常4616万4700有9两，临时193万6636两，皆有其。曰盐茶课税，经常4603。11万2355两。曰洋关税，经常3513万9,917两。曰长关税，经常699万1145两，临时8524两。曰正杂个税，经常2616万3842两。曰厘捐，经常4318万7907两。曰官业收入，经常4660万899两。曰杂收入，经常1919万4100有1两，临时1600有5万648两。附列者为类2，曰捐书565万2,333两。曰公债356万两，皆临时岁入。岁初为类18，曰行政，经常2606万9666两，临时125万8184两。曰交涉，经常337万5100有30两，临时62万6177两。曰民政，经常441万6338两，临时132万4531两。曰财政，经常1790万3500 ，PG 710。45两，临时287万7900有4两。曰阳关经费，经常574万8237两，临时9163两。曰长关经费，经常146万3332两。曰典礼，经常74万5759两，临时5万4000有37两。曰教育，经常255万3416两，临时104万1892两。曰司法，经常661万6579两，临时21万8746两。曰军政，经常8349万8111两，
临时1400万有546两。约实业，经常160万3835两。约交通，经常4722万1841两，临时700有80万4900有8两。约工程，经常249万3200两，临时200有2万2000有64两。约官业支出，经常560万435两。约各省应解赔款、洋款3900有12万922两。约洋官应解赔款、洋款1126万3547两。约长官应解赔款、洋款125万6490两。约边防经费123万9900有8两。附列者为：类一，约归还公债477万2613两，统为岁入29696万2700两有其，岁出3万3865万两有其。12月，资政院核付，于岁入有增加，于岁出有减销。次年即职变更国体，故有预算而无决算。盖自光绪13年，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师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，有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。凡昔日外销之款项，与夫杂捐漏规之类，及新定之教育、司法、实业、军政、外债诸费，皆列于不输其会，故较顺治、康熙之出入多至10倍。资录之以见一，待财政之盈亏焉。其军需、河工、政务、赔款之据者，乾隆初赐金川之役2000余万两，准回之役3300余万两，缅甸之役900余 ，PG 711万两，二次金川之役7000余万两，廓尔喀之役1000有52万两，台湾之役800余万两，嘉庆川、湖、陕教匪之役2万万两，红苗之役，湖南一省请销1000有90万，洋匪之役，广东一省请销300万两，道光初次回疆之役1100余万两，二次回疆之役730万两，殷人之役1000数百万两，咸丰初年粤匪之役2700万，其后江南大营粤需50万两，徽宁防营粤需30万两，则一年1000万。湖北攻东征之需者，遂400余万，湖南亦不资，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。同治中，曾国藩奏湘军4案、5案，合之缴捻军需，共请销3000余万两。李鸿章奏苏沪1案、2案，合之淮军西征2案，共请销1700余万两。左宗棠奏西征2案，共请销4820余万两。此外，若福建援浙军需，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，截至3年6月，已逾600万两。四川、湖南援前军需，岁约400万两，积5年2000万两。云南自同治2年至同治12年，请销军
需1460余万两。而甘肃官绅商民及捐银两供军需者5000余万两，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，当部下数万万。光绪中为中法之役用3000余万两。若西征之饷、海防之饷，则已入年历岁初，不依附列。河工自康熙中即驱重南河，16年大修之功，用银250万两，原估600万两，待萧加度之功，用银120万两。自乾隆18年，以南河高邮、邵伯、车罗坝之决，拨银200万两。44年，宜丰决河之塞，拨银560万两。47年，兰阳决河之塞，自立需工料外，加价至945万3千两。浙江海棠之修，则拨银600余万两。荆州江堤之修，则拨银200万两。大律兴一次大功，多者1000余万，少亦数百万。嘉庆中，如衡工加价至730万两。10年至15年，南河年历岁修饷。修及令案专案各工，共用银4099万两，而马家港大功 PG 712不语。20年虽功之成，加价至300余万两。道光中，东河、南河于年历岁修外，另按工程，东河律拨150余万两，南河律拨270余万两。于10年则4000余万。6年，拨南河王银开坝及堰，需大堤银，河为517万两。21年，东河降公拨银550万两。22年，南河阳公拨600万两。23年，东河木公拨518万两，后又有加咸丰初，封公亦拨400万两以上。同治中，山东有侯公、贾庄各公，用款200余万两。光绪13年，河南郑州大功，请拨1200万两。其后山东时有河邑，然用款不及道光之11。政务，康熙中，镇陕西之灾，用银至500余万两。乾隆7年，江苏、安徽夏秋大水，抚恤、镇镇、嘉镇、江苏给备灾军。民等米共156万石有奇，银505万两有奇。安徽给备灾军民等米83万石有奇，银233万两有奇。18年，以高邮运河之决，拨米谷110万石，银400万两，镇江苏灾。此其最巨者。其后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甘肃诸省之灾，发躺节曹集资于捐书者，不可胜举。嘉庆初，山东曹丹等县灾，镇银米合计300-400万两。6年，以直隶水灾，拨镇银100万两，节曹米60万石。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，节赐米躺，均部下数十百万。资于捐书者，如19年江苏、安徽之灾，至200-300万两。道光11年，拨江苏赈需银100余万两。27年，镇河南灾银100余万两。20
8年，郑河北灾银138万两。29年，拨江苏等4省，赈灾银100万两。而安徽、浙江之节流办赈者接近100万，江苏一省则140余万，此外尚多，而官绅商民捐书者尚不语。光绪初，山西、河南、陕西之灾，拨倘节曹为数军具，河官赈议赈及捐书等银，不下千数百万两。郑州河决，郑需河南用银250余万两。10个省有水旱之灾，则请开赈捐。直隶自食。PG 713。6年之水至21年海啸之灾，用银700余万两。山东自11年后，平年和议至25年，用银700余万两。江苏自15年之水至24年淮、徐、海之灾，用银500余万两。27年秦、晋之灾，则开始官捐以济之，为数至760万两有其。赔款始于道光人迎江宁之约2100万两，咸丰庚申之约1600万两，光绪辛巳伊犁之约600余万两，以为中日之约并辽南归的23000万两。至辛丑公约赔款45000万两而及，以袭经济之19万余两。清代田赋征粮之数，乾隆31年为831万7710有其。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8省自岁曹京师外，流充本省经费。直隶、奉天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福建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。光绪10年，新疆改行省，遂征粮27万1010有其，亦全充本省经费。吉林、黑龙江之征米者亦如之，各省驻防旗营官兵、陆营兵丁皆之粤米。凡流充本省经费者，大律供其律。营粤之米豆之需，有余则报跳役营后拨云。卷第126至101。河渠1。黄河。PG 714。中国河患历代详矣，有亲手种治河、探河源以穷水患。圣祖初，命侍卫拉西往穷河源，至鄂敦塔拉及新秀海。高宗复遣侍卫阿弥达往，西于新秀更300里，乃得知阿勒坦噶达苏。老山。自古穷河源，无如是之详且确者。然此由众源也。若其出源，则出葱岭，与汉疏河。东行为喀什噶尔河，右东会叶尔羌和田诸水，为塔里木河，而汇于罗布闹尔。东南前行沙碛1500里，再出为阿勒坦河。伏流初见，则作黄金色，蒙人谓。今阿勒坦因以名之，是为河之重源。东北汇新秀海水，行2700里，至河州基石关入中国。今行山间，不能为大患。一出龙门，至荥阳以东的皆平眼，为赖堤防为支线，而治之者往往为水之性，
溺水之事，以与水争的，甚且因缘为利，至溃决时闻，劳费无等，患有不可胜言者。自明崇祯末里自成决河灌汴梁，其后屡塞屡决。顺治元年夏，黄河自复故道，由开封金兰、宜、商、虞、契曹、丹、党、山、丰、沛、萧、徐州、灵璧、睢宁、邳、宿迁、桃园、东晋、清河与淮河，历云梯关入海。秋，爵温县，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，驻济宁。2年夏，爵考成，又爵王家园。方兴言，自遭闯乱，官窜夫逃，无人防守。伏丘训长，北岸小宋。曹家口西冲决，济宁以南田庐多淹没。宜城水势烧河，纠公急。注：上命工部陵园勘议协修。7月，决流通籍，义驱曹、丹。及南阳入运，义驱塔儿湾、魏家湾，清淤运道，下流徐、邳。淮阳亦多冲决。是年孟县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2日，诏封河神。为显右通济金龙4大王，命河臣治济。明年，流通即塞，全河。下注：是湍急，由汶上决入蜀山湖。5年，决兰阳。7年8月，决金龙珠元寨，直往沙湾，溃运低，协汶犹大。清河入海。方兴用河道方大油盐，先筑上游长履堤，扼其来势。再筑小长堤。8年，塞之。9年，决封丘大王庙，冲陂县城。PG 715。水由长垣区东昌，坏平安堤，北入海，大为曹渠梗。发丁夫数。万治之，炫著炫决。给事中许作媒，御史杨士学，陈匪交张请。勘九河故道，使河北流入海。方兴言，黄河古今同患而治。河古今亦夷。宋以前治河，但令入海有路，可南亦可北。元明以弃我朝，东南漕运，由清口至董口200余里，必及黄为转。书是治河及所以治漕，可以南不可以北。若顺水北行，无论。漕运不通，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，不可收拾。今乃欲寻与救。即崇嘉疏导，势必别筑长堤，较之增卑培薄，难易小然。且河流斜沙，数之一，则水急沙流；波之久，则水缓沙积，数年之后，河人他喜，何以济运？上然其言，乃于丁家寨凿取引流，以沙水势。是年，复决邳州，又决降伏诸元寨。户部左侍郎王永吉。御史杨士学军言，治河必先治淮，导淮必先导海口，盖淮为河之下流，而滨海诸州县又为淮之下流。起下河，漕众成，繁。海口有为奸民堵塞者，进行疏浚。其漕堤闸口，因时起闭，然后循流而上，至于河深，梯浅去淤，使河深越深，足以容水，亦皆不果行。11年，复决大王庙。给事中领启隆和方兴亲茂。上解方兴任，遣大理卿吴库理，
公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往案。起龙作屋，复方兴任。13年，塞大王庙，费银80万。14年，方兴起修，以吏部左侍郎朱知悉代之。是年爵降。伏怀歌胆，随塞。15年，爵阳柴沟姚家湾，炫塞。复爵阳武。穆家楼。16年，爵归仁堤。先是御史孙可画书陈怀，皇帝宫。事下总和。知悉言，桃园废家嘴及安东5口淤奠酒，公凡废。据。且黄河验称，神河、南保不炫训炫淤，唯有加以修防补，偏就弊而已。知悉陈两河利害，调上工程、器具、夫役、物料八弊。又言因财气使，用人所及，独治河之事，非谈薄。吾以耐风雨之劳，非精细无以察防护之理，非辞断坚行无以进。PG 716。群夫之力，非勇往直前无以应仓促之机，故非预选河源不可。因臣预选之法2，曰见用，曰储财；安息之法2，曰久任，曰交代。又调上河镇时事，曰议增河南夫役，曰军派淮公服役，曰察议通会河工，曰建设柳园，曰沿梯壁端，曰离河矿进银两，曰慎重职守，曰明定河工专职，曰声明机劝大典，曰着议拨补。夫役。均允行。17年，爵陈州郭家部，于陈罗家口，随塞。康熙元年5月，爵曹县石香炉，武至大村，睢宁孟家湾。6月，爵开封皇。练吉、冠祥符、中牧、杨武、启、通许、卫士、福沟7县。7月，在爵归仁堤。何氏既逆入清口，又携睢、湖诸水自决口入。与洪泽湖连，直趋高堰，冲决敌家坝，流城大建酒，淮阳自恃。遂以灾告。2年，爵睢宁武官营及朱家营。3年，爵杞县吉祥。伏延家寨，在爵朱家营，炫塞。4年4月，和爵上游，冠于城。永城、下邑，又爵安东毛2口。5年，知悉卒，以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。6年，爵桃园燕墩、萧县石将军庙，余年塞之。又爵桃园黄家嘴，以塞。复爵沿河州县西受水患，清河冲煤尤甚，三岔河以下水不煤。干。黄河下流既阻，水势进驻洪泽湖，高有水高几2丈，城门堵塞，乡民溺毙数万，遣官捐赈。冬，命明珠等乡试海口，开天妃、石榻、白居等闸，毁白居间民币闸碑。8年，爵清河三岔口，又爵清水潭。副都御史马绍曾询言御史李唐交张和茂勋不职，罢之，以罗多为河道总督。9年，爵曹县牛市屯，又爵丹县桥楼4，冠清河县治。是岁5月暴风雨，淮、黄并役，撞卸高堰10公60余段，冲决5丈余高。保等湖受淮、黄河力之长，高堰己他，淮阳岌岌可虞。公科给。
世宗理宗孔书言：水之河从诸决口以注于湖也，江都、高、保无遂不妨低增低，与水俱高，以数千里奔汉之水，攻一县孤。PG 717。高之低，直西风鼓浪，一泻万顷，而江、高、保、太以东无田的，兴化以北无城郭氏庐。他如陆阳，平望诸湖，浅狭不能受水。各河港疏浚不实，泛攻低下诸闸久废，入海港口尽塞。虽今大成会月，延赤开闸出水，而年生功大，所费不资，兼为谤。海间造所隔，尽不果行。水迂回至东北庙湾口入海，期邑田舍。沉没，动经岁时。彼溯水方消，而新岁横流又以种至矣。欲使徐乐毅言高燕宜城东水落石大加修筑，于是起桃园东至龙王庙，因旧址加筑大堤3330丈有其。腊后兵解水役，言河村设林木铲刷殆尽。10年春，河亦消陷。6月，决清河五堡，桃园陈家楼。8月，又决七里沟，以王光裕总督河道。光裕请复明潘继训所建，崔霸镇等3坝，而一记太坝于黄家嘴旧河的，以分沙水势。遂毛两口塞。11年秋，决萧县两河口，邳州塘池旧城，又亦于城，遣学士郭廷作等履勘。12年，桃园七里沟塞。13年，决桃园新庄口及王家营，又自新河镇家口北决。14年，决徐州潘家塘，宿迁蔡家楼，又决睢宁花山坝，复灌清河至，民多流亡。15年夏，9雨，河道灌洪泽湖，高堰不能之，决口34。曹堤崩溃，高游之清水潭，陆漫沟之大泽湾，共决300余丈，洋属皆被水漂溺无算。上遣工部尚书记如西、户部侍郎伊桑阿访纠利病。是岁又决宿迁白杨河、于家冈、清河、张家庄、王家营、安东行家口、二铺口、山阳罗家口、塞桃园、新庄。16年，如西等复成河攻坏溃情形，光裕解任勘问，以安徽巡抚进府为河都。府言治河当审全局，闭河河道、运道为一体，而后治可无弊。河道之变迁，总由易治河者多尽力于曹搜经行之处，其他决口，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释之，以治河道日坏，运道因之日梗。河水裹沙而行，全赖各处清水并立柱。PG 718。刷使能奔驱归海。今河深所以日浅，皆由从前归人低等决口，不及堵塞之所致。查自清江浦至海口，约长300里，向日河面。在清江浦10公之下，今则10公余的平矣。向日河深2-3-4丈，不等，今则深者不过8-9尺，浅者仅2-3尺矣。河淤运亦淤，今淮安城叠碑于河底矣。运淤，
清江与烂泥潜进淤，今洪泽湖。底见成平路矣。河深既垫高若此，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来，昼夜不息，宜至徐、邳、宿、陶，即缓若散漫。晨暮见河沙无日不积，河深无日不加高，若不大修治，不特洪泽湖建成陆地。江南而运河，东而清江浦以下，淤沙日盛，行见三面拥扼，而河无去路，势必冲突内溃。河南、山东具有沦虚省溺之忧，彼时虽费千万金钱，亦难克其补救。因分裂大修士夷八，约取土筑堤，使河宽深，约开清口及烂泥浅引河，使得引淮刷黄。约加筑高加堰堤岸，约周桥闸至狄家坝决口34，须次地堵塞。约深挑清口至清水潭运道，增培东西两堤，约淮阳田及商船货物，着纳修河营，约裁并河源以砖则成，约按里设兵，划堤分守。廷议以军务未郡，大修牧夫多，宜暂停。书在上，为改运土用夫为车运，于西如所请。于是各功并举，大挑清口，烂泥浅引河4，及清口至云梯。关河道，创筑关外数水堤18000余丈，塞于嘉冈、五家墩大决。口16，又筑兰阳、中牟、宜丰、商丘越堤及于陈州嘉堤。明年，创建王家营、张家庄减水坝2，筑州桥堤坝堤25里。加培高加堰长堤，山、清、安3县黄河两岸及湖堰，大小决口。晋塞，幽照褒美。18年，建南岸砀山毛城铺，北岸大鼓山减水10坝各一，以沙上流水势。20年，塞阳家庄，盖决5年矣。是岁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8，徐州长繁大坝外越堤1689丈。大修至始以3年，河未尽复故道，府自河不1尺直，上 PG 719。命留任。21年，决宿迁徐家湾，随塞。又决萧家渡。先是，河深仅1县，府境堵杨家庄，欲数水刷之，而引河浅窄，淤刷鼎沸，欲徐家湾堤碑则决，萧家渡土松则又决。会后补部正使崔维雅上河防除役，条列24事，请进便府前法。上遣上书。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履刊，命维雅随往。维雅欲尽毁减水坝，别图挑注。伊桑阿等言府所建工程故多不坚，改注亦未必成功。府亦申辩，公将次第告竣，不宜有所更张，并下廷议。应诏府至今，府言萧家口名正可塞，惟雅亦不可行，上士之命。还公22年春，萧家渡塞，河归故道。明年，上南巡越河，赐诗褒美。24年秋，府以河南的在上游，河南有失，则江南河道淤甸不炫种，乃筑考城，宜丰堤7989丈，封丘金龙。口大越堤330丈，营阳扫宫310丈，又凿睢宁南岸龙虎。
山碱水闸寺。上念高邮诸州胡邑燕明田，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，修治海口及下河，听府节制。宣诏府，成龙至今即矣。成龙立，主开汛海口，府沿下河海口高内地5尺，应筑长堤高丈6尺，束水驱海。所见不合，下庭陈议，亦各持一说。上以蒋官桥来，江北人赵问来言府亦非是。因遣尚书萨木哈等勘议，还言开海口无益。会江宁巡抚汤宾入为尚书，询之，宾言海口开则积水可泄，为高邮，兴化民虑毁庐木为不便耳。乃处萨木哈，班内帑20万，命侍郎孙在封董其意。时又有都修下河宜先塞，减水坝之意，尚不许。赵府入对，府沿南坝永塞，恐怀弱不敌。黄强宜于高家堰外增筑重堤，节水出清口步入下河，停丁溪等处工程。成龙时任知府，是以府书，人言下河以汛，修重堤，劳费无益，亦不绝。复遣尚书佛伦等勘议，佛伦主府议。27年，御史郭秀和府治河无稽，内外臣公议交章论之，乃停铸重堤，免府官，以闽浙总督王兴命代之，人都修下河，捐在封。PG 720。即以学士凯英部代之。明年，上南巡，越高家堰，谓诸臣曰：“此堤颇坚固，然亦不可无减水坝以防水大冲决。但晋府欲于旧堤外更筑重堤，实属无益，并以府于显公修挑水坝，令水势回缓，甚善。车驾还京，复其官。31年，兴命罢，仍令府为河都。府已衰，及辞，命顺天府丞徐廷喜复之。府请于黄河两岸植柳种草，多设涵洞，具报可。是东府卒，上文叹道，与其都尉世职，以于成龙为河都。越2年，诏询成龙曰：“减水坝果可塞否？”对曰：“不。”宜塞，人照府所修而行。上曰：“如此，何不早成？”尔排县。他人则易，升任总河则难，非明验耶？34年，成龙遭父忧，以曹都董安国代之。明年，大水，绝张家庄、何会丹、庆。复迎泽，徙至高部。又绝安东同家营，水入射阳湖。是岁筑栏。黄大坝于云梯关挑引河1200余丈，于关外马家港岛黄由南。朝河东注入海，去路不畅，上游易溃，而河患日急。36年，绝10家码头。明年，仍以成龙为河都。38年春，上南巡，临市高家堰等堤，谓诸臣曰：“治河上策，唯以深峻河深为要。河底峻深，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、兴化、盐城等7州县无泛滥之患，田产自然河出。若不治源，治流终无裨益。金黄、淮交、会之口过于尽直，应江河、淮之堤各以东弯曲拓筑，使之斜行。
会流，则黄不至道观矣。明年，陈龙卒，以两江总督张彭和为河都。是岁赛10加马头，从彭和先书海口之请，进差云梯关外拦黄坝，赐名大清口。建宿迁北岸临黄外口10闸，徐州南岸杨家楼至段家庄越堤。4. 11年，上谓永定河10堤甚有益，欲推行黄河两岸，自徐州至清口皆修10堤。彭和言，建筑10功，必地基坚实，为何性弥长？沙土松浮，10堤工繁费巨，告成难以预料，遂作罢。42 PG 721年，上南巡，越视河宫，至河城真以次彭和。秋，一见中河出，水口于杨家楼，逼溜南曲，清水畅流荻黄，海口大通，河底日深，黄水不于道观。上加彭和基，加太子太保。46年8月，爵丰县吴家庄，随塞。明年，彭和入为刑部上尉，以赵氏显代之。48年6月，爵兰阳雷家籍，移封洪绍湾及水邑张家庄。各堤。60年8月，爵武至詹家店、马营口、魏家口、大溜北区。驻华县、长垣、东明、夺运河，至章丘，有5空桥入沿河归海。自河公告成，黄流顺轨，安澜10余年矣，致仕遣彭和等往刊。9月，塞詹家店、魏家口。11月，塞马营口。事显罢，已成。彭年属河道总督。61年正月，马营口复爵，冠章丘，奔驻大清河。6月，庆水暴涨，冲塌秦家场南北坝台及丁船帮大坝。时王家沟引河城，引溜由东南会营则入郑河，马营堤因无恙。彭年复于广武山关庄欲挑引河140余丈以分水势。9月，秦家场南坝府塞，北坝右绝，马营亦慢开。12月，塞之。雍正元年6月，爵中牧10里店、娄家庄，由刘家寨南入甲鲁河。会彭年卒，其苏勒为总河，绿甲鲁河下注之水，山虚。高燕陵湖堤工不能容纳，即以相机堵闭，上命兵部侍郎基层云持往协定。7月，爵梁家营、詹家店，复遣大学士张彭和往协。休，是月塞。9月，爵郑州来同寨明堤，郑明挖洋五故堤泄水，并冲爵中牧杨桥关堤，巡塞。是岁建清口东西数水坝以御黄绪。清2年，以基层云为副总河，驻武治，辖河南河务、东河分。至自此时。6月，爵移封大寨、兰阳板桥，于越塞之。3年6月，爵睢宁朱家海，东驻洪泽湖。明年4月，塞卫郡河水陡涨，冲塌东岸坝台，睢宁、洪、泗、桃园速迁西。被淹，命两广总督孔玉巡持勘协防。12月塞。是月河清，起。陕西府谷气江南桃园。5年，其苏勒以朱家海速称显要，增筑。PG 722。加坝越堤，防风扫，
并于大溜顶冲处削陡岸为斜坡，悬密叶大，柳于坡上，以底溜之善刷。久之，大溜归中红，柳枝沾挂泥子。西城沙滩，亦显为平，工不劳而费甚省。因请樊河崖陡峻处，具仿此行。6年，曾云内千里部尚书，复总河如故，命属广东。按察使尹继善协理江南河务。7年，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，驻清江，以孔玉巡任。省副总河。以岑云为山东河道总督，驻济宁。上以名臣潘季训。有每岁派夫加高低升5寸之意，前进府役以为盐，计岁费不过3、4万，下2河总督役。御巡等请着缓急，分年轮流加倍，约岁需2万余金，下部一行。8年，御巡卒，岑云调都南河，田文进兼属东河总督。5月，敕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城，加封号。是月，河清，起基石官弃撒喇城察汉司。是岁决宿迁及桃园省。家庄，炫塞。以封丘金龙口大溜顶冲开黑冈口至柳园口引河3,350丈。10年，增修高堰石堤城。11年，减派部院司。原赴南河学习，其已3年。授岑云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。都南河如故，命两淮盐镇高兵就袭河务。岑云炫遭母忧，兵属南河总督。乾隆元年4月，河水大涨，由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，堤多冲塌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3、5尺。上以下流多在萧、肃、临、洪、睢宁、武河等州县，今只易汛上源而无疏通下游之策，则水无归宿，下江南、河南各都府计2总河委勘会议，并宜南副总河驻徐州以专都律。炫高兵请训毛城铺以下河道，经徐、萧、睢、肃、临、洪至4州安河斗门，迂直600余里，以达洪。则出清口会黄，而淮阳金源下之方等沿其不便。明年，召兵询问，兵会图承揽，乃知之方等所言失实，令同总督庆复阙估。定义，并将开训有利无害，晓谕淮阳市民。初，兵书训毛城铺。水道，别开新口塞旧口，以免黄河倒灌。至3年秋，河涨灌运。PG 723。论者多归咎新开运口。兵言10月后黄水平退，湖水畅流。新淤随溜刷去，可无于浅色。4年，兵又言上年清水为弱，时值黄水一涨，并非开新口所致，而南人言者不已。上浅大学士鄂尔泰池勘，亦言新口宜开。明年，黄溜人南逼清口，仿宋陈尧左法，置设木龙2，挑溜北行。6年，兵以速迁至桃园，清河200余里，河流湍急，北岸至吕堤6，并无瑶堤，右内逼运河，将运河南岸吕堤通筑高后，作黄河北岸瑶堤，更于吕堤内则要增筑隔堤9。未成，兵调都直隶完颜韦继之。
先是上以河溜逼清口，道样为患，赵寻康。西间救济，开陶庄引河，导黄石北，遣鄂尔太会勘，亦府定。以汛水骤涨停宫，兵役去任。致仕完颜韦律引河不救，于清口以西，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北走，引河之意遂请。绝后41年，上决议开之。余年公郡，兴河直抵周家庄，会清东下。道样之患永绝。7年，决丰县石林、黄村，夺溜东区，又决沛县吕堤、选塞。完颜韦调都东河，改白中山南河总督。初封沛爵时，大学士陈氏官网刊。天见滚水10坝2于天然南北2坝处，以分泄水势。10年，决复宁陈家浦。石怀、黄椒长，沿河州县备淹。曹都固从严，陈家浦逼近海口，以下10余里向无堤攻，每遇水涨，任其散逸。若人于此堵塞，是雨水真的，费多益少，应于上流筑窑堤以束水势。是下讷清、高冰，人亦塞就决口。11年，中山坝，故从蜀南总河，建木龙3于安东西门，逼溜南区，自木龙以上皆淤滩，化险为平。13年，从调都东河。赵大学士高宾管南河事，并以云梯关下2套长出沙滩，大溜南区，直逼天妃宫新家当堤宫，开分水引河，并修补徐州东门外折裂石堤。从义以降服19堡南岸日淤，大溜北区逼堤根，建南北坝台，并于坝外卷扫千春。16年6月，决阳武，命兵赴 PG 724攻，会从督驻。11月塞。17年，上以御审河岸大堤外有大行堤宜连接直东，年久残缺，在直立者，令方官城勘修。其山东界内有无善刷残缺，令鄂荣安查修。鄂荣安盐曹丹2县大型堤大小残缺3430丈，并加帮背薄，补助缺口330余丈，疏浚堤南泄水河以宣坡水。18年秋，决阳武13堡。9月，决铜山张家马路，冲它内堤，吕越堤200余丈，南筑陵、红珠驿，入洪泽湖，夺淮而下。以引济善都南河，遣尚书舒赫德携白中山持父协理同之。李吞守备张宾清躺务工，为学习和务部正使傅乐贺所合，堪10治之法。高宾及协理张师载作师察，复试行刑。是东河塞方同山之始决也，下廷议，吏部尚书孙家干督主开检河引水入大清河，略言自顺康以来，河决北岸10之9。北岸决溃运者半，不溃者半。凡其溃道，皆由大清河入海者也。盖大清河东南皆泰山犄角，其道亘古不坏，亦不迁移。前南北分流时，以受河之半。及章丘溃决，且受河之权，未闻有冲陈。郭燕人民之事，则此河之有利无害，已足真矣。
今铜山决口部，能收工，上下两江20-30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河，故成沿开简河也。上游简则下游为，决口易塞，积水早消。但河流湍急，涉开简河而夺溜已出，不可不防，故成沿简入大清河也。现开简河数处，皆距大清河不远。即大清河所经，指东阿、济阳、滨州，历经4-5州县，即有漫溢，不过偏灾，忍4-5州县之偏灾。可见两江20-30州县之积水，并解淮、阳两府之急难，此其利。害轻重，不待至者而后之也。简河开后，经2-3州县境，或有漫溢，筑土梗以御之，移入大清河，则河深广，两岸堵住处甚少，计费不过1-20万，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，赈济之钱米至少100-200万，此其得失多寡，亦不待至者而后之也。即 PG 725，无便于此者，上律刑事隔碍，不能用。自铜山塞后，越堤内积水上升7-8尺至丈8-9尺。上命于引河兜水坝南再开引河分流，使新宫不受冲击。21年，决。孙嘉吉随塞。明年2月，上南巡至天妃闸月木龙，时中山调。总南河、协东河总督张师载言，徐州南北岸相距甚迫，一遇甚长，时有溃决，请挑汛淤浅，增筑堤工，并堵住北岸之河，为南北分筹之计，至可。23年，命安徽巡抚高进协理南河。秋7月，决窦家寨新筑土坝，直筑毛城铺，漫开荆门土坝。进言土坝过高，阻遏水势，以致拥决，不须再筑。上不许，并令开蒋家营，附加挖引河人导入黄。26年7月，庆黄并长、武志、迎泽、杨武、降福、兰阳同时决15口，中木之阳桥决数百丈，大溜直驱甲鲁河。遣大学士刘统勋、公赵会持勘，巡抚长军请先驻南岸，上为河流夺溜，以及堵阳桥。军言大谬，调抚江西，以胡宝全为河南巡抚，并令高进赴豫协理。11月塞，上闻大喜，命于公所立河神庙。30年，上南巡，祭河神，越清口东坝木龙会祭闸。31年，决同配之韩家堂，炫塞。33年，御府阿斯哈请议，御公节省营家筑堤案，总河无4决言，御审河面宽，溜逝去来无定，炫显炫平，若将土扫化为陈数，恐各公园事为年例额之，转起新宫茂萧之弊。亦遂请明年4决言，同瓦乡。溜氏上士，杨桥大公自4-5扫至21扫俱顶冲银溜。请于陶训为借拆修，加乡层土层柴，相压坚实。两岸大堤外多之河，积水汛发时，引溜筑堤，宜多筑土坝拦截。上据可其奏。37年，东河总督姚立德言，前筑土坝，
保固低根，平岁。安兰倚着成效，请祀冬春闲旷，培筑土坝，密栽柳株，笔树。年后沟槽淤平，可永固低根。上加讲之。38年5月，和议朝议，长至2丈5尺，民居多飘梅。PG 726。39年8月，决南河老坝口，大溜游山子湖下筑马家荡，涉阳湖入海，板闸、淮安俱被淹没，巡塞。41年，4绝炎黄。水道灌洪湖，运河，清口挑蛙引河孔于是无际。会内迁，萨载。蜀南总和，上命携江南总督高进堪议。进等言，陈进在宫10余年，历经道观，唯有将清口通湖引河挑蛙，使得畅流。会黄东注，并力刷沙，则黄河不汛自生，海口不疏自治，补偏就必为此依法。又言清口溪所见木龙，原迹排溜北区，刷陶庄积土，使黄不逼清。但骤南进刷，宜于陶庄积土之北开，亦引河，使黄离清口较远，至周家庄会清东注，不为可免道观。淤沙见可攻刷，急需验一资稳固，所谓治淮即以治黄也。明年2月，引河成。上喜成此巨功，一劳永逸，可费数百年即清。狄黄之说，敕建河神庙于新口石坝，自治文记之。43年，决降服，旬日赛之。闰6月，决遗封16堡，宽70余丈，的在诸口上，撤溜湍急，由睢州、宁陵、永城直达亳州之涡河入淮。命高进律赎安和务员便复欲协堵，拨两淮。沿客营50万，江西漕粮30万，赈恤灾民，并遣尚书元首动勘办。8月，上游叠嶂，续他220余丈，16堡以塞复决。12月再塞之。月日，时和义东西坝相继折现。遣大学士公阿贵持勘。明年4月，北坝复现20余丈。上念移攻其切，以故。有省弼理何事，特颁白璧祭文，命阿贵等义工所制记。45年2月塞。是义也，历12载，废躺500余万，堵筑5次石河。命于陶庄河神庙建碑记之。6月，决睢宁郭嘉度，又决考城。曹县为己拒塞。11月，张家由防塞而复开。46年5月，决睢宁为家庄，大溜筑洪泽湖。7月，决移封曼口20余，北岸水势全筑青龙冈。12月，江塞复折。他大溜全撤由曼口下筑。47年，2次堵塞，皆复折他。阿贵等请自兰阳3堡大坝外增筑南堤，开引河170余里，岛。PG 727。水下筑，由商丘7堡出堤归入镇河，撤溜使全归故道，曲家楼。曼口自可堵闭。上从其言。明年2月，引河成，3月塞。49年8月，决睢州2堡，仍遣阿贵复攻都律，11月塞。先是上念欲攻连遂曼邑，
堤防外无宣泄之路，欲救事渐减。水坝比大汛时有所分泄，下阿贵集合，辅诸城堪议。致仕阿贵等言，欲审堤公，迎责郑州土性高坚，据广武山境，无拥设简坝。中木以下，沙土夹杂，或系纯沙，建坝不能保固。至堤南泄水各河，为甲鲁河系泄水要路。今郑州、中木、降福、卫氏、福沟、西华至州家口入沙河，又会既系甲鲁之河，二河窄狭淤甸，如须减黄，应大家挑峻，须费浩繁，非一时所能及。是为兰、夷、高家寨河势作湾，若挑汛取直，引溜北注河，道可以畅行。上然之。51年秋，决桃园司家庄、燕墩。10月赛。明年夏，复决睢州。10月赛。12月，山西河清2旬。自永宁以下长1300里。54年夏，决睢宁州家楼。10月赛。59年，决丰北区家庄。旬赛。嘉庆元年6月，决丰汛六堡，刷开运河于家庄堤，水由丰配北注山东金乡、鱼台，样入朝阳，为山各湖，穿入运河，漫一两岸，江苏山阳、清河多被淹。南河总督兰溪地导水入令家。山坝引河由金山桥分达数千诸湖，又起放数千10家河竹落坝。桃园顾家庄堤，泄水人入河下注，并于曼口西南挑挖旧河，引溜东区入郑河，绘图以文。上令取直向南而东，展宽开挖，比溜氏直注郑河，较为得力。命两江总督苏林阿、山东布政使康基田会勘筹办。11月，复因林汛折他坝深20余丈，时苏林阿案事江西，改命东河总督李凤汉复工会办。明年2月赛，加凤汉太子太保，调都两江，监管南河事。是年7月，河邑曹汛。25保。3年春，罢工在折，凤汉自河，遣大学士刘墉上书庆贵。PG 728。屡刊，并责问凤汉等因循。墉等言曼口已跌成塘，劝戒临汛，请斩至秋后兴工。8月，诣睢州，水入洪泽湖，上有水势计分。曹公遂以10月赛。明年正月，睢公亦赛。3月，以河南布政使。吴景属东河总督。景言，豫东两岸堤工丈尺加增，而淤甸如故，并在丰、曹，虽叠经漫溢，虽赛后顺轨安澜，然引河不能宽畅，且徐成河狭，螃蟹过多，遂成中梗。去淤之法，为在数水攻沙，以堤数水。闻江南河城康基田培筑堤工，极为认真，应令着看堤扫情形，守护闸坝，宣泄有度，自可日渐深通。上命与基田商办。8月，决当汛少加坝。12月，以塞复渗漏。又料船不借，盐烧殆尽，基田夺直流宫，调景都南河，以河南。布政使王秉韬为东河总督，移东河料务汛济南河。
5年冬，少嘉罢赛。6年9月，义萧南唐嘉湾，11月赛。8年9月，绝封丘横嘉楼，大溜奔注，东北由范县达章丘、川运河东区沿河，经历经入海，直隶长垣、东平、开州均被水沉。灾。上敕布政使詹著抚恤，复遣鸿胪卿通恩等至镇，兵部侍郎。纳彦保复公，会同东河总督击城制堵住。明年2月赛。10年闰6月，两江总督铁保言河防之病，有为海口部吏者，有为洪湖淤店者，有为河生高养者。此三说皆可误论，唯宜专立于清口，大修各闸坝，借湖水刷沙而河治。湖水有路入黄，不于庸治，而湖易治。上加其言明晰扼要，治为清水。狄黄所争在高下，不在深浅；所论故事，但湖不深，焉能多叙？是必须深，然后力能敌黄。4大训后，会商南河总督徐端，训江高堰5坝及各闸坝之河，着粮施工。时有意由王营简坝改。河经6塘河入海者，铁保协南河总督代军员上言，新河堤长400里，中段漫水甚广，急难施工，必须2-3年之久，约费300-400万。堵住简坝，不过2-3月，费只200余万。且就河有故，道可循，施工较易，上从之。11年4月，兵部侍郎吴景在 PG 729都东河。6月，复至南副总河，降徐端为之。7月，决宿千州嘉楼。8月，决郭家房，先后塞之。12年6月，漫山、鞍马港口、张家庄分流由灌口入海，炫塞。7月，决云梯关外陈家埔，分流强半由五星港入射阳湖，驻海。13年2月，陈家埔塞。铁保等请赴毛城铺石坝、王营简坝，培两岸大堤，接筑云梯关外长堤，及培高堰、山虚堤后土坡，遣大学士长陵等持勘。太仆寺清末瞻路沿，河入江南，为资淮以为抵御。淮翠72河之水汇于洪泽，以堰虚实堤。5坝数之，令出清口汇黄入海，此即数水攻沙之道。今至南河，宜先至清口，保守5坝。5坝不清起泄，则湖水可并力刷黄。黄布道灌，运河自可疏通。今河城请接筑云梯关外长堤200余里，则于作弯曲直处，必须添筑扫段以为防护。既设修防，必添建营，多设官兵。仕途多糜费之繁，未必收束刷之效。至为修复毛城滚坝，挑挖洪，虽为减黄流一掌，以保徐城则可。若是此筑清济运，则不可。自黄水入湖淤停，水势奔注，堰虚5坝且难防守，又何能使之畅出清口？故加培5坝，使湖水畅出，西历敌黄，顺流直下，即可逃刷河深以入海。御史徐亮言：
铁堡等调成修防各事，唯余原邑高堰石坦坡未曾筹集。续清刷黄，专在固守高堰石的权和关键，以柔制刚，其法最善。风浪冲击，至坡则平。然全堰距的坦坡外户，则五坝可用。壁不开，清水可全力刷黄，淮阳可长登一任席，此万事永图儿。目前及物也。海口，尾闾也；青口，咽喉也；高堰则心腹也。要害之地，宜先着力。晋亦以为言。长陵等复称毛城。霸邑至冲决，应无庸议。王营简坝积水太深，难以施工，请改。建滚坝于其西，并添筑石坝。至岁石坦坡，工断绵长，石难促。半先筑土坡。余如铁堡言。军援并免，端赴都南河。初，陈家浦漫邑，由射阳湖旁驱入海。铁堡等以挑河废据。PG 730。竟由射阳湖入海，较郑河为近，应有改河道之意。致仕命景等屡刊。景等言，前明及康熙间所有灌河入海之路，复撤据。在现北朝河汇流马港口，张家庄漫水尚在，拥挤可见。去路不畅，又不能刷出河槽，此外更无可另辟海口之路，仍请修复。故道皆筑云梯关外大堤，束水东注。上如其言。是年6月，决塘子对岸千根旗杆及荷花塘，彻通灵湖砖100余丈，塘子对岸。及千根旗杆随塞，荷花塘既堵覆折。端在降覆总河，以景总南河。明年正月塞。是年冬，筑高堰岁石坦坡。15年8月，端复都南河，省复总河。11月，大风激浪，决山虚属人邑。至三坝砖石堤3000余丈，及高堰属砖石堤1700余丈。端其高。由车罗大坝及下游归江各闸坝，并先堵人，置坝以泄水势。10. 景养病家居，上垂询办法。景言议坝应一律堵住，高堰石公游。须于明年大汛前修浚。上加所论切要。未己人邑至三坝。及马港拒塞，合归正道入海。明年4月，马港复决。5月，王营简坝折线。7月，决批。北绵拐山及萧南李家楼。12月，王营简坝塞。17年2月，李家楼亦塞。18年9月，决睢州及睢南薛家楼，讨北丁家庄。此东河总督李亨特职，以军援代之。明年正月，军援内诏起。景在都东河，董李睢公。20年2月塞。23年6月，役于陈。24年7月，役宜丰及南阳，在役降服，陈留、中牧。夺夜观朝职，以李弘兵都东河。景时为刑部尚书，协往会筹。未己，陈留、降服、中牧拒塞，而武至吕堤决，观朝连堵沟槽。5. 又决马营坝，夺溜东区，穿运筑大清河，
分2道入海，以封缺口巡河。上命加士官朝河干。军原以大学士协侍郎纳彦保。履勘。纳彦保留都马营罢工。久之，罢机不定，红兵被斥责，遂以不安和务辞。上怒，夺其职，官朝副都东河。25年3月，马营口塞，加河神金龙4大王、黄大王、朱大王封号。是 PG 731。越夷封右慢他，萧官朝及御府其善职。宣宗立，人命紧急纳彦保复公会办12月赛。道光元年，礼部右侍郎吴选言据御史王云景函称，去东回即过河，审视元武、阳武一带，堤高如岭，堤内甚卑。象来堤高于滩约丈8尺，自马营罢慢绝，滩淤，堤高于滩不过8、9尺。若不急于增堤，恐至下甚涨，不免有出堤之患。上命河都张文浩携御府姚祖同履勘。3年，江都孙玉庭河都离世，续加培南河两岸大堤，令高出甚涨，水横4、5尺，除有攻击险要。触堤顶令估加宽，于西以丈5尺及2丈为度。5月攻郡。4年11月，大风，绝高堰13堡，山虚周桥之袭浪掩坏石堤11000余丈，夺文浩职，以延朗都南河，遣尚书文福、汪廷珍持勘。侍讲学士潘熙恩言，续清敌皇，相传臣法。大汛将至，则急。笃欲黄坝，使黄水全力东趋。今文浩持堵此坝，至黄河道灌，酿成如此巨患，且欲筹减泄，当在下游。乃折开降伏闸，减黄入湖。坝口既灌于下，闸口复灌于上，黄无出路，湖电极高，为患不可胜言。荀文福等亦以为言。文浩遣述，欲停止直流。任12月13保，袭浪掩军塞。5年10月，东河总督张景言自来当扶丘大汛，河源皆仓皇奔走，救护不黄。及至水落，则以现在可保无虞，不复求。疏刷河深之侧，见至清水不能畅出，河底日高，堤深地增，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。为丈遂积金钱，抬河于最高之处。上加所言切重石壁。初，琦善等有改移海口以减黄，抛护石坡，以续清之意。至是，谨言灌河海口屡改屡绝，自不可轻易更张。及碎石坦坡，亦有一级流弊者，犹不可不从长计议。是月增培。河南13、山东漕河、梁河2堤堰坝羌各宫，皆从景请也。6年春，河复涨，命景协琦善、朗会勘海口。琦善、朗之，海口不能改，乃调上武士，皆一时补居之计。景言，履勘下。PG 732。由合并中满，淤滩梗塞难疏，海口无可以改，请由安东东门攻下北岸，别筑新堤，改北堤为南堤，相距8里10里，中挑引河。
岛河由北傍旧河行至司往滨入海。河水高低内滩丈5-6尺，引河挑深1丈，则水势高下几3丈，行事顺利。自东门宫至玉皇坝60里，去路既畅，上游可落水4-5尺。黄落则玉坝可起。树清坝，挑清水，外出刷黄，抵淤宫径，黄可落至丈余。湖水续7-8尺，以为建陵，实公异宝。上善其策。于是朗作宴。虚心公撤谢，将3品调属东河，而以锦都南河，淮阳道潘熙恩。复之，使经化其事。而其善以改河非策，请其王家营简坝，将郑河挑挖深通，放清水刷堤，再堵坝挽黄归郑河，以运行矣。给事中杨宣言，嘉庆中王家营简坝开，上下游州县俱灾。如只简黄不夺溜，何必奏酬抚恤？今奏起简坝，至御及府写单笃，口适宜，即与从前情形无异。下庸上溃，不可不防。是下江都河都会议，仅出议安东改河，时挠之者为东门公扫外有救。抛碎石，震荡咽喉，恐有阻遏。仅未有10处可起除其无功碎石，1000余方，但上下彻通，亦断不至碍全河。然议者中以为宜。即景见宣奏，复言嘉庆兼简坝遇水后，4年黄人道灌今河底淤高丈4-5尺，岂如当时深通？兼以洪湖石工隐患甚多，本年2月，存水丈2尺8寸，遇风已多撤泄。秋后湖水只能蓄至3丈，冬令有耗无增，来年重运经行，必黄水只存2丈8-9尺，清方高于黄1尺。若黄加高，即成道灌。玉皇坝外河底垫高，淤运淤湖，危害不小。且海州积水未消，沿河遥低的高，去路不畅，起坝后河必抬高，徒生4亿之灾，无补全河之病。请于简坝以下安东门宫上山安理宫遥市外筑北堤，斜向趋东。仍与前一改河堤宫相连，增长7000余丈，挑河至8套即入郑河。理宫至8套旧堤长41000丈，取直筑堤，仅长32000余丈，可避东门碎石之阻。河简清高，曹行自立。都城亦已开放简坝。PG 733。已经奏定，不得以旁观一言折思辩记，并卢列七南伯承所议。臣以逐条致复。输入上中以改河为创举，从其善意。11年7月，决阳河14堡及马棚湾，12月赛。12年8月，决降服。9月，桃园兼名陈瑞因河水盛涨，纠众盗挖。于嘉湾大堤，放淤肥田，至决口宽大，撤泉溜入湖。桃南通判。田瑞等持直浅数。是月降服赛。明年正月，于嘉湾赛。15年，以立玉美为东河总督。石原武训串沟受水宽300余丈，行40余里，至阳武训沟尾复入大河，又河庆河及武至，迎泽珠滩水。
必筑堤下，两汛素无功，故无接料，堤南北接水，不能取土筑堤。豫美式用抛砖法，于受冲处抛砖成坝，60余坝府成峰。禹大治，之河首尾绝，而坝如故，屡试皆效。遂请剪接石营间，备砖架，令沿河民设窑烧砖，每方石可构2方砖。行之数年，省倘130余万，而工一间。会有不便其事者，持异议。于是御史礼团请停烧砖，上遣团随尚书进征履勘，促以溜深及择砖，不可事，停之。19年，豫美复以专功得立省费为言，乃允于北岸之马营、营原2堤，南岸之降伏下汛、陈留汛，各构砖5千方备用。21年6月，决降伏，大溜全撤，水为省城。河都文冲请诏睢公曼口，暂缓堵住。遣大学士王鼎、通政使会陈堪议。文冲又请迁省治，上命同御府牛见堪议。时河溜游归德、陈州，折入倭会怀筑洪泽湖，拆斩玉皇，数清各坝，尚不足资宣泄，并斩放礼、至人坝，一河一起放。8月，见沿结于白鹿水，事渐落，成员可无虞，自谓变轻易迁移。鼎等言，河流随时变迁，自古气无上策，然断无绝而不塞，塞而不速之理。如闻冲言412年在塞，且引睢公为证。察黄水经安徽会洪泽，宣泄不及，则高燕为淮阳进城俱进。况兴河所经，须更筑新堤，公费均难属计。即幸而即事，而此12年之久，数十州县。PG 734，亿万生灵流离，岂堪设想？且睢公曼口与此不同，何臣所奏，断不可行。书入，解文充任，家事何干，以诸相继之。22年，降伏塞，用镗600余万，加鼎太子太师。7月，决桃园15堡，萧家庄、溜川运由6塘河下筑。未几，15堡挂淤，萧家庄口刷宽190余丈，彻洞大溜，正河断流。河都林庆义欲改道，遣上书进征，廖洪全履勘。进征等言，改何有？爱运道，唯有训堵曼口，晚归故道。4明年军传回空后，筑坝。何龙从之。11月，以吏部侍郎潘希恩总督南河。23年，御史雷以贤言，决口无庸堵塞，请改旧为之，以通运道。下西恩堪议。西恩言灌口非可行河之地，北岸无可改河之理，不敢。轻易更张，曹传人由中河灌塘。上然之，更命侍郎陈刚、顺天复印李德会刊。6月，决中牧、水区诸先镇，立通许、扶沟。太康入倭会怀。复遣进征等副刊，以钟祥为东河总督、洪全都公。宣以尚书林魁代进征。24年正月，大风，罢工折动。
宣东坝连失5战，林奎等将处有差，仍留攻督办。7月，上以平年军饷和工一时并急，经费之处，亦欲缓至明秋兴助。钟祥等力陈不可。12月塞，用镗1190余万。29年6月，绝无成。10月，命侍郎伏纪履堪会同渡河。咸丰元年闰8月，爵封北下训三宝，大溜全撤，郑和断流。时侍郎瑞常典事江南，命世俊便道往刊，又命福建按察使查文。经池复会办。3年正月，封北三宝塞，敕建河神庙，从河都阳，以增请也。5月大雨，水长溜急，封北大坝复折他30余丈。上则以增及陈修各员加倍罚赔。5年6月，决兰阳同瓦乡，夺溜游长垣，东明至章丘、川，运驻大清河入海，郑和断流。上念军务未平，想许不济，若能因势利导，使黄流通畅入海，则兰阳决口即可暂缓堵住。是下，河都理军查奏，军宣城3事，约顺河驻店，东西1000余里驻堤。PG 735，所费不资，何敢轻易？除河境成员不能不筑堤坝以资抵御，于拟就漫水所及，着定奠基，劝民皆筑，高不过3尺，水小介矣。拦阻，水大听其漫过，散水无力，随漫随淤，地面渐高，且变杀气为沃壤矣。曰欲湾切滩，河性喜作湾，每至涨水，欲湾则怒而横绝。唯于作湾之对面，劝令切除滩嘴，以宽河势，水涨即可刷直，就下越畅，并可免兜滩冲决之虞。曰堵截之流。现在黄流漫溢，既不能筑坚堤以束其流，又不能挑引河以杀其势。宜城东令水若溜平，劝民筑坝断流，在于以下沟槽跨筑土阁，高出数尺，漫水再入，上无来源，下无去路，既见淤成平路。东府崇恩亦以为言。上令直隶、山东、河南各督府妥为劝办。11年，御史薛书唐言，南河自黄水改道，下游已无功，可修，请审南河总督吉元。下廷陈议。侍郎沈兆麟言道：河始自神宇，九河故道皆在山东，入海处在今沧州，是与共之。河故由东北入海。自汉王莽时，河喜迁城入海，而与之故道失。历东汉弃隋、唐，从无变异。宋神宗时，河分南北两派并行。北派由北清河入海，即今大清河。至元间，会通河城，据河北行爱运，而北流塞。历经5、600年，河吕北绝，无不挽之。使南说者为何一入运，必携泥沙以入海，而运道亦迂，故顺河之性，北行为宜。乾隆朝，孙家干请开简河入大清河一书，言之甚详，足破北行爱运之疑。夫河入大清，由历经入海，正今黄河所改之道。现在章丘以东，自虞山至历经海口，皆著名。
堰为兰夷之北，章丘之南，河自决口而出，夺赵王河及旧引河，泛滥平原，田庐久被淹尽。章丘高加陵旧堰残缺过多，攻城最惧，如东明、长垣、菏泽、运城，其陪助教章丘为义。臣此时顺水之幸，听其由大清河入海，欲令生民力筹措办，或应开简河，或应筑堤堰，统于水落兴功。河庆顺轨，明月利田。缺额之地丁可复，历年之政绩可停，就此才去南河总督吉原。PG 736。可省岁倘数十万，而归德、徐、淮一带的几千里，均可变为沃壤，逐渐播种生科，肆意一举而兼数善者矣。下直都衡福，东府文玉，御府庆连，东河总督黄赞汤堪议。6月，省南河总督及淮阳、淮海、丰北、萧南、肃南、肃北、陶南、陶北各道，改制淮阳徐海滨备道，兼辖河务。同治2年，复省兰夷、宜睢、睢宁、商於、曹考武。6月，漫上南各属，水由兰阳下注，直东境内河出村庄，复被淹没。菏泽、东明、蒲、范、齐河、利津等州县水皆逼城。下属河都坛庭乡上沿，河以北行，拦水为市民殿，从未议。疏导，恐见次淤殿，海口稍有汉格阻滞，事更为难。察蒲、范一带旧有金堤，前承任东府时，设法修筑，为久复被冲缺，上由毗连直隶开州处亦有冲缺。开州不修，蒲、范筑亦无益。东长之殿、开、蒲之堤，须设法集资都民修筑，庶可以为城池而保庐墓。此外，既为专设河源，要在沿河地方官都律修理，并劝筑剖瘠，以助民力之不逮。请敕下直都、东府训江兰阳下游漫邑地方，检原会同该州县妥办。从之。12月又言，今年夏秋阴雨，来源之盛，迥异寻常。一股直下开州，一股旁曲定。陶、曹、丹、豫省已有堤坝，幸获保全。直、东则无，不能不听其泛滥。迄今半载，直隶未闻如何经化。开州缺口，亦未兴功。至山东被害尤深。或欲陪筑堤殿，或欲疏汛之河，亦无一定。蒲州金堤亦因开未动工，不能兴办。顺借春汛，何以御之？臣遣运河道宗继承履勘，直至历经之铁门关，测量水势，深至6、7丈，去路不为不畅。而上游人道处旁溢，则大清河深，太峡不能容纳之故。如蒲台、祁东、济阳、长清、平阴、肥城，民店缺口，宽数丈或数十丈，不下30、40处，不加修筑，则来遂依然漫淹。是欲求下游涌电，必先开支渠以减涨水，而后攻有可施，必将附近屠害。马夹2河设法疏汛，数水有分泄，在 PG 737
堵各缺口，并筑坝以护进水各成员，此大清河下游之当先料理者也。至开、蒲津堤及毗连河则之始加堤，当先堵住，并加培。就堰则要皆修，此大清河上游之当先精化者也。复下直都刘长佑，东府延靖民会筹。明年3月，以蒲州当河冲，允靖民，请移至旧城，并筑堤汉峪。5年7月，决上南湖家屯。长佑言，溜市区重西北，新修京堤，盖被冲刷。开州冲开之河数道，自开华之渡家寨，至开蒲界之城家庄，险攻5段，长9600余丈，均须加厚。培高，方资汉峪。为上游在豫，下游在东，非直隶一省所能办。理应会同3省统筹全修，在行社训，拨款备料，庶可一劳用。乙自河流改道，直隶堤供应并归河都管辖，作豫、直、东3省河都，以专责成。输入命河都苏廷魁履勘，会同3省都府筹议。7年6月，决迎泽石堡，又曼武至赵樊村，水势下注引，授入洪泽湖。侍郎胡家预言，不宜专塞迎泽新口，疏兰阳旧口，以仿古人发促治河惩法。敕各将领都律分段挑训救河。1律申通，然后决上游之水，撤溜东行，树河南之患不宜于河北。治河及所以治曹。下直都曾国藩，鄂都李汉章，江都马兴仪，曹都张之万，及河都、江苏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各巡抚妥议。国藩等言，以今日时事计之，何有不能骤行归附者3。兰阳曼决以14年，自铜瓦乡至云梯关以下，两岸堤长1000余里，遂9停修，堤塌河淤，今欲照旧时挑升培高，恐非数千万斤不能产事。且营久财，兵夫心散，一一复设，人应分除料物，相办扫罢，并欲筹防险之费，又遂需数百万金。当此军务出贫，库藏空虚，安从筹此巨款？亦也。迎泽地处上游，论形势自应。先堵迎泽，兰公势难并举，使营口彻洞全黄，则兰公可以干河。今营口分溜无多，大溜仍由兰口直注历经入海，其水面之宽 ，PG 738。跌塘之深，施工之难，较之营工自增数倍。营工堵河无期，兰公更无把握。原奏决放救河，撤溜东行，似言之太易。且顺交春令，兴工以南。2也。汉决酸枣，在决户子，为发促治河之始。元民发丁夫工艺，亦以10数万计。现在直、东、江、豫碾分附近，而土匪有勇在须防。所留勇营，断南进赴河干，亦断不敷分挑之用。若在天幕数10万丁夫，聚集炎黄数千里间，驾驭失宜，滋生事端，尤为可虑。3也。应四国库充盈，在役大举，因时制宜，唯有赶堵营工，
为保全域，宛、淮阳下游之。季上然之。8年正月，迎泽塞。10年8月，爵运城侯嘉陵，东驻南望湖，右游汶上、嘉祥。济宁之赵王、牛朗等合，直趋东南，入南阳湖。时廷魁内诏，命新河都桥松年会同东府丁宝珍堪办。宝珍方以病在告，乃携。护府文兵至宫相度。文兵言：何臣远在御省，若往返资商，恐误要攻。一面飞资何臣临派掌罢，并管理镇杂料场员变及安习攻城之便兵工匠，带同器具，于年内来东，一面由城筹购，应需料物，以其应手。上则松年克其新宫，松年言以斥元孤。委员并熟习工程人员赴东听遣，并斥购备竹缆及密固捆相传，只备提用。唯以交立春，春水顺身，办公书无把握，并遗书文。兵主持其事，文兵不能决。宝珍立即逝世，上言何臣直思。何道将臣升任地方，君则无旁贷。乃松年一概委之地方，不知用意所在。现在已过立春，若在后期的信已定行止，恐误要攻。且此口不堵，必漫燕曹兖计10余州县。若再向南奔驻，则清、淮、李下河更行吃重。松年既立亦猥亵，臣若必越阻之，贤辗转千言，实有万感不及之事。唯有立即销价，轻付公赐，择日开工，似松年所遣员便到宫，即责成该公园等一手经理，克其完工，保全大局。应请破格保将，以招积劝。倘敢阳奉阴，为有心一物，一经验时，应请便宜行事，即将该园变正法宫。PG 739。次，以为往上央民者戒。上加其勇于任事，并欲松年当河中共济，不惧加责也。11年2月，侯嘉陵塞，与宝珍优叙。先是同之讲作锦条。上合，运事宜，朝廷颇为其意。下合，曹、辅臣议奏。未几，侯嘉陵爵，松年、宝珍意见举。及宝珍塞侯嘉陵，松年上言：作锦所成，卓然有见，可以采取。并称东晋黄水日月泛滥，运到日月淤塞，移筑堤树黄，先堵或加桥诸口，并修南北岸长堤，比黄区章丘以济运。挑汛章丘以南北淤塞，修建闸坝，以利漕行。上以松年意在因势利导，不为无见，令宝珍、文兵降议，无固执己见。炫复称，目前治黄之法，不外堵铜瓦乡，以赴淮、徐故道与东省筑堤及游历经入海两侧，故谓二者之中，以筑堤树黄为优，而上下游均归缓办，臣实未见其可。自铜瓦乡至牡蛎嘴，计1300余里，创建南北两堤，相距1000骑，约需10里。除现在淹没不计外，尚需弃的数千万顷，其中居民不知几亿万，作何安插？是有损于财富者亦也。
东省沿河州县，自23里至7-8里者不下10余。若其河、其东、蒲台、利津皆尽在临水，筑堤必须千壁，是有难于建制者二也。大清河境皆泰山路，山阴水西北注，除小清、溜弥诸河均可自行入海。于西以大清河为尾闾，至堤数黄以后，水势抬高，向所泄水之处，流闸则于道观，堵遏则水磨所归，是有防于水利者三也。东冈盐场坐落利津、沾化、寿光、乐安等县，濒临大清河两岸。自黄由大清入海，沿船重载，速行于湍流，盛行阻滞，而滩的兼备漫溢，产盐日处，海滩被黄淤远，纳潮甚难，东冈壁至灰废，思消亦因而风起，是有碍于矬冈者四也。陈宝箴升任地方，于通省大局所关，故宜直城无影。然始于制运曹果有把握，则今仓为根本之计，由当权利害之轻重，而量为变通。臣等熟思审计，实未见其可试，而深觉其可虑。四人以渡河同瓦 PG 740，相使复怀，徐故道为正办，并陈四变。御史有百川一沿河，运并至，宜详筹妥办。输入廷议不能决。下知都理弘章，弘章因遣元州立祁、豫、徐、海访察策量其的要领。12年6月，上言治河之策，原不外公卿王等，审地势，实水性，着工程，权利害，四语，而有以水势顺逆为要。现在同瓦乡决口宽约10里，跌塘过深，水河10有余，1-2丈。就河升高，决口以下，水面2-3丈不等。如欲挽河复，故必挑深引河3丈余，方能溪溜东区。察乾隆兼兰阳青龙冈之意，费倘至2000余万。阿贵沿引河深至丈6尺，人力无可载。师今岂能挑深至3丈余乎？10里口门进占河龙，亦属创建。国初以来，黄河决口宽不过300-400丈，且屡堵屡溃，长越数年而不成。今其能合龙而保固乎？且由兰阳下底淮，徐之旧河，身高于平地3-4丈，年来避水之民，宜住其中，村落渐多，禾苗无际。若挽地中3丈之水，跨行于地上3丈之河，其停淤呆溃，危险莫保情形，有目者无不知之。遂久滴干，即加修治，必有受病不易见之处。万一上游放溜，下游旋决，收拾更难。译者或以河北行则川运，为运道计，终不能不强之时，难以会清口。臣查嘉庆以后，清口淤甸，下令黄高于清，已不能起罢送运。道光以后，玉皇罢进至中，遂不起，遂改用灌塘之法，自黄浦泄黄入湖，湖深顿高，运河水少，灌塘又不便，遂改航海运。今即能复故道，亦不能骤复河运，非河亦难行，即可侥幸无事。此淮
徐故道事难挽复，且于漕运无益之实在情形也。至河城，所请就东晋数黄济运一节，查清口淤店，即借黄济运之柄。今章丘运河宽仅数丈，两岸废土如山，若引重浊之黄，以闸坝截，宣用之，水势抬高，其淤倍速。人力几何，安能挑此日进之沙？且所挑之沙，仍堆积于积年废土之上，两邻风荡，河底日高，闸亦壅塞，久之黄必难引。明洪至中，金龙口、铜瓦乡屡次大。PG 741。绝，皆因引黄济章丘之运，遂致岛系滥伤。临清地势低于章丘数丈，而必以后无撤溜夺河之害，臣亦不敢信也。至或加桥堵，口注释，公犹不易。该处本非决口，乃大溜经行之地，两头无岸，一望浮沙，并无真土可取，勉强堆筑，节节逼溜下注。恐浮沙一塌，实足因河之怒，而所耗时多，亦遭溃决，水人别。穿运道，而不专会章丘，岂非全功尽弃？制作仅拟岛卫济运，原因章丘以北无清水灌运，故为此意。茶园村及以南有黄河故道的多积沙，施工不易，且以全淮之水不能敌黄，上至道灌停淤，其亦清浅之谓，遂能御黄济运耶？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。不知泰山之阳，水皆溪流，因势利岛16州县180泉之水，原望派多，自足济运。为水来源，甚若最顺，今必区使之难行，事多不便。此借黄济运及筑堤数水均无把握，与岛卫济运之实在情形也。为何既不能挽复故道，则东晋财富有伤，水利有碍，城池难以移至，盐场兼被漫淹，如宝珍所陈。臣属可虑。臣查大清河源宽不过10余丈，今已刷宽半里余，东春水河上深2-3丈，岸高水面又2-3丈，是不汛时河槽能容5-6丈，奔腾迅疾，水行地中，此人力莫可挽回之事，亦似岛以求而不可得之事。目下北岸自其河至利津，南岸其东蒲台，皆筑民店，虽高仅丈许，寻之土人，欲胜长出槽不过数尺，尚可抵御。待因秀江诸河，一经则耍筑堤，汛至则涨，汛过则消，受灾不重。至其河、济阳、其东、蒲台、利津各城，近临河岸19年来幸防守无患，以后乡试设施。若骤易迁徙，经费无筹，民情难御，无此办法。东省盐场在海口者，虽受黄淤产盐不旺，今府城南运交际之盐石为接济，引地无余啖食，为价值稍昂耳。何在东省故不能无害，但得设法维持，尚不至为大患。袭乾隆中，铜山决口不能成功，孙家干曾有分河入大清之书，其后兰阳大功屡败垂成，姬皇又有改和大清之请。此 PG 742。
外求曰修、钱大兴、胡宗绪、孙兴衍、魏元诸陈邑者更多。其时河渭北流，上豫皖之始北。今河自北流，乃豫皖始南流，起非浮逆水性。大抵南河堵筑一次，通千约700-800万，岁修约700余万，实为无底之河。今河北系，近20年未有大变，亦谓多费巨款，比之往代，以属姓氏。且环拱神经，由得行胜。自同瓦乡东决越，撵诸逆窜扰曹，既己无虚日，未能过河一步，而北岸防守有所平一，更为击抚百世之力。此两相比较，河在东虽不及至而后患稍轻，河回南即能大至而后患甚重之时，在情形也。近世至河间沿至运，遂至两难，促无长策。臣愚矣。为天与正父，以苏这为大宗，国家治安之道，有以海防为重。今沿海洋博骈集，为千古创举，已不能闭关自治。正不妨借海运转输之便，逐渐推广，以扩商路而食君楚。苏浙曹梁县既统有海运，臣前招致华商构造轮船搭运，见有成效，有海船解经，较为便速。至海道虽不畅通，河务未可全废，此时治河之法，不外古人因水所在，增利堤防，一语察北岸章丘矣。上有古大金堤可视以为故，章丘以下岸高水深，应由东府。随时赤江明殿保护加培。至侯嘉陵上下明殿应仿照关堤办法，一律加高培厚，更为久远之计。又同瓦乡决口，水势日向东滩，刷久必泛滥南区。请敕松年察看形势，量筑堤殿，与曹州之堤相接，比资州防而其顺轨。至南河故道千余里，居民占种丰收，并请查民生科，以免私垦争夺之患。输入亦乃定。是年夏秋，决开州郊丘、蒲州兰庄，又决东明之岳新庄。时庄户民店，分溜区金乡、嘉祥、宿迁3数洋入6塘河。宝征堪由运城张家之门筑堤堵塞，炫起甲斩木。13年春，6邑南区溃漫不可收拾，江都累张告灾。9月，宝征回任，改由菏泽甲庄建坝。12月兴工。光绪元年3月，东明决赛，并筑李连庄以下南堤250 ，PG 743里。时河都曾国权请设南岸7步邑4直，东欲筹有防汛的款再定。2年春，属东府李元华沿黄河南堤，自甲庄至东平200余里均顽固，为上游毗连直峪，自东明谢寨至考城70余里，并无堤岸，此功课不可缓。袭年侯嘉陵塞，后处于费多，为辖顾问，遂至甲庄决口。此次甲庄以下堤虽顽固，上游若不修筑，设有慢决，岂为前功尽弃？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人然受害，山东首当其冲无论矣。
臣拟调引勇，兼顾民夫，筑此70余里长堤，深恐呼应不灵，以商直都、御府协力相伴。至蒲范之民，自黄河改道，婚奠10有余年。甲庄绝后，稍有生机，及甲庄塞，受灾如故。察南堤距北面经堤6、70里，以平。必经师则可，于蒲范村庄田亩则不能保卫。该处生民原修北堤，为利有谓之，请酌加津贴，继承以后，派便勇一律修防。蒲范阳谷寿张东阿5县地亩可合出1000余顷。又察蒲范以上有黄水2道，拟于寿张东阿境内新河尾驴抽挑引河2，即归并一渠。于南堤之北，黄河之南，再立小堤以束水，又可合出地亩1000余顷。至北堤上游内有8里细开州峡，若不依律修筑，不为北堤徒劳无功，及基辅亦难保不受其患。以商直都遣员协助，妥速产功。为所压直，逾地亩，该处居民无甚大益，而山东百姓受益无穷，自应由山东折长地价，上游收数计窄，下游水溜势急，不可不防。自东平至历经海口900余里，以赤沿河州县救民堤加赔，酌给津贴，以供代赈。各项通计需费2000余万。此黄河大断拟办情形也。是下所思。5年，决立成骚沟。明年，复决。8年，决立成桃园。11月赛。9年，东府陈世杰创建章丘以下两岸大堤。10山东树遭河患，朝士屡以为言。上遣侍郎游百川池往会勘。百川言：自来论河者，分池南行北行2说。臣详察形势，将来欲浮丘甚长，复折而东，自寻故道，亦未可知。若晚以人力，则事有。PG 744万难。一则北堤决后，以冲刷进境，筑堤进战，功以甚巨。且泉河正流北行，中流堵豫以图河龙，必震害非常，半里疏无把握。一则故道旁沙岭势难挑动，且徐海一带河深河出淤的1000余里，民尽垦种，一旦趋而知他，民岂甘心失业？此难行之说，应无庸议也。至大清河本问，即交汇，自黄流灌入，出有水行。地中今则河深淤甸，既患水不能泄，自济河上下，北则济阳、惠民、滨州、历津，南则青城、章丘、历城至邹、长、高、亳、曼绝11处。窃为河入济读以28年，其始务于山东无半河。陈案又名自为堤甸，纵屡开掘，未肯行诸奏读，疑患治私。今则泛滥数百里，漂煤数百村，遍历灾区，伤心惨目。今拟办法3： 1. 疏通河道，黄出入济，尚能容纳，淤甸日高，至海口由日行淤塞，沙淤水底，人力难施，即为多用船只，各带铁壁混江龙，上下拖刷，
使不能停续，日渐刮深。疏导之方4无于此。1. 分拣黄流。既宜受黄，其事急不可终日。察大清河北，屠害最近，马夹较远，历经犹在其背。大清河与屠害最近处在惠民白龙湾，相距10许里。若由此开筑简坝，分入屠害河，其势较便。再设法疏通其间之沙河、宽河、屯明等河，引入马夹，历经分输入海，当不负于其满意。1. 即筑履堤。民间自筑履堤，近邻河干，多不合法，且大率单薄，又断续乡间，屡经塌陷，一筑再筑，民力困竭。今拟自长清砥砺经南北岸先筑履堤，其顶冲处再筑重堤，约长600余里，仍借民力，加以津贴，可计日成功，为民汉患，民自乐从。至未治水不语，水真的，其法无过普筑窑堤。然冀武两郡的辖民仇，多占田亩，小民失业，正非所缘。且其间村镇庐墓不可数计，兼之其河、济阳、其东、蒲台，历经皆成临河干，使之时逼处此。民情未免震撼，价买民田，需款不下400-500万，工兼费具，可作缓图。臣所以请筑履堤以济急，而不敢轻持窑堤之意者此也。PG 745。是劫持意义。会海丰人御史吴循言屠害，马夹2引河不可轻开，命直都李鸿章协事节会刊，亦如循言，乃定议筑两岸长堤。是年决历经14户，10年3月赛。闰5月，决历成河套圈。或加溜、其河李家岸、陈家林、萧家庄、历经张家庄14户，先后赛之。是年两岸大堤成，各距河流数百丈，即履堤也。而东明人守临河殿，有司意欲令先守明殿，如殿决在守大堤，而堤内村庐未易迁徙，大涨出槽，田庐吸烟，居民遂决堤泄水。官亦不能进，四是只守殿不守大堤矣。11年，萧家庄、骚沟再决，又决其河赵庄。12月，骚沟、赵庄赛。明年2月，萧家庄赛。6月，再决河套圈，又决济阳王家圈，惠民姚家口。章丘河王庄，受张徐家沙窝，为望家圈公缓办，于皆年内赛。东晋河虽屡决，然皆分溜少夺溜，每堵筑一次，费数万或数十万，多亦不过100-200万，较南河时所省政多，被淹地亩亦较少的平水缓故也。13年6月，决开州大兴庄，水灌东晋、蒲、范、寿张、阳谷、东阿、平阴、与陈军以灾告。8月，决郑州，夺溜有甲。鲁河入淮，直筑洪泽湖。郑河断流，王家圈汉口乃塞。郑州记决，议者多言不必塞，宜承此复故道。户部尚书翁同龢、工部尚书潘祖应同上言，龢自大禹以后，行北地者3600余年，南行不过500余年，
是何由云梯关入海，本不得为故道，即指为故道，而现在溜住洪泽湖，行北高南下，不能导之使出清口，去故道上100余里，其事断不能复。或谓山东数被水害，遂以河南行为幸，不知何幸力北行。自今章宗后，河虽分流，有名一代，北决者14，南决者5。我朝顺康以来，北决者19，南决者11。况淮无经行之渠，黄入淮安有归宿之地。下流部的宣泄，上游必将复决，决则人入东晋，山东之患人未能弭。至黄水南注，有2大患，无可虑。黄注洪泽，而淮口淤甸。9 PG 746。不通水，仅张府口引河，阔不过数丈，大溜东注，以运河为尾。驴仅是东堤为护，以岌岌可为。今忽加一黄河，必不能保。大患一，洪泽淤甸，高加堰久不可视，黄河势旱，入湖后难保。不立时塌陷。不东冲里下河，及南灌扬州、江、淮、河、汉并，而为宜东南大局，河堪设想。大患2，里下河为产米之区，万一被淹，漕米何从错办？可虑一，即令漕米如故，或因黄邪沙甸运，不能服送；或因积水漫溢，堑道无存，漕搜停滞。且山东本借黄济运，黄济远去，疑问为弱，水从何出？河运必废。可虑2，两淮盐场须在范公堤东，范堤不保，盐场淹没，国客何从征纳？可虑3，颍、寿、徐、海好勇斗狠，小民党。西南保不生事端。可虑4，黄汛河淮，是不能局于湖诸，必别寻入海之道，横流促至，江乡居民莫保旦夕。可虑5，至入湖之水，亦须早筹宣泄。里下河地势，西北阜，东南养，宜顺。其就下之势，由兴化以北，历朦胧，复加误入旧河，必云梯关。淤沙北汛大通口，入潮河以达淮河，海口则取径直，形势变。经费亦不过巨。上命江都曾国权、曹都卢氏节筹议。是国权、是节一言。汉河会淮东下，其危险100倍寻常。察治水不外宣防2侧，而宣之用尤多。洪湖出路2，皆由运入江。今大患特至，不能不。于湖之上游多筹出路，分之宣泄，博采群邑。桃园有陈子河，南接洪湖，北至旧河，右北为中运河。若加挑陈子河，使通旧河，直达中运河，两岸筑堤，即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。入海，此洪湖上面新辟一去路也。清河有碎石河，西接漳府口。引河东达旧河，大家挑洼，亦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，此洪湖下面新辟一去路也。寻知其旧，千未舍此别无良法。是以臣等议定及勘估新宫，
不敢拘泥成规，往返迁延，至务事。基上委之，并遣前山西布政使邵贤降调浙江按察使陈宝。PG 747。征前山东按察使潘俊闻讯赴郑公，随同河都陈福、御府倪文为乡里何物。时公正需款具且急，户部条上筹款6事，以财。防营长夫1停购军械船只机器1停止金援兵丁米折营1着调附近防军协同工作1令盐商捐书给蒋1御征当商会号税银议上赵才常夫捐盐商及御征税银于不允。9月，命礼部尚书李鸿藻携刑部侍郎薛允生持刊，鸿藻留都公。时黄刘曼义，河南州县如中牧、卫士、扶沟、鄢陵、通许、太康、西华、怀宁、降福、沈丘、陆邑多被淹尽，水深4、5尺至1、2丈，特颁内帑10万，并节流金饷30万政府，而河公虚款。即允御史周天麟、李世坤请，特开正公新捐吏，夺臣服职。以李贺年属河都。10月，东府张耀言，山东河淤潮高，黄流实难容纳，请臣是归附南河故道。下鸿藻、贺年义。鸿藻等遂请敕训筹河办。上以黄河筹复故道，叠京城公条奏，但废具公繁，断难逾决。口谓笃之先，同时并举。此奏于故道一附，只空论其理，与简一书。一切利害之轻重，地势之高下，功用之浩大，时日之迫促，并为全局通筹，屡悉奏复。如此大事，朝廷安能据此寥寥数语，定计决疑？故道一役，可暂从缓。至所称一切工作，先自下游开办，南河旧道现在情形如何？工程能否速办？经费能否力筹？有无挚爱？这国权、世节、松峻迅速估奏。国权言：黄流东注，淮南北地处下游，宜筹分泄之策。请就杨庄以下，就河200余里挑汛，以分宜4支水，腾出中运河，预备洪河。圣长携黄北行，堪以容纳，是上游筹有去路。而淮游3河坝，直趋而东，则运低极为吃重，是不能不开坝宣泄，里下河如临腹地，而支河颇多，若欲先疏导，使水能顺轨，则田卢民命益，可保全。同河祖应所言，寻得水性救下之事，业经遣员屡勘，并请调熟悉河工之江苏聂司张复年都理。至可。先是侍郎徐 PG 748。府有通筹黄河全局之书。文未言，府所城口门北岸上游浊开，引河上南以下河内挑川自河，及筑排水坝，三者皆河南壁。办之事，及前人者效之法。臣前请于河深阔处切滩疏淤，及府浊开引河及川自河之意。河源以近日河势略变，须更筹办法。且有引河不可挑之说。而此项土夫，皆系应政之人，无论何工，皆系应办之事，将来或帮挑运河，
或帮助和珅，应救伤和臣随。时调度。报文。12月，国权、士节言、同和等所陈二换五律，不斥身。立其境，江臣等所欲言者，待达陈聪。当今派员分头履勘。自傅家误入旧黄河，过云梯关至大通口，测量地势，北高丈5-7尺，魁诸救下之信，殊未相宜。不敢不克遵圣训，于兴化境内。别筹疏淤。察下河入海河道，以新阳、射阳两河为最，斗龙港。次之以支河阻塞，未能通畅。察兴化属之大为闸、丁溪场。属之古河口小海，均极淤浅。疏浚以后，如果高邮开坝，可济。水皆顺轨，由新阳等河宣畅归海。其闸门窄狭过水不畅者，令于左右开挖越河，彼得滔滔直注。此外干支各河，再接续则要。新挑以其竹节通畅，河与同河，祖印之奏事亦共同。14年正月，国权等又言，徐府通筹河局书，称淮阳时。无处未至黄河，宜先筹宣泄之方，再求堵河之法，寻属却中肯。请挑天然及漳浦口引河，本系由淮入黄咽喉，袭人见导。淮之役，皆从引河入手。知以漳浦淤淀太高，挑不得法，且恐四道观。又顺清河为清江三闸来源，囊时堵住以资自卫。自河北系，此坝久废。今既引淮入黄，仍需堵住顺清坝，数3闸可保无虞。京城等派员审夺河地，虽北高南低，加工挑深，尚可配平。顺清河虽水深溜急，多被料土，亦可设法堵住。又京城市节履勘，陈家窑可开引河，上接漳浦口，下达吴城七堡，与岁时河功用相同。已于10月分段新挑，自漳浦口内窑河起。PG 749。至顺清河止，开深丈4尺至2丈，即上游多泄1分之水，下河即少受1分之灾。其公段亦兼调少永邦同挑训，以补民夫之不足。以上办法与该侍郎所陈江南数条不谋而合。先是上以将来河人北区，有趁湍流骤减，挑训东明长堤。开州河深，加培堤淀之语。致仕洪章言，直进黄河长8-90里，一律挑训，工具费繁。即着挑北面数处，亦需20-30万。两岸河滩高于中洪1-2丈，河深尚可容水。为东明南堤利，年冲刷，及应则要修筑，以调派大明练军春荣复工，并募民夫。同时力作。开州全堤残缺已甚，亦经派员估修。至长垣南岸小堤，离河较远，尚可缓办。北岸民店，敕劝民间修培，不得逼。数河流，至爱大局。6月，小杨庄赛。是月，洪藻沿正攻2坝，共进战610。14丈，上于口门30余丈，因浮丘暴涨，人力难施，请缓4。秋汛稍平，
皆续举办。上言指切则，齿贺年直，与陈福并戍军。台洪藻文卫军将3级留任，以广东巡抚吴大邓属河道总督。大邓言：医者治病，必考其治病之由；病者服药，必求其对症之方。陈日在河干，与乡村父老咨询旧事，正以前人记载。知欲审核患非不能治，病在不治。筑堤无善策，乡扫非久计。要在剑罢以挑溜，逼溜以攻杀。溜入中红，河不着堤，则堤深。自固，河患自清。元中年久者，千言咸丰出营，则上有砖石坝20余道，堤外皆滩，河流离堤甚远，就坝筑扫以防险，而堤根之扫工甚少。自旧坝失修，不数年废弃殆尽，河势越逼越近。扫数越添越多，原旧过不遑，故此失彼，每遇险攻，则成大患。河源以乡扫为能事，至大溜圈筑不移，旋相旋折，己至数手。陈清都道敢抛石垛，3、4丈深之大溜，投石不过1、2尺。溜基外移，使之水深溜基，为抛石足以救急，其效10倍扫功。以石护溜，溜缓而扫稳。历朝河臣如潘季训、晋府、厉玉美 PG 750，皆主建坝挑溜，良不污也。现以数十年久废之要功，数十道应修之大坝，非一旦所能补助竣工，唯有于正公款内何时准节。省的1万，即多购1万之石垛；省的10万，即多做10万之坝工。虽系善后事宜，趁此干河修筑，人力一失，否则正公河隆厚。明年春夏出险，必致措手不及。虽不敢为一治而病急月、特月，于不治而病日增。果能对症发药，1年而小效，3、5年后必有大效，上加免之。大邓又言，向来修筑坝垛，皆用条砖碎石，每遇大汛急溜，坝根陶刷日深，不但砖易冲散，重大石块亦即随流坍塌。闻西洋有塞门得土，半沙年河，不患水侵。趁此引河未放，各处须筑挑坝，正在河生干涸之时，拟于砖面石缝，是用塞门得土涂灌，敛散为整，可使坝基做成一片，足以抵当河流，用时少而功必坚，4亦一劳永逸之法。报文12月，正公赛，用躺1200万，实授大邓河都，诏于公赐立河神庙，并建皇大王祠，赐匾额，与党将军俱加封号。是年7月，爵长垣范庄，为己赛。15年6月，爵章丘大寨庄、金王庄，分溜游小清河，入海。又爵长清张村、其河西止防，山东滨河州县多被淹尽。是东塞。16年2月，东府张耀言，前南总河峡河攻900余里，东总河峡500余里。自决同瓦乡，河入山东，遂才南总河，而东河所辖河攻仅200余里。今东河县长900里，日淤日高，全是堤防为保卫。本年陈筑攻200余日，
都律修防，日不暇给。请将自菏泽至运河口河道200余里，归河都辖，与原辖之河道、里数相等。不亦以此段工程，向由巡抚都律地方官监管，河都恐呼应不灵。要又言，向来沿河州县，本归河城监辖，原缺人会河城提捕，欲有功过，河城亦应举河，尚无呼应不灵之患。请并下河都筹议。先是大邓遣员测绘直、东、玉泉河 ，PG 751，致仕途呈上之。5月，决其河高加套，选赛。18年6月，决会明白毛坟，夺溜北行，直驱屠害入海。又决立金章家屋、济阳桑家渡及南关、挥坝，聚会白毛坟漫水，归屠害河。7月，决章丘湖嘉岸、嘉河以内一片汪洋，迁出。历城、章丘、济阳、祁东、青城、滨州、蒲台，历经8县灾民33200余户。初，河都许正一请于岁额60万内，提10 2万归河防局，筹添料时，先是预防，由河都主之，致仕不令。分案提销。正一言，河工大险，事法不如用人。如以事法论，则从来报销立案，公不知之，河工亦知之，故自每年添款及正。公报销之千数百万，未闻其不合理也。如以用人论，则诚尽此。改章从事，彼年大险横生，义军次第抢捕，信奏安澜，至天料。天时，故有不尽合力者矣。原成立河防局，亦有2端。一则恐原欲险推诿，借口无钱无料，故提此巨款先是预防之资。一则恐原不时不尽，故天委官生临时匡救之用，而限12万欠。西道公不准丝毫入局，并不准开支薪水。河南官生吏民往不知之。即如今岁之得保具险，就买11款，已用过11万数千两。余则补正公金门省列之低，此不能分案提销者也。又多方买时，随处抢渡，险未屏蔽加抛，险已过即停止，此不能绘图贴说者也。上如所请行。是年白毛坟各口塞。21年6月，决授张高家大庙，其东赵家大堤。未几，决济阳高家纸房，历经吕家洼、赵家园16户。是东次第塞。明年6月，决立今西韩家、陈家。御史宋伯鲁调上东河击毙。一、冒领蒙销，宜严定处分。一、收发各料，宜设法稽查。一、声明培修旧例，以防随意改名。一、5便宜认真巡查。赵东府严除击毙，并令有何物各督府查，遇有列员，严参承办。2、13年正月，决立陈小沙滩、章丘湖嘉岸、随塞。11月临汛，决立金江家庄、护家滩，水由沾化降河入海。24年6月 ，PG 752，决山东黑虎庙、川运东泻，人入郑河。又决立城阳使道口，授张杨家井、济阳桑家渡、
东阿王家庙，分驻图亥、小清二河入海。遣弘章协和都任道荣，东府张汝梅会勘，卫己，省东河总督、巡抚制。25年2月，弘章等言，山东黄河自同瓦乡改到大清河以来，时当军兴，为皇修治。同治纪年，见有愧意，始筑上游南堤。光绪8年后，溃意屡见，遂普筑两岸大堤，乃民间先就。河崖筑有小店，紧逼黄流。大堤成后，复劝民守店，且有改为关守者。于是堤久失修，每遇泛涨电绝，水遂渐临而下，堤亦随绝，此历来失事并根也。上游曹兖属南北堤凑长400余里，两堤相距20里至40里，明电偶绝，水由堤内归入镇河，大决则堤亦不保。继南北电工24，同治以来，绝仅4、5件，此上游情形也。中游记，太属两岸堤电各半，凑长500里，南岸上段傍山无堤，下段守店，北岸上守堤，下守店，参差不一，无非为堤内村庄南迁，全为保守计。下游5，定属南岸全守堤，北岸全守店，凑长500余里，地势越平，水势越大，险攻70余处。25年来，已决23次，此中下游情形也。东省修房事本草创，兼有新作，皆因废黜，未按治河惩罚。前府城里，秉恒历城山东受河之害，治河之难，未尽己无遂不决，无遂不数决。朝廷屡迷拒京，屡言终无安遂。若不按成规大家修治，何以养达爱养源源之意？臣等详考古来治河之法，为汉甲让喜。当水冲之名，让的雨水，实为上策。前府城市节建筑中下游，两岸大堤凑长1000里，两堤相距5、6里至8、9里，就此加培修守，4不失为中策。为先有弃堤守店处，如南岸洛口上下守店者110里，上段径省60里，商贾浮凑，尽显功稍平，暂缓推展。下段要险极多，10余年来已决9次，拟迁出店外20余村，弃店守堤，离水稍远，防守亦固。此南岸着拟迁民费。PG 753店办法也。至北岸堤工，自长清至历经460里，店外堤内数百村庄，长店逼近湍流，河面太狭，无处不弯，无弯不险。河淳淤高，店外地如府地，各村段不能久安世家。且店破堤壁破，欲保店外数百村，并堤外数千村同一被灾，犹绝非计。但小民安土重迁，屡被省灾，不肯远去，非可旦夕议定。今拟北岸自长清关庄至其河60余里，河面上宽，历经至盐窝70余里的皆赤鲁，不便徙民，均以店作堤，店外之民无庸迁徙。其河至历经上有320里，民店紧逼河干，竟有不及1里者，是不得不废店守堤。
但北堤残缺多半，无可退守，且需款过巨，迁民更难，应暂守旧店。此北岸分别守店作堤，即将来在议废店守堤办法也。至南北大堤，为河宫第一重大关系，即处处卑薄，拟并改店之堤，即暂定之民店，照河宫旧事，一律修培，总其足欲训长。至下口入海尾闾，由观泉河大局。查帖门关固道上有80余里，越下越宽深，直通海口，行事较丝网。口含家园为顺，公费亦较省。然见蓝河大坝，挑引河，筑两岸大堤，需费颇巨，下口不至，泉河皆并，不得不何时勘估。此又加培两岸堤工，改正下口办法也。约估工费需930万，有期，分5、6年可告竣。朝议如所请，先发堂100万，交东府。欲贤都修。欲贤言：黄河治法，诚如不成所云，展宽河面，盘筑堤深，疏通尾闾3事为扼要。查尾闾之害，以铁板河为最。泉河斜沙带泥，到此磨所归数，散漫无力，今以风潮，交结如铁。流不畅则出路塞而横流多，故无10年不并之河。拟建长堤直至淤滩，防护风潮，纵不能尽达入海，而多进一步及多一步之意。至堤垫卑薄，拟修培时，土方必足，夯卧必坚，尤加以保守。其作弯处，一弯一险，如上有贾庄、孙家楼，中流赏家岸，或家溜、桑家渡，下游白龙潭，北镇家及岩窝，均著名巨险，于 PG 754。险尤多，故非才弯曲直不可，然亦须相渡行事，必引河上口能迎溜势，下口直入河心方得。蒲台以西魏家口至以东宋庄，约长40里，河水分流，纳郑河之溜1/3。若旧市修堤建坝挑溜，使归北河，郑河如淤，蒲台成员永免水患。此才弯曲直之。最有益者，拟即勘估兴办。报文26年，权匪乱作，未续请款。40局日间，无暇一及。何妨矣？是年临汛，决滨州张萧堂家。明年3月塞。6月决。张秋成家窑，会名杨家大堤，随塞。黄河之出北徙也，中亲王。僧格林庆有才总河之请。四东河改归巡抚监辖，河都乔松年赋，以为请。致仕，河都西凉言，直东河公九归都府管辖，御府本有监理河道之责，请访山东陈案，改归监理，而省东河总督，至可。28年夏，决立今冯家庄。秋，决会名刘望庄。余年2月，刘望庄塞。6月，决立今宁海庄。12月塞。30年正月，临汛，决立今王庄、户家滩、江庄、马庄，随塞。6月，合议甘肃高兰，淹没沿滩村庄20余。又决山东历经薄庄、淹村庄、岩窝各20余。先是山东屡遭河患，
当事者皆就水力低，随湾就曲，水不畅行。章丘以下，堤碑河窄，又无石工帮护。历经以下，尾驴改向南，形势亦不顺。巡抚周复请讨300万，略事休赔，不成。竟不语。不得已，自筹20万添购食料，又给资千粒金下明之。当水冲者，而民喜未尽。又于堤南增建大堤，以备旧堤坏，民有新居可归。至薄庄绝，水东北由图亥河入海。复言旧河淤成平路，若依旧堵河，估需90万有期，巨款难筹。且堵河之后，防守毫无把握，曼口以下水深丈余至2-3丈，奔腾好汉就下行急，入图亥后，是亦宽深，较铁门关、韩家园、司往口尤畅达。与其溺水之幸，好无义之财，救民而终莫能救，不如千民避水，不与水争的，而使水与民各得其所，依此而行。PG 755。其意有3：尾驴通顺，流畅消速；意1：舟楫便利，商货流通；意2：河流顺直，显清费省；意3：所省堵筑费犹不计也。然补救之策，费财亦有3：宜迁民之费；2：筑店之费；3：宜设盐园之费。约需50万金，较堵筑费省3/4，而受益过之，至可，遂不堵。4是东河安澜，数年未尝一决。宣统元年，决开州孟明庄。明年载。3年，东府孙保其言。自黄入东省，河道深通，出无修防。积久淤溢，始筑民店。紧逼黄流。4经普筑大堤，而复令民守店。店有慢绝，官无处。分、直、东2省，定力皆然。元年开州决，水循东省上游店外。堤内下筑，至中游始归郑和、蒲范、受章受灾甚重。陈会商直督遣员携款督筑，上年始告成功。如能通筹，分别勘治。改归官守上游横绝，为浣河勘设想。陈袭随李鸿章来东勘河。时彼工程司建议筑堤深入海深处为最要办法，促以费具不果。如有主治者统筹经费，分年筑堤，及数水为攻沙之计，再着构。外洋挖泥轮机，往来疏浚，尾驴可望深通，全局皆受其意。河工为专门之学，非久于阅历，不能得其奥窍，即以仿照预审定。章改定文武额缺为终身官，3省互相迁调。陈上年设立河工研究所，召集学员讲求河务，原为养成治河人才，如社训。此项人员毕业，即可分别适用，于工程大有裨益。以上4端，必应兴办。陈余以为一设总河大员，立勘会商，将3省常年经费百数十万，统归应用。4议定大致办法，随时请拨，避免撤肘而进事功。输入赵会商直督，御府通筹。未及义父，而武昌变作，遂至不行。
PG 756卷第127至102。河渠2。运河。运河自京师立直沽，山东下达扬子江口，南北2000余里。又自京口抵杭州，首尾800余里，通谓之运河。明代有白槽、魏槽、闸槽、河槽、湖槽、江槽、浙槽之别。清自康熙中进府开中河，避黄流之险，粮搜经行黄河不过数里。即入中河，于是180里之河槽遂废。若白槽之集资白河、魏槽之导引渭水，闸槽、湖槽之分受山东、江南诸湖水，与明代无异。嘉庆之际，河流屡绝，运道被淤，因而借黄济运。道光初试行海运，28年复因节省邦费，续运一次。代咸丰朝，黄河北系，中原多故，运到中梗。中清之事，海运遂以为常。夫黄河南行，淮先受病，淮病而运亦病，由是至河，导淮。既运3侧，群萃于淮安，清口一隅，施工之勤，弥塘之巨人。明田卢之平遂受灾，未有甚于此者。盖清口一隅，意在续清敌黄。然淮强固可刷黄，而过甚则运低莫保，淮若莫由既运黄。流又有道贯之余，非若白槽、魏槽仅从事疏淤塞绝，闸槽、湖槽但其续泄得宜而已。至江槽、浙槽，号称益治。江槽自湖广。PG 757。江西沿汉、缅、鄱阳而下，同入沂河，溯流上始。京口以南，运河为涂、阳、阳武等一时劳疏浚，无溪而下，直抵苏州、禹嘉、杭之运河，故皆清流顺轨，不烦人力。今撮其受患最甚，工程最巨者余篇。顺治4年夏9雨，决江都运堤，遂塞。6年夏，高邮运堤，决数百丈。7年，运堤溃，携汶水由沿河入海。8年，牧民夫大挑运河。14年，河都诸之西沿，南望南距台庄高120尺，北距临清高90尺，应遵定例，飞机6、7尺不准起闸，以免泄河。必下闸，起上闸，水凝一深；必上闸，起下闸，水望一浅。重运板不轻起，回空板不轻闭。从之。15年，洞口于知西于石牌口以南开新河250丈，接连大河，以通非皖。先是漳水于9年从丘县北流，进清县入海。至17年春夏，之交渭水为弱，粮运塞至，乃沿漳河分盖明田之水，入渭济运。时河北累年抗旱，不思将天疏盐，袭千世将良才欲导河。筑渭，增夷运道，今独不可借其意而反用之导渭以筑河乎？知悉从其言，并至渭河主部者为令。康熙元年，定运河修筑公县，3年内冲决，参处修筑关。过3年，参处防守关，不行防护，至有冲决，一并参处。4年秋，高邮大水，
爵运低。5年，运河自仪征至淮淤浅，知县河重轮牧民夫训之。曹都领起龙岩，粮搜北行，处处阻闸阻潜。请敕河城旅勘安山，马踏诸湖，即各贵闸子堤斗门堤岸及东平，问上诸泉有无堵塞，务其汛泉清湖，以通运道。6年，决江都漏京庙。明年，塞之。10年，决高邮清水潭。明年，在。决13年始塞。14年，决江都少伯镇。15年夏，9雨。曹堤崩溃，高邮清水潭，路漫沟，江都大潭湾，共决300余丈。16年，以晋府为河都。时东南水患一深，曹道亦浅。府、沿、河、运以为一体。运道之阻塞，虑由河道之变迁。向来 PG 758。易治河者，多尽力于曹搜经行之地，其他决口，以为无关运道。而缓视之，以致河道日坏，运道因之日梗。是以原委相关之处，断不容其事也。又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，长约230里，因黄内灌，河底淤高，居民日患省溺，运搜每苦阻梗。请敕下各府城，将本年应运漕粮，务于明年3月内尽数过淮。4粮搜过完，即封闭通济闸坝，都级人夫，将运河大为挑汛，面宽11丈，底宽3丈，深丈2尺，日一夫34700有其300日。竣工，并堵塞清水潭、大潭湾决口6及敌家坝至5家墩一带。决口须淌98万有其。又言，向因河深淤甸，阻滞盘剥，艰苦万端。若清口一律浚深，则船可畅行，省费甚多。因令量书所省之费，作治河之用，请4运河浚深，船搜通行，凡过往货物船，分别征纳包遣银数分，1年停止。均允行。17年，筑江都曹堤，塞清水潭决口。清水潭逼近高邮湖。平年溃决，随筑随陂，决口宽至300余丈，大为曹搜患。前年，尚书记如西勘估工费57万，夫柳人派及民间，犹虑工不成。抚州市决口，就湖中离决口50-60丈为偃月形，抱两端筑之。城西堤宜长650丈，更挑绕西越河宜长840丈，仅费倘9万。至次年攻竣，上加之，名河曰永安，新河堤曰永安堤。是遂挑山、清、高、宝、江5州县运河，塞决口32。府又请按里设兵，分驻运堤，自清口至少伯镇南，每兵管2岸，各90丈，则以栽柳絮草，密种林河蒲苇，为永远护岸之策。又言，运河既易挑深，若不溯淮入河济运，仍容黄流内灌，不久复淤。请于高堰堤攻丹泊处，帮修坦坡，为久远未堤计。均如所议行。18年，决山阳7家桥，随塞。明出江南各曹，自瓜、夷至清江浦，由天飞闸入黄
后黄水内灌，潘季训使一运口于新庄闸，纳青碧黄，人以天非明。然口俱黄，怀交汇处仅200丈。PG 759。黄人内灌，运河垫高，年年挑训磨矣。兼以黄，淮会合，引回。激荡，重运出口，危险殊甚。至是，府邑宜南运口于烂泥浅之上，自新庄闸西南挑河移至太平坝，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。挑河宜南经7里闸，转而西南，亦接太平坝，距远烂泥浅。引河内2渠并行，互为越河，以疏急溜，而烂泥浅一河，分10之2左运，人携10之8涉黄，黄部内灌，并南抵运口。由是众运过淮，扬帆直上，如履坦途。是遂开滚水坝于江都丘鱼谷，创建宿迁、桃园、清河、安东简坝6。19年，创建凤阳场简坝宜荡山毛城铺、大鼓山、宿迁、蓝马河、归仁堤、邳州东岸马家及简坝11。康熙初，梁搜底。宿迁，由董口北达。后董口淤塞，遂取道落马湖。湖浅水面阔，堑缆磨所失，舟泥泞不得前，挑绝于宋，素亦骚然。府因创开，造河40里，上接嘉河，下达黄河，漕运便之。是岁引2淮黄并涨，决心化漕堤，水入高邮至，坏4州城郭，特筑滚坝于高邮南8里，及宝应之子阴沟。20年7月，黄水大涨，造河淤甸，不能通舟，众议遇人。由落马湖，府力持不可，清都挑决丈余，黄洛清出，人刷成河。遂必造河口拦黄坝，于以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3000余丈，始出造河，时看之清水径由新河行，至张家庄入黄河，是为张庄运口。是遂增筑高邮南北滚水坝8，对坝军开越河，以防舟行之险，凡就低险处，皆更以时。22年9月，黄河由龙冈漫入，新河又淤。遂于时看筑拦黄坝，复设法疏导，寻于新河仍畅行。23年，上南巡越河，至清口，以运口水井，令天建10闸于清河运口。25年，府以运到今黄河，风涛险恶，自落马湖凿渠，立宿迁、桃园至清河众家庄出口，名曰中河。粮船北上，出清口后，行黄河数里，即入中河，直达张庄运口，以避黄河180。PG 760。10里之险。译者多谓府此功不在明城宣凿清口下，而按察使于成龙、曹都穆天延先后合府开中河类民，上斥其阻挠。27年，复遣尚书张玉书、图纳、左都御史马齐等往事，亦称中河。安流、舟楫甚便，但逼近黄流，不便展宽，而里运河及落马湖之水俱入此河，窄孔难容，应于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庄各建简坝，彼水大可宣泄，众家闸口大直孔道灌，应向东南协挑以避黄流。
赵4临月时定夺。是岁大雨，中和绝，燕青河民田数千。请明年春，上南巡，越视河宫，至宿迁之河口，谓诸臣曰：河道关西漕运民生，地形水势，随时全变。今观此河狭隘，逼近黄岸，万一黄堤溃决，失于防御，中河、黄河将混为一。此河开后，商民无不称辩，安时日后若何？图那马其言。臣等勘河时，正值大水，据河隘不能容诸水，故意予以北摇。堤修剪罢3，另由旧河行入海。府言：臣亦开此河，可数水。入海，即汛必观之，曹搜亦可行。今若加增瑶堤，以保固黄河，堤岸当可无虑。河都王兴命言：知河口只一镇口闸，为山。湖诸水甚大，欲迎辽不能之，必至溃决。若于落马湖作简坝，令涨水入黄，再修筑坛城与王台，以预流入落马湖之水，令筑数河，则中河无虑。尚未可人开之河，其黄河运道，并存不废。先是御书等请避拦马河，是下总河，致是兴命言：拦马河源以宣黄水一涨，似应人流，水涨则开放，水平则闭，以免中河淤甸。至落马湖3简坝，御书等一流2座于堤内，减水入中河，又恐中河不能容，拟于以东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河口量。见简坝宣泄。臣谓既以中河不能容，何必留此2坝之水减入中河？复从萧家渡等处建坝，多此曲折。不若将3坝俱流瑶堤外，另由旧河行入海，于萧家渡3处量流缺口2，浊水势以宣塞之。为越坛城数水口就有与王台，丈2水势，会白马河，宜河之。PG 761。水入落马湖，越决泛亦不可遏，应于台旧积引水处堵塞断流，令人由故道入海。下户从诸臣却议，为落马湖简坝用御书等。原意于如兴命言。32年，直隶运河决通州李家口等5口，天津耍儿渡等8口。为河为弱，为是张为灌输，由管陶分流济运。明隆、万间，张北袭入阜阳河，管陶之流遂绝。至是36年，忽分流，仍由管陶入卫济运。38年，廷议改高邮简坝及毛家园等6坝均为滚水坝，增加高堰10公5尺。39年，上以清口日淤，恐误粮搜，海盗运经又极艰险，拟以沙船载粮，自江下海，至黄河入海之口，运入中河，则海运不远。下河都张彭河筹议。彭河沿运河决口以塞，清水又已引出，粮船当可畅达。若改载沙船，故木水手，徒资弥费。且由江入海，从黄河海口入中河，风涛不测，实属难行。从之。初，河都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，南以筑堤，乃自桃园盛家道口至清河，弃中河下段，改凿60里，名曰新中河。
至是彭河见兴中河浅狭，且甚加到口河头，弯曲，晚运不顺，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，节用旧中河上段，新中河下段河为一河，重加修训，运道称便。40年，以湖口清水已出，宜筹节宣之法，允彭河请于张府口、裴家场2引河间，再开引河宜合力敌黄。若黄长在，梁搜已过，堵拦黄坝，使不得道观，长在行船时，必裴家场引河口，引清水入三岔河至文华寺济运。是岁建中河口南岸石闸。42年，以重庄旁清水出口，逼溜南区，至爱运道，赵宜中河运口于杨家庄，及大清水故道，由是曹延2例。余年，又命建直隶运河杨村简坝以分水势。44年，上言高堰及运河简坝不开放，则为极低堰开谢又辽商陇亩，宜于高堰3滚坝下挑河筑堤，束水入高邮、少博诸湖，其简坝下亦挑河筑堤，束水游串场西筑白居、丁溪。PG 762。草堰诸河入海，令江、曹、河各都看估，遣官都修。自释怀。杨各郡西免慢役之患。45年，彭河于中河横堤建草坝2。报嘉营引河处建草坝一项基起壁，免中河淤电。又以运河水涨，堤岸难容，于文华寺建石闸，闸下开引河，自杨家庙、丹阳口弃白马湖，长14800丈有其，水涨开放入湖，水河堵闭。是年，既宁道张伯行请引张自成安伯寺营通张之新河，皆管陶之沙河，古所谓马夹河者，疏其淤塞，使畅流入渭。意谓即行。越2年，全张入管陶，张为何而是汉籍，恩得当冲。受害，乃于德州少马营，恩献4女4建坝，开之河以杀其士。60年，东府李树德请开彭口新河。先是济宁道某言，彭口一带有朝阳、围山、西湖、喷沙基于3洞桥内，屡开屡赛。组织粮搜，应挑新河，必喷沙，以疏运道。至是，树德以为言。上曰：山东运河，自西湖之水流入。前此百姓以为宜开即开，以为宜闭亦闭。开者何意？堵者何意？务悉其故，方可定其开。否，不然，须好矣。又曰：山东运河，全赖湖，全济运。今多开稻田，节上流以资灌溉，湖水自然摩所蓄诸，安能济运？往年东明欲开新河，正恐下流泛滥，进而弗许。今又请开新河，此的一面为珊瑚，一面为义县诸山，更从何处开凿耶？张彭河道东，将此指降御巡抚，申斥地方，相渡泉源，蓄积湖水，彼漕运无误，自意义耳。雍正元年，河都齐苏勒协漕都张大有言，山东蓄水济运，有南望、马踏、蜀山、鞍山、马场、朝阳、独山、围山、西山等湖，水涨则引河水入湖，
河则引湖水入槽，随时收蓄，皆引运河，古人名曰水柜。历年祭酒，朝阳、安山、南望多为居民占种私垦。现除以城田不追外，于泗水落丈量，树立封界。永靖侵占，设法收蓄。至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南阳诸湖，原有斗门闸座，加以土坝，可收蓄深广，备来年祭运之资。唯独山 PG 763一湖，濒临运河，一线小堰，且多缺口，相渡水势，河水甚涨。听其灌入湖中，湖河平，即筑堰堵截，河水稍落，不使湖水走泄涓滴。或遇运河浅塞，则引湖水下注，庶几皆计便捷。至诸湖闸座，人照就例，灌塘积水，起壁以时，则湖水深广，运道疏通矣。下所思一行。2年，其苏勒以落马湖东岸低洼易泄，旧坝不足抵御，于湖东路塘河通宁桥西高地筑拦河滚坝，在筑拦水低600丈，口门宽30丈，以便宣泄。又帮助运河西岸的洞口低深510丈，高保江东西岸低攻5024丈，宝应西低7里闸以南至。柳源头扫攻570丈。4年，其苏勒改种加渡南之旧棚口于十字河，而棚口沙拥，积如故。先是侍郎蒋承熙书陈漕运事宜，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勘视豫东运道，致仕复称山东运河必赖湖水接济，请将安山湖开汛筑堤，南望、马踏诸堤及关家坝俱加高培厚，建石闸以石起壁，其分水口两岸沙山下，各筑数水坝以汶水南带。村坝应加修筑，建坎河石坝于汶水北。恩县4女4应建挑坝夷。专平运河西岸修复净水关2，东岸建滚坝夷蒲州沙河会照。王河处就有土坝引河，应修筑开汛，其河西州县听民开通。水道汇入沙河，于运道民生，均有裨益。武城及恩县北岸各挑引河一。河南运河自北泉而下，历人、义、李、智、信武闸恶水旁注，渔民不无截流到水之弊，请拆去5闸，于泉池南口建10堰1，开口门3，分为3渠，筑小堤使无螃蟹，东西各开1渠，渠各建5闸，分盖民田。小丹河自清化镇下应开汛，筑小堤，河东1里开水塘夷10闸3，分为3渠，以小丹河为官渠，东西各一为民渠。其环河石坝皆以因废，宜增修为挑坝。诸泉源应各开深广，入为济运。下所思一行。5年，东府塞人俄以柳长河日渐淤浅，虽一带相连，而中有金钱岭分隔，特 PG 764开引河2，亦从岭北筑安山入湖，亦从岭南出闸口济运。8年，河都基层云岩，宿迁落马湖就有十字河口门，引湖济运，兼以刷黄。4湖水为弱，恐黄道灌，堵闭河口，又于西宁桥以西建拦湖坝，因是湖水不通，专资黄济运，
至中和之。水斜沙于殿。今秋山水暴涨，去路恶塞，漫溢横出。请赋10字。河旧口门，彼湖水入中和，刷深运道，蓝湖坝浊梁开宽，彼上游之水，由六塘河入海。从之。是年始设皇，运两岸守堤保。夫2里1保，保设夫2，筑堤巡守，远近互为声援。9年，兼总和田文进言，问南流济运，向有玲珑及乱石。滚水3坝。伏丘盛长，水由滚坝入沿河，沙由玲珑，乱石洞隙，随水滚泻。自和国宗于3坝内增建10坝，涓滴不通，既无尾驴泄水，又无下系通淤，至问斜沙入运，淤积日高，请改坝为旁。建基兴56，中流水门55，安旁板以资宣泄，又已不能起毕，别筑土堤，名春秋坝。如所请行。11年，东府乐训。言东省水贵，就有东平之安山湖废闸寺。自国宗亦复安山。湖水贵，重筑临河及圈湖堤，修通湖、蛇沟2闸，并于8里湾。10里铺2废闸，兼建10闸，以曰安济闸，距今修浚，仍不能蓄水。济运。原湖底土疏，非圈堤所能收蓄，均宜修防。其圈湖堤缺，盖停补助，以免糜费。从之。12年，直都理尉以故城羽山。东德州5城毗连，系河流东注转弯处，向无堤殿，水涨漫溢。劝谕民间暂修土殿，量给10米，以供代赈。东府乐训以德州河。溜顶冲于东岸挑新河，建滚坝，两岸各筑瑶堤，凿开涵洞，以资宣泄。乾隆2年，御史马启元言，直东运河尽多淤塞。上书来保言，为水济运灌田，请敕详查地势，使漕运不阻。民田一资灌溉。上命侍郎赵殿罪，侍卫安宁、会同直、曹、河3都、豫、东2府勘奏。经部议，东省全员439。PG 765。无不疏通，闸坝亦顽固，为岱庙、七级、柳林、新店、师庄、枣林、万年、顿庄各闸，或堰翅潮折，或面石裂缝，两岸斗门。涵洞有满家3空桥堰翅堤线，10闸面太低，应交河都新修。又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独山、围山诸湖，沿径占种芦苇，难忘。南阳、朝阳诸湖水贵，仅堪泄水，小清河久淤塞，均以次第修。至为水济运灌田，宜于管陶、临清各立水泽一，侧堰浅深，以时其弊。起源又言，通州至天津河路多淤浅，粮搜不便，命殿最斜故从勘议。寻议天津溯流而上，设有兵变，无关管辖。应增至漕运通判1，驻张家湾，专司书训，把总2，外委4。听通判调遣。又普济4等4闸属通州，增至立木宜庆丰等7。闸属大兴，增至主部宜豫应开挑处，报作梁河时修训。用鄂尔太盐，建独流东岸滚坝，并开引河，筑之中塘洼，
以免进海有限役之余，并减天津三岔口蒸馏之事。是岁，大挑淮阳运河，自运口至瓜州300余里。3年，河都白中山盐为河水事，为在相机起毕。殿罪。前奏设管陶、临清2水闸，可不必立。4雨水调匀，百泉各渠。闸照旧官民分用。倘知水浅色，即暂避明渠明闸以利漕运。或河水冲畅，漕搜早过，官渠官闸一着梁下板以灌民田。是年，修复3教堂简坝，挑汛淤田之河，使泄水入马夹河。又于3空桥旧只修简坝，仍挑通之河，使泄水入涂亥河。增建裴家口东南涵洞2，修筑房家口上下堤岸，马家闸土堤，及自义县台庄。弃临清板闸运堤800里堑道，亦资账户滨河田庐。先是书训毛城铺河道时，高滨以黄流道灌，移运口于上游70余丈，与三岔河接。次年，黄人灌运，论者多为新开运口。所至，特命大学士鄂尔泰相度。宣言，运口直对清口、湖水。由裴家场引河东北直趋清口，入运之水仍系回流平缓，为新口。外挑水坝稍短，清水甚旺，或孔溜宽，宜在筑长坝，不必人救。PG 766。开口为旧河直结，新河淤区，今新建闸坝未开，漕船应行旧河，以利晚运。新河于天妃闸下重建通济，复兴2闸，随时起毕。每岁漕船过后，河水充溢，则开放新河以分水势，湖水涨溢，则必旧河及新河闸以待水消，树新旧2河可以交用。鄂尔泰又言，详勘漳河故道，宜自直隶卫县北，今山东邱县城西，至孝口村会府阳河，入大路泽，下会子牙河，由天津入海。亦由卫县北老沙河，自潘尔庄经邱县城东，历清河、武城、锦州、富城各地，过千顷洼，入运归海。邱县城西故道，去渭河较远，就济淹，开通匪易。且府阳河下会子牙河、泉漳之水亦难容纳，为老沙河及古马夹河，河行宽阔，于此挑覆。故道自河尔寨村东承漳河北折之势，开至漳洞村，归入旧河。是顺公省。即于新挑河头下东流入渭处建闸，如渭水为弱，则其以济运，渭水足用，则必闸始归故道，在于清县下着建闸坝。临清以北运道可免淤电，清县以下田庐永无尽焉。应赤直、东两省会勘估修。5年，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，专司序谢书。训闸坝事，仍管河库，从白中山请也。22年，天建高邮东堤石坝，着定水泽，是水势大小矣。为其弊。寻曹给事中海名言，江南运河，为桃园之古城沙江。溜滩湾沙基，黄河以南，为扬州之湾头闸至范公祠3300余丈间断阻浅，均应挑汛。镇江至丹徒，
常州，水本无源，是江潮灌注，冬春潮小则浅。加以每日潮汐一淤，两岸土松易泄。应6年大挑一次，否则3年一须则断捞浅。单土2拃以下，常州之5境等县，亦间断浅至，均应一律挑汛。诏挑河一资。服贸以往来查，无得属之委员。24年，命海明及河都张师载，东府阿尔泰会勘职，东运河。初，运河水涨，漫溢德州等处，锦州一带道路淤阻。至是海明等言，张、魏2河，浮丘甚长，以旁加疏泄。自陵 PG 767。清至恩县4女寺250余里，河深盘曲，临青塔湾东岸原有沙河遗及黄河遗迹，由清平、德州、高唐入马夹河归海。请开挑作滚水石坝，使问为何流，分泄水势。4女寺少马营2支河，原系螃蟹问，为归海之路，请将峡处展宽，以免下游。德州等处充溢。25年，巡曹给事中要海协师载言，南望以北仅马踏一湖，水患不足。独山湖有金线闸，水之南流，立即闸水可北注，请移金线闸于柳林闸北，使独山诸湖全注北运河。至可。27年，已于台新庄桥北就有泄水口2口门刷深，难以节制，允师载等请改建滚坝1。是岁，挑德州西方沿对岸引河，自魏家庄至新河头，长40丈，建筑其家庄挑溜扫坝，接筑清口东西坝，修理家务10闸。28年，用阿尔泰盐于临清运河逼近村庄处开引河5，以分水势。33年，黄水入运，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，以谢圣长，并书训运河淤浅。37年，河都姚立德言4河下流董家口向建石坝分泄，今泗水南区，转为石坝所累，请拆去，并展宽孟家桥旧石桥，如所请行。50年，命大学士阿贵履勘河工。阿贵言，臣初到此间，寻商萨载，李凤汉集合。上元变，多主引黄灌湖之说。本年湖水极小，不但黄觉清弱，至6月以后，竟至清水涓滴无出，又值黄水甚涨，倒灌入运，直达淮阳。既唯有借以灌之黄水以送回空，蓄积弱之清水矣。既重运，察本年2进2艘行入淮河，全集黄水浮送，方能过淮。渡黄，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，而空船吃水无多，设法调剂，似可衔尾船行。借黄济运，自此始也。51年，运河甚涨，至淮安以下东岸金河泄水10闸强者底翻，南资其壁。越5年，山阳、宝应市民修复之。嘉庆元年，河决丰汛，刷开南运河蛇家庄堤，由丰、配备筑金乡、鱼台，样入围山、朝阳各湖，穿入运河，漫溢两岸。
PG 768。世东曼口塞临汛复折县。次年，东西两坝并折，2月公使。郡。自封公爵后，若曹公、睢公、桓公，几于无岁不绝。9年，因山东运河浅塞，大家训制，又欲续为山诸湖水为利运资。然自是以后，黄高于清，曹搜转资黄水服宋，淤沙日积，利益而害百矣。12年，仓场侍郎德文等请挑修张家湾镇河，堵住康家沟以复运道，御史贾允申请挑汛检河，均下直都温陈会勘办。陈会请汛温于河上游，上命侍郎托金、因河协德文等复勘。巡奏言，平年漕运皆及温于下游道样之水，以致泥沙淤积。若从上游深挑，直抵石坝，实为因势利导。为地势高下，需逐细测量，比全河毫无挚爱方善。至可。13年，通州大水，康家沟坝冲决成河，张家湾河道遂淤。仓场侍郎达庆请来年粮搜由康家沟试行1年，暂缓挑赴张家湾河深。上命尚书吴景往勘，与达庆议和，遂允之。明年，御史户言，康家沟河道难行，请赴张家湾镇河。下知都温陈会。陈会言，康家沟溜势奔腾，漕船逆流而上，大费欠碗。该处地势正高，恐旱干之岁，河水一泻无余，漕行更为棘手。为张家湾两岸沙滩，坝基难立，而镇河积淤日久，挑汛亦甚不易。上复遣工部尚书带军援往勘，亦言坝基难立，且10日已破，恐河道未复，漕运以来，请人由康家沟行，再查看1年酌定。如所请行。石淮、阳运河300余里浅阻，两淮沿镇阿克当阿请寺。9月内漕船过郡，堵闭清江3坝，筑坝断流，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汛，下不易。复称近年运河浅阻，故由叠次曼口，而曼口之故，则由黄水倒灌；倒灌之故，则由河底垫高，清水顶阻，不能不借黄济运，以致积淤溃决，百病丛生。是运河为首病之地，而非治病之源。果使清得倡出敌黄，并分流济运，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，旧淤并可刷敌。若不除倒灌之根，而即以挑汛运河为事，恐旋挑汛淤，运河之挑汛越深，倒灌之势。PG 769。越猛，决堤溪溜，为患资多。命尚书托金等协河都勘办。18年，曹都阮元以批，溯运河闸少，水浅沙停，请于会泽闸上。夏天建2闸。下江都百灵河奏。道光元年，山东河湖山水并发，待村坝以北堤垫漫决60余丈，草工刷30余丈，4女4只河南岸汶水旁谢楚3。用巡府姚祖同言，于镇河旁旧河行内抽沟导水济运，兼顾湖珠。3年，曼直隶王家庄
由各训培修。是岁天柱代村坝北关低岁。184年，是讲学士潘熙恩承借皇继运之弊，略言序。清狄皇为相传承法。今年张文浩持笃玉皇坝，至道观庭淤，酿成巨患。若更引黄入运，河道淤满，处处拥役，恐有绝口之患。下尚书文符等妥议。自嘉庆之际，黄河屡决，至运河淤甸日盛，而历年借黄济运，议者议之非计，于是有筹集海运者。5年，上因曹都尉元玉等筹议海运，群以至爱难行，读大学士因何有通筹曹河泉局，暂固海船以分治运，着折曹俄以资治河之意，下所思极都府悉心筹划，促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，非但系所能疏治，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。新授两江总督齐善言，承抵清江及赴运河及济运属清各坝逐加履勘。自借黄济运以来，运河底高1丈数尺，两滩积淤宽厚，中洪如线。向来河面宽30-40丈者，今只宽10丈至5-6丈不等；河底深丈5-6尺者，今只存水3-4尺，并有深不及5寸者。舟只在交浅，进退俱难。济运坝所蓄湖水虽见资长，水头下注不过3寸，未能畅注。淮安30余里皆然，高保以上之运河全赖湖水，其情大可想见。请赤河、曹二澄江河面淤甸处展挑宽深，再放湖水，集资晚送，以其不误北上其线。上以借黄济运，原系全宜办理。孙玉婷察看曹搜晚运艰难，不早呈奏便计，为元玉就任曹都，即与言简作官事机败坏，引 PG 770。忍不言，迷躺病名，是陈贺兴。令将运河淤甸一律挑深，废由玉婷、元玉减分赔。其善又言，自玉皇坝堵闭，运河淤甸不复增高，而洪湖清水蓄至丈余，各船可资服送，不敢冒昧挑训。公费至省在100万外，玉婷等倾其所有，断无如许加资。更可虑者，欲训运河，必先堵戍清坝，阻绝来源，而后可以河底挑办。现湖水下注湍急，戍清坝外跌塘甚深，又系清水，不能挂淤闭气。设正式新挑，而戍清坝谷开，则公费半途，费归虚职。请停止力，扬运河挑工，以免草率而结糜费运之。是年，驻温榆河上游果渠村坝扫。7年，东河总督张景副总河潘熙恩请修复北运河流老涧石滚坝，中河南堑堤、杨梁耳，东西堑堤及堤外石工，移建昭关坝。上遣因河等持勘，乃定移昭关坝于其北3元宫之南，于如所请行。11年，高邮湖河漫马棚湾及14堡，湖河连为一。江都陶树请依嘉庆兼顾使，运河决口，众空粮搜军绕湖行。8月，14堡塞东
马棚湾塞。先是数府苏时，以镇江运河并无水。元知是江潮浮宋，下练湖因塞已久，一见黄泥闸于张官渡矣。当湖之下流，彼得勤托湖流，使之回样，稍记江潮之不逮，曾者成效。至14年迁江都，复携巡抚林则徐相渡，于湖顶冲之。黄金坝及东冈筑2重蓄水坝，培虚埂2880丈，使水的入湖。又建减水石坝2于湖之东堤，彼可宣泄暴涨。于入运处，修复念7家古涵，以作水门，并建10闸以放水济运。是东宫郡。由涵引水出，竟能到样上行数10里，均传得咸尾而南。越2年，溜氏变迁，河行弯曲，复一建黄泥闸于以上200丈，改为正月2闸，中建基兴，并改张官渡以下60里旅程闸为正月2闸，以利漕行。15年，移筑囊沙引渠沙坝于西河淳外，以资收蓄。从东河总督吴邦庆请也。18年，运河遣阻，用河都吏郁美言，暂避临清闸、余闸。PG 771。外添筑草坝9，节节情绪，于韩庄闸上诸基庄以南筑拦河大坝。彼上游各泉及运河南注之水，并拦入为珊瑚，定收诸济运。章程6。19年，豫美以带村坝碑矮，至汶水多螃蟹，照旧制，增高之。初，给事中丞官严怀、杨芒道闸，人自河不宜堵坝，阻水去路，下桃树等役。志士复称此坝蓄水由来已久，并不拦阻众水归江，不得轻易更张。从之。时渭河浅色，难以济运。东府金额部请变更3日济运，1日灌田吏。赵江百门泉。小丹河各官渠关闸一律畅开，暂避明渠明闸，如有卖水阻运道，挖秦壁，即行严惩。明年，曹都诸庶复言，为何不能下注？有防运道，命河都文冲、御府牛监察勘。文冲等言，为何？虚水之际，正明田呆盖之时，民以食为天，断不能视田河之枯。稿置之不问。嗣后如雨则迁其，为何为弱？船行稍迟，无庸辩。通旧章。倘天时抗旱，粮船阻滞日久，是漕运尤重于民田，应暂避明渠明闸，以利漕运。从之。咸丰元年，甘泉闸河称堤溃塌30余丈，河绝丰县。山东被淹，运河漫水，漕搜改由湖碑行。先是户部尚书孙瑞珍言时，自河为全漕之害，若于河西改宽新河，以旧河为囊沙，于棚口作滚坝，纳浊水而样清流，漕船无阻，可省其包费20万。下。东河总督言以寓意，致仕以预言，改挖新河事无把握，无庸轻易更张。报文。2年，决北运河北4庄堤，命尚书贾珍、侍郎李军勘堵，并改次年漕粮由海道运京。自是遂以海运为常。同治而后，更以轮舶由海转运，
废省而成粟，虽分江北漕粮食，行河运，然分者时宜及保运道而已。5年，同瓦乡河决，川运而东，低甸冲溃。时军事正急，仅堵住章丘以北两岸缺口。民店残缺处，先作果头护扫，黄流道样处筑坝收束，为黄他故也。10年，决淮阳马棚湾。同治5年，决清水潭。8年，河决兰阳，漫水下注，运河。PG 772。低甸残缺更甚。自章丘以北，别无来源，历年为借黄济运而已。9年，曹都张之万请于黄流川运处兼筑南北两堤，着流运口为漕船出入门户，并筑草坝，平时堵蔽以免盗灌。以下所思议。之万炫改辅江苏，继任张召动议，既筑堤数水流口门，又筑坝堵蔽，恐过水烧至，而上游一气奔注，新筑堤闸难当冲击。舍夺运北区，则东昌、临清即天津、河间淹没在所必至，北路为何亦将废坏？唯有于运城举河一带二黄东流，即以保南路之运道，于章丘、八里庙等处输运河之淤甸，即以通北上之漕行。较之筑堤数水，稍有实际，至可。10年，侯嘉陵河决，直筑南阳、昭阳等湖，运城己为泽国。曹都苏凤闻言，鞍山以北，运河全赖汶水分流，至临清以上，使得渭水之注。今黄河横亘于中，斜汶东下，鞍山以北毫无来源，应于渭河入运及章丘青黄相接处，各建一闸，蓄高渭水，使之南行。似漕船过其，即起临清新闸，仍放渭北流，以资服宋，并于章丘淤高处挑升丈余，鞍山以南亦一律挑汛，束黄水。渭涨以前，运河既深，舟行自易。江都曾国藩言，河运处兼阻，如邑县大范口沙淤停机，水深不及2尺，必须挑深4、5尺，并将近滩石堆化除，与河底配平，方力行驶。北则藤县西山口入湖要道，浅而且窄，为珊瑚之王家楼、满家口、安家口，独珊瑚之利剑闸，南阳湖北之新店闸、华家浅、石佛闸。南望闸分水龙王庙北之刘老口、元口闸，处处淤浅，或数10丈至100余丈，须一律挑深。此为渡黄以前组织之一欲为筹办者。至黄水川运处，渐徙而南，自鞍山至八里庙55里运堤，竟被黄水冲坏，而10里铺、江家庄、道人桥均极淤浅，以一面疏汛，一面于缺口排丁木春，灌以具所，彼船过有所依傍千碗。此渡黄时运道监制，一欲为筹办者。渡黄以后，自章丘至临河200余里，河深有高下，须开挖箱等，于黄涨未落时，必闸蓄。PG 773。水，以免消耗，或就平水南闸以东筑挑坝，引黄入运。此渡黄后运到一河，一欲为筹办者。东平运河之西有沿河，为东省沿船经行要道。
若漕船由鞍山左进入沿河，至8里庙人归运道，既程100余里，较之进渡黄流，上有缺口大溜，下有乱石数冲者，难易悬殊。如行抵鞍山，遇黄流过猛，宜变通改道，须先勘明立标为治。此右渡黄改道，宜欲为筹办者。下河、曹都及东府商筹。11年，河都乔松年请在章丘立闸，借黄济运，同之讲座。景则议导为济运。上询之直都李鸿章，鸿章言：当年亲口谕殿，即借黄济运之病。今章丘河宽仅数丈，若引众浊之黄以闸，罢节宣用之，水势抬高，其淤倍速。制作井导位，原因章丘北无清水灌运，故为此意。以全淮之强，不能敌黄，上至道灌亭。淤其意清浅之谓，遂能御黄济运耶？其意盖习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。不知泰山之阳，水皆溪流，因势利导180泉之水，元旺派多，自足济运。渭水为弱，北流最顺，今必区区使之难。行一水两分，事多不便。若分沁入渭以助其源，沁水猛浊，一发难收，袭人已有明解。进士至河间严厉运，遂至两难，促无长策。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今沿海数千里，洋舶骈集，为谦。古以来创局，正不妨借海道转输，由3户解经，较为便速。输入赵江、安良到曹米年约10万石人游河运，余人游海运。光绪3年，东府李元华调上运河上中下3等办法，并严量东省财力，拟用中等，将北运河一律疏通，复还旧址，并建筑北闸。时值年荒，欲振于公，审而又审，须费30万有其下所思议。5年，有请复河运者。江都审保真言，以大事言之，前人之于河运，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者也。汉、唐都长安，宋都汴梁，舍河运无他策。然屡经险阻，官民交困，促以中道建仓。四变转溃，而后疏失差少。原则专行海运，故中原事无何患。PG 774。有名而后，急急于河运，遂不得不致力于河防。运府定章河忽改道，河流不时迁徙，曹振宇为转移，我朝因之。前都陈创为海运之说，曹振宇穷无复之之时，借以维持不弊。译者谓运河贯通南北，曹搜集资转达，兼以保卫民田，亦为运道存则水利益存，运道废则水利益废。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益，兼运道而筹水利难。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，兼循不语，民欲起寒冻。以盖田，官必寒冻以养船。待运河水溢，官又开闸坝以保堤。堤下民田历城俱尽，农事亦不可问。译者又太习经费之无措，竹庐之不备，以致河运无成。臣以为即使道光间岁修之营与官造之船，
至今一一俱存，以行曹于界黄济运之河，未见其可也。近年江北所固船只，不及从前粮搜之半，然必似黄流训长节，千百勇夫之力以挽之，过数十船而迂复击。今日所淤，必甚于去日，而今朝所废，无异于明朝。即使船大且多，何所失其技乎？晋因西北连年抗旱，黄河来源不旺，遂乃狭而完之。勿急，必反，设因济运而夺溜，北区则基辅受其害，南区则淮、徐受其害，如民生河，如国际河。8年，浮丘大汛，张家湾运河自苏庄至姚辛庄冲开新河一段，长700余丈，上下口均与旧河接，形势顺直，大溜循之而下。旧河上口至下口，长6400余丈，业已断流，为新河深，系自行冲开，不能一律申通。明年，直都李鸿章敕制新式铁口，刮泥大板，在两岸拖拉，使一律通畅。12年，通周朝白河之平加盟曼口，东区入建干河。未几，笃复运河故道。13年6月，复曼刷平加盟新宫下之北市庄东小堤，并老堤续他百数十丈，连成一口，夺溜东区10之8，寻堵塞之。是年，河绝郑州。山东黄水断流，漕船不能南下，向之借黄济运者，致仕束手无策。炫江陵口积淤疏挑，空船使得由黄入运。15年，东府张耀言，河运未能久停，请改海运漕米20万人归河运。从之。PG 775。16年，用江都曾国权言，修阳蜀南运河堤闸涵洞，即复陈复正专攻。又用曹都松春言，训批速运河。19年，朝白河长邑，运堤两岸决口70余，上游务关决口7。是东军。塞。20年，训济宁、汶上、滕、邑、池平、阳谷、东平各属运河。明年，训陶城部至临清运河200余里。24年，试读学士瑞巡言南漕改折，有益无损，请每年提折价在京购米以食。苍宇御史秦奎阳一言河漕劳费太甚，请停江北河运，皆不许。人敕认真书训，照常起运。26年，联军入京师，各仓备战。据仓储粒米无存，江北河运行至德州，改由陆路运送山、陕。27年，庆亲王奕匡、大学士李鸿章言，漕粮储积，关于运物者办，因时制宜，请召各省漕粮全改折色，其采买运解收，放储备各市，分敕漕乘仓城筹办。自是河运遂废，而运河水利益由各省分筹矣。卷第128至103。河渠3。淮河永定河海棠。淮水源出桐柏山，东南经随州，复北遮过桐柏东，历信阳、雀山、罗山、正阳、习、光山、固始、富阳、霍丘、颍上、所。PG 776。
斜之水河而东注，达正阳关。其下有沙河，东西肥河、洛河、洱河、堑河、天河，俱入于淮。过凤阳，又有涡河、解河，东西濠急壮，快、沱、同诸水，俱汇淮而注洪泽湖。又东北进清河、山阳、安东，由云梯关入海，进行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四省，牵有700余里，淮故不为害也。自北宋黄河南徙，夺淮渎下游而入海，于是淮受其病。淮病而入淮诸水泛溢四出，江、安两省无不病。夫下庸则上溃，水性实然，故治河即所以。治淮，而治淮莫先于治河。有清一代，经营于淮、黄交汇之区，致力其情，迷淌犹惧。待咸丰中，同瓦相决，黄流北徙。宋原来河道为之一变，然河喜淤流，导淮之举又乌容矣。今于淮流之原尾分河，及清口之续泄，洪泽湖之堰坝公筑，皆被裂焉。顺治6年夏，淮邑袭县，坏民田舍。康熙元年，戌4民。由古沟镇南及古家桥北道绝小渠巴，淮水强半分泻高，保诸湖。而清口淮弱，无力敌黄。6、7年间，淮大涨，冲溃古沟、敌家墩，由高、保诸湖直涉运河，决清水潭，又益5家墩、高2涧。清口因而黄流上溃。15年，淮又大涨，河虽湖诸水并立东击。高2涧板攻决口26，高堰石攻决口7，涓滴不出清口。黄又乘高4溃，移入洪泽湖，由高堰决口汇淮，并归清水潭下流溢于滇。总河进府沿，洪泽下流，自高堰西至清口约20里，原系汪洋俱尽，为全淮汇黄之所。自淮东决，黄内灌，一带湖深，建成平路，只存宽10余丈，深5、6尺至1、2尺之小河，淤沙万顷，挑汛甚难。唯有于两旁离水20丈许，各挑引河以比分。头冲刷，溯淮河下注，可以冲辟淤泥，径奔清口，汇黄刷沙，而无阻滞散漫之虞。府又言，下流既至，淮可直航汇黄刷沙，但临湖一带堤岸，除决口外，无不残缺单薄，危险堪虞。板工故易坏，及石工之轻匹亦不可胜数。为堤下细土坦坡，虽 PG 777，遇大水不易冲，经求费省工间，唯有于堤外近湖处挑土帮助坦坡。每堤1丈，筑坦坡宽5尺，密布草根草籽其上，4其长茂，则土一坚。至高堰石工，亦宜帮助坦坡，埋石工于内，更为坚稳。较之用板用石用扫，可省21万有其，且免冲击颓泻之患。又言，自周家闸立古沟，唐耿至敌家坝南，估计筑3、12里之堤，并堵此源冲城之9河，及高2涧、高家堰、5家墩大小决口34，需费70万5千有其，皆系用扫，不过3年，悉皆朽坏。城斟酌变通，
除乡边果头必须用扫，余具一密。夏排春，多加板榄，用蒲包裹土，绳扎而填之，沸可省半而煎酒过之。今拟改下扫为包土，人筑坦坡，至可。18年，大汛清口，烂泥浅，裴家场率家庄引河，使淮水全出清口。会黄东夏35年，总和董安国因4州之周末之旱疫，请开墟一胜。仁山与王和，岛淮筑江，略言与王谷河，自虚一胜仁山立。黑林桥、桐城镇、杨村、天长县契6河之8里桥，各有河行溪，建港不等。若开引入江，则天长、杨村、桐城各岔涧，大水时可步入高邮湖，湖水不至泛溢，而下河之水可减，至古河之口。现与淮不通流，必立闸作，水小必闸以济槽，涨则开闸以泄水。数淮水汹涌之势可减，隔亭亦不行。明年尚有一堵塞高堰，罢之欲。于2年，总和于成龙申塞6罢之请，会并促，未抵决。其年水复大至，以堵3罢，旋尾洪流。39年，张彭和为总和，进塞之，使淮磨所漏，西归清口，又开张福、裴家场、张家庄、烂泥浅、3岔及天然，天赐引河期，岛淮以刷清口。又以清口引河宽仅30余丈，不足畅泄全湖之水，加开宽阔。于是10余年断绝之清流，一旦奋涌而出，淮高于黄者尺余。10年，筑高堰大堤。44年，圣祖南巡，越高堰堤攻，诏于3罢下汛河筑堤。PG 778，数水入高邮，少博诸湖。又洪湖水涨。虚均被水灾，应于受水处着梁筑堤数水。45年，两江总督阿山等请于4州溜。淮套别开河道，直达漳浦口，以分淮市，计费310余万。不亦尽之。廷臣亦以河功重大，请上亲临指示。余年，上南巡阅。和谕曰：详堪溜淮套地势甚高，虽开凿成河，亦不能直达清口。且所立标杆多在坟上，若依此开河，不独坏田庐，甚至毁坟冢，何必多此一事？今欲开溜淮套，必凿山穿岭，不独断，难成功。且恐汛水泛溢，不进入洪湖，必冲决运河，命撤去标杆，并遣阿山、彭和等有差。上又谓明代淮、黄与金迥。明代淮弱，故有道观之虞。今则淮强黄弱，与其开溜淮套，无异之和。不若于洪湖出水处再行挑汛宽深，使清水愈加畅流，为利不浅。49年，加长玉皇西坝工程，从河都诏示显请。雍正元年，重建清口东西数水坝于封神庙前，以续清，各长20余丈。3年，总和其苏勒因诸加海冲决，湖底沙淤，恐高堰难保，改堤3坝门槛1尺5寸，以3叶湖水，而就一时之急。
不知水月落，怀月不得出，致力为不能敌黄，连年道观，分溜直趋。李卫颇非之。先是高燕时公未能一律兼后。至7年冬，发镗100万，命总河孔季寻、总督尹继善将低身背薄轻匹处差弃，勿令一律兼时。10年秋，高燕时攻城。乾隆2年，用总河高兵盐，敕书训毛城铺以下河道，今徐、萧、睢、肃、临、洪各州县，至4州之安门斗河，淤区600余里，以达洪湖，出清口，而淮阳金源下之方等沿其不便。下各督府集合，曹都会议，并召巡兵。兵至，尽图陈说，乃知方等所言非现在情形，促从兵议。明年，毛城铺河道攻郡。4年，高宗以高燕3坝计改堤，过岸之水足泄，用大学士鄂尔太盐。永靖开放天然2坝。5年秋，西风大暴，湖浪汹涌，高燕逊地。PG 779。八宝旧堤撞击，道泄14段，旋修补之。6年，兵盐江都。3岔河乃瓜、夷2河口门，瓜河地势低，淮水入瓜河分数少，故溜缓不能刷深，河道至日渐淤甸。应筑坝堵闭瓜河旧口门。于扬子桥营房以下别挑越河，减淮水入瓜河之分数，则宜河可分流刷淤，并堵闭瓜州广会闸之旧越河，于闸下别开越河，使闸越2河水势均平，既缓淮水直下入江之势，于运道更为便利。7年，河湖并涨，译者又为淮河上游诸水聚汇入洪湖，少薄矣。下宜多开入江之路，兵亦以为盐。于是开汛石阳沟旧河直达于江，筑滚坝40丈，并开通芒道闸下之董家油房、白塔河之孔。加含3处河流，增建滚坝，使淮水畅流无阻。8年，淮暴涨涨，于逼临淮城，改制渝州梁桥。16年，上以天然坝乃高燕尾驴，盛长折开，下游州县西。被其患，命历时永靖开放，并用兵盐于3坝外增建至信2坝，以资宣泄。18年7月，淮邑高邮、坏车罗坝、少博2闸。下河田庐多煤。22年，以湖水出清口，赖东西2坝堵戍，并立刷黄，湖水过大，奔邑5坝，亦恐为下河患，因定至5坝。过水1寸，东坝开宽2丈，以此递增，乐时东坝。4是遇湖水增长，即展宽东坝以3叶盛长，有展宽至6、70丈者。27年，上言江南滨湖之区，每遇大汛，临辽堪舆，洪则一湖，尤为沱越关键。为则国际安全，莫如广输清口，为极经第一要义。现在高燕5坝高于水面7尺有其，清口口门见宽30丈，当即依此酌定成算。将来2坝水增长至1尺，拆宽清口10丈，水地长，口地宽，以此为律。是年6月，5坝水至于1尺。河都高进遵旨拆宽清口10丈，
宣泄甚畅。32年，南河总督李弘言，正阳关3关庙就立水质，考验水衡，本年所报消长，与下游不符，请于金山、涂山间及临淮镇各增设水质以矣。验诸水消长，允之。34年，上孔高彦五坝顶风土涨水。PG 780，不足当风浪，命着加10功。高进等言其不便，乃增用柴柳。10年，大修堰，须各坝及临河砖10功。先是上以清口道观，照寻康熙中张鹏和所开陶庄引河旧迹，挑洼导黄石北，遣鄂尔泰协兵往勘，以汛水骤至而止。选完，言委骑兵为河都，虑引河不易救，乃用兵役，自清口以西设木龙挑溜北区，而陶庄中不敢役。次年，南河都吴4绝内诏，即言道观为害。萨载继任，议主改口译，上乃决议开之。于是，清口东西坝基一下160丈之平城台，筑蓝黄坝130丈，并于陶庄以北开引河，使黄离清口较远，清水畅流，有力攻刷淤沙。明年2月，引河成，黄流直筑周家庄，会清东下，清口免。道观之患者近10年。50年，洪湖汉河，黄流淤及清口，命河南巡抚毕原济怀读书甲鲁，会稽诸河流以助清，湖水仍不出，黄复内灌。上欲开毛城铺，王家营简罢，下大学士阿贵等议。阿贵言，欲治清口之病，必去老坝宫以下之淤，由当彻堤黄水，使清水畅出攻沙，不劳自治。于是必张府口4引河，郡通湖之河，许清水至7尺以上，至开王营坝减泄黄水，尽起诸河，出清口敌沙，修清口兜水坝，亦名树清坝。复一下会稽祠前之东西数水，坝300丈于福神像前，加长东坝以御黄，缩短西坝以出清，亦名玉皇坝。嘉庆元年，湖水弱，清低于黄者丈余，淮恶不出。淮涨则开山虚5坝，吴城7堡，黄涨或减水入湖，以救清口之道观。5年，用江都费纯、河都吴景言开吴城7堡引渠，使泄湖水入黄，以减盛涨。8年，黄流入海不畅，直筑洪泽湖，景复海口相渡，请力收运口各坝，只留口门，清虽力弱难出，黄亦不能再入。7月，淮涨，高堰为盛，开信亦2坝泄水。西风大作，坏人，至2坝，淮南奔清口。上则景，遂罢免。9年春，PG 781，湖水稍发，伏汛黄人道观。河都徐端以树清坝在运口北，分溜入运，至不敌黄，请移建湖口以南，从之。11年，江都铁保言潘继训进府治河，专立清口，臣以清口畅出，则河复刷深，海口亦顺，洪则亦不致泛滥。为今之计，大修闸坝，解清刷沙，
不能不多蓄湖水，即不能不保护石堤，犹不能不急筹去路。又携徐端城河工数事，夷外河之方家码头及三老坝为淮、阳保障，夷田户岁时，一邑坝夷堵住，一人治理幸四坝残损宜拆修，听亦如所请。上恐四坝同修，清水过泄，命次第举行。15年10月，大风激浪，邑坝决堰，须2公撤滩1000余丈。议者为移筑碎石坦坡，以废具不果。仅与端请加赔大堤外进府所筑2堤，以为众门保障，亦为廷议所驳。即陈凤降都南河，复申2堤之请。下江都百灵议，百灵言不若培修大堤。17年，遣协办大学士松云履勘，议主百灵议。于是筑大堤子堰，自述清坝委至信坝以南止。凤翔以不知续清于胡卫长之先，即起治理2坝，治理坝溃，下游淹，清水消耗，一物全河，为百灵所和，夺职遣戍。18年，百灵及南河都黎事续以人义李3坝屡经开放，坏基跌塘，请移建3坝于蒋家坝南径山冈处，各挑引河，先建人义坝，因黎坝基改筑草坝，被本年宣泄。上命先建义坝，如节宣得宜，再分年地修。23年，增建树清2坝于树清坝北，收蓄湖水。道光2年，增修高堰10公。4年冬，河涨，洪泽湖蓄水至丈7尺，上低于黄尺许。高堰13宝堤顶被大水掣动，山虚洲桥之袭浪掩溢过水8、9尺，各坝均有坍损。上遣尚书文福、汪廷珍履勘，而敕河都张文浩职。13宝缺口炫塞，侍郎朱士彦言高堰10公在世诸臣，为务节省，办理草率。又因抢筑大堤，就近2堤取土，事后亦不赔补。至山虚5坝，宣泄洪湖胜。PG 782长未能谨守旧章，相机开放，致10公撤卸，并下文福等勘和。明年春，从文福等议，改湖堤土坦坡为碎石余人义。里旧坝处所各增建10滚坝，以防溢涨。8年，上以玉皇坝上下积淤丈余，清水不能多蓄，玉皇坝中不可开，下南总和张景等筹议。景等言乾隆间湖高于河7、8尺或丈余，入夏拆斩玉皇坝，3叶清刷淤，至冬时毕。嘉庆间，因河淤，改夏必秋起，而黄水偶涨，即行道观。今积淤日久，纵清水能出，只高于黄数寸及尺余，暂开即闭，仅免道观，未能收刷淤之效。上不议，曰：以习正经，以成不可。就要之事，为河都者，知之3叶清水以保堰，必欲坝以免道观。曾公请烫，但顾目前，不思经久，如国际河，如民生河，如后日河。10年，景言淮水归海之路不畅，
请于杨梁之巴塔铺。商家沟各协挑一河，汇流入江，分减涨水，并拆除盲道河东西闸，挑挖淤滩，可抵新辟一河之用。从之。12年，宜建信坝于下家桥。14年，以义自引河跌深3-4丈，堵壁不易，允。河都林庆请改挑义自河头。21年，河决降服，夺溜筑洪泽湖，而江潮甚涨，又复顶托，因拆斩玉皇，数清几里，至人各坝，并起放车罗等坝，以泄湖水。23年，河决中牧，全溜下筑洪泽湖，高堰石公撤泄4000余丈，先后拆斩数清、玉皇、至、信各坝，并起放顺清、李、义等河，今湾旧坝及东西湾坝同时并起，减水入江。咸丰5年，河复决同瓦乡，东注大清河入海。黄河自北宋时亦决华州，再决澶州，分区东南，河四入淮。盖淮下游为河，所夺者770余年，合并而淮亦并。至是北系，江南之患袭。市民请赴淮水故道者，遂有所闻。同治8年，江都马兴遗训张府口引河，淮遂由清口达运。PG 783。4又挑杨庄以下之淤黄河，以泄中运河甚涨。9年，辛夷等言测量云梯关以下河深，及陈子河、张府口、高梁涧一带湖心，使之黄河底高于洪湖底1丈至丈5-6尺不等，必先大汛淤黄，使淮的畅流入海，既辟清口，导之入旧黄河，再堵三河，以渡旁3叶而资台序。然非修复堰，须时工，兼筑运河2堤，不敢据堵三河，辟清口，统筹各工，非数百万金不能及事。拟分别缓急，次第筹办，不求利多，但求换简，为得寸的尺之计，收循序渐进之功。光绪7年，江都刘坤一言，乘此次州立河湖，支淮阳水，立有关国计名声。前议导淮，未可中辍。自杨庄以下，就黄河淤平，则山东昭阳、围山等湖之水，由中运河直趋南运河，夏秋之间，三闸盛行吃重。自洪泽湖淤浅，淮水不能河溜，北高于南，水之分入漳府引河者无多，大溜有里河近曲高、宝等湖。上年挑汛救黄河后，山东胶水屡次爆发，由此分泄入海。注理：坝后湖水诸深，且由漳府河入运口者颇望。此挑救河，注理：坝之不无为效也。为是漳府河浅，湖水仍趋众里河越坝，终为可虑。倘遇湖水泛滥，里河即无越坝，亦难分销，必开信、至两坝，由高宝湖入南运河，亦必开车罗、南关等坝，由里下河入海，沿途淹没田庐，所损匪细。今拟就漳府河开挖宽深，以引洪泽湖之水，复挖碎石河，以分漳府河之水，由吴城七宝会、顺清河。水小则由顺清入运，途迂而势稍疏；水大则由旧黄河
入海，图直而势自顺。约3、4年间，便可告竣，所费尚不过巨。译者或为岛怀入海，当尽泄洪湖之水，有妨官运民田。臣以为，别开引河，或不免有此患。今寻张福河，遂时河故道以归顺清。河自非怀长1、2丈，则顺清河之水何能高过中运河，亦出就黄河？如使淮水暴涨，方有溃决之虞，唯恐水无去路，此正岛淮之本意也。译者或为多引湖水入运，恐三闸不能支援。不思 PG 784。洪湖位于以前，湖水四平，蓄水深广，漳府以外有4引河矣。即漕运为时黄渭北徙，每遇漕船过闸，方且蓄清敌黄以5引河全注运口，而三闸亦然。今特漳府一河，绝无致损三闸之理。且上年挑通旧黄河，以分减中运河水，其入南运河者不过3、4成。湖水虽增，与前略等，即遇大水，有旧黄河可以分减，亦不至专出三闸也。译者又谓如此，岛怀无弊，亦属无力，何必须废躺葬？其说亦不尽然。夫治水之道，必须通盘规划，并须预防变迁。洪湖南有理河，北有漳福河，均为分泄淮水，而水势就下，理河长苦水大，筑理河坝所以蓄漳福之水，汛漳福口所以固理河之堤，彼此互相维系。如使理河受全湖之冲，兴坝恐不能保，续修则所费弥巨，不修则危害滋生，下者亦下，高者亦高，漳福河渐行壅塞矣。且岛淮之举，原防甚长肆虐。如引湖由漳福出顺清，以旧黄河为出海之路，偶有犯意，该处土旷人稀，趋避上溢。若漳福不畅，全湖之水折而南趋，则淮阳繁盛之区，亿万生灵将有其余之叹。岛淮之利，见于目前者有小，见于日后者乃大也。输入下不知之。8年，江都左宗唐言训仪4为岛淮先路，寻为阙论。为云梯关以下200余里，河深高仰，且有远年沙滩，习以全黄之力所不能通者，今欲以夷4分流通之，其势良难。大通在云梯关下10余里，就黄河北岸，系嘉庆中曼口，东北流40余里，至响水口，接连潮河，至灌河口入海。就此加挑宽深，出海较便。夷4来源，当大为分减，淮未复而运道亦可稍安。淮既复而归海，无虞阻滞。此书训下游，宣泄夷4使岛淮先路，不可不及筹者也。淮胁众流，汇为洪泽，本江皖俱尽。自道光间为黄所淤，北高南下，有理河曲高保湖以入运者垂3、10年。今欲岛之复固，不斥皖之逆流。自漳福口过大通，响水口入海350余里，节节至而非下游畅其去路，上游 PG 785。塞其漏之，
其不能舍下就高入黄归海也名甚。察漳府口及天然、引河皆北区陈家集之大冲，至岁时河以达吴城七宝，又北至顺清河口，皆佯装旧黄河。漳府河面60余丈，宜加宽深，天然河更需疏越。吴城七宝一带高于漳府河底丈6、7尺，由必大加挑汛，使湖水果能入黄，然后可渡里河，以截旁区之出路。堵顺清河，以渡运河之夺河。此引淮入海工程，当以次接办者也。湖水不高，不能入黄；太高，不特验，须10公可虑，运口。闸坝难之，且于盱眙、五河近湖民田有碍。拟修复至信等坝，以泄湖涨，更建闸大冲，比湖水操纵游人，多入淮而少入运。此又欲筹以善其后者也。34年，江都端方会勘淮河故道，历城岛淮泗南，因于清江浦设局，临深筹议。久之无端绪，乃撤局。宣统元年，江苏资议局开，总督张仁俊以岛淮事列案交议，决定设江淮水利公司，先行测量，务使岛淮复固，专区入海。2年，试读学士。运御鼎以滨淮水患日深，上言自卫，近以降，滨淮田亩类皆引水开渠，灌溉西城高于。近则沿淮州县，年报水灾，近灌城邑，漂煤田庐，自正阳至高保，近为泽国，时元近100年间，河深淤塞，下游不通，水磨所归，尽城泛滥，是则高堰坝之为害也。一时黄淮河流，有南下之势，至河者欲数淮以敌黄，故特兼筑高堰坝头，逼淮由天飞闸以济运。今黄久北徙，堰坝磨所用之，当别筹入海之途。其道有2，以由清口西坝，沿河至北朝河为便。尾闾既畅，水有所归，不独饮、受、奉。4永旦省灾，及高、保、兴、泰邑100年高整邑。是下江都张仁俊、苏府陈德全、皖府朱家宝勘议。仁俊等言，正式测量。4测勘郡，及陵园开办。报文。3年，御史时常信言，岛淮一举，寻谋牵同。美国红十字会亦拟遣工程师来华查勘，则我之私患预防，犹不可缓。江苏水利公司计允部拨费用，安徽议 PG 786。应设局测量，以为消弭巨灾之途。下部亦允之。岛淮之举，今始于同治6年。时曾国藩都两江、常尉、副读之大利，不敢为其巨兴；淮阳之大害，不可不思稍减。待黄流北徙，言者亦多，大要不出2策。一谓以堵3河，辟清口，汛旧河，排云梯关，使由故道入海。一谓岛淮当自上流始，洪则湖乃淮之尾，非淮之源，宜于上游辟新道，循睢，便北行。使淮渭筑湖，中途以泄其半，再由桃园之城子河穿旧黄河，今中河双津闸入沿河，
至安东入海，使全淮分南北二道，纳少谢多，淮患从此可减。二说所持各异。然同光以来，训臣子，岁时夷四等河，疏杨庄以下至云梯关故道，故以小视其端。促之淮为黄淤，积数百年，已无经行之渠，由运入江，势难进。晚弃于国变，终先成功。永定河亦名无定河，即桑前下游。原出山西太原之天池，伏流至朔州，马邑复出，会众流，今直隶宣化之西宁、怀来。东南入顺天宛平界，进卢师台下，始名卢沟河，下会凤河入海。以其经大同河浑水东北流，故又名浑河，原始名曰小黄河。从古未曾设官营制，其曰永定，则康熙间所西名也。永定河汇边，外诸水，斜泥沙涧临而下，众峦加至，故先溃绝。至今西40里，时景山而南，近卢沟桥，地势陡而土性疏，纵横荡漾，迁徙幅长，危害颇巨。于是建堤坝，疏引河，宣防之功极焉。顺治8年，河由永清洗固安，与白沟合。明年，决口始塞。11年，由固安西宫村与清水河，经霸州东，出清河，又决九花台，南里诸口，霸州西南遂成俱尽。康熙7年，决卢沟桥堤，命侍郎罗多等筑之。31年，以河道渐次北移，永清、霸州、固安、文安时被水灾，用直隶巡抚郭士隆议，疏永清东北故道，使顺流归店。37年，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，势不能容，时有PG 787泛滥，甚阻临事。巡抚于成龙书驻监师，自良乡老君堂就河口起，进固安北10里铺，永清东南朱家庄，会东安郎城河，出霸州柳岔口三角店，达西沽入海，汛河145里，筑南北堤180余里，赐名永定。自是混流改筑东北，无迁徙者垂40年。39年，郎城店河淤且平，上游壅塞，命河都王兴命开新河，改南岸为北岸，南岸皆筑西堤，自郭家务起，北岸皆筑东堤。自河马子营起，均至柳岔口止。40年，加筑南岸排春窑堤，修金门闸。48年，决永清王湖庄，炫塞。56年，修两岸沙堤大堤，决鹤窑营。61年，复决鹤窑营，随塞。雍正2年，修郭家务大堤，筑清凉寺月堤，修金门闸，筑霸州塘2铺南堤决口。3年，因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，永清受害特重，命移亲王允祥、大学士朱氏引浑水别游一道入海。吴使入店，遂于柳岔口少北改为下口，开新河自郭家务至长河，凡70里，经三角店达金归海，筑三角店为堤，以防北役。又筑南堤自武家庄至王庆坨，北堤自河马子营至范瓮口，骑兵校至柳岔口堤工遂废。12年，决良各庄
4胜口等处300余丈。黄家湾河流全夺，水川永清县郭下筑坝州之金水洼归店。总河故从都兵夫塞之。13年，决南岸朱家庄，北岸赵家楼。水由6道口小堤人归三角店。乾隆2年，总河流相勘修南北堤，开黄家湾、求贤庄、曹家新庄各引河，汛双口、下口、黄花套。6月，长漫南岸铁狗。北岸张客等村40余处，夺溜由张客决口下归凤河。命吏部上书故从查勘，请访黄河筑窑堤之法。大学士鄂尔泰持不可议。于北结河堤北改挑新河，以北堤为南堤，沿之东下，下游作谢朝店数段，复于南北岸分建滚水石坝4，各开引河，亦于北岸张家水口建坝，即以所冲水道为引河，东汇凤河，亦于南岸。4台建坝，以民间泄水就渠入小清河者为引河，亦于南岸金门。PG 788。闸建坝，以浑河故道接眼牛河者为引河，亦于南岸郭家务建坝，即以旧河深为引河。河清隔浊，条理自明。诏从其请。4年，直督孙家干请移4台坝于曹家务，张客坝于求贤庄。又于金门闸、长安城天筑草坝，定以4分过水。故从沿金门闸、长安城两坝水势仅一河宣泄，恐汛发难容，拟分引河为两。故亦由南洼入中庭河，亦由阳清口入金水洼。又沿郭家务、小梁村等处就有窑河1700丈，年久淤塞，请发躺新修。均从之。5年，孙家干请开金门闸重堤，汛西引河，开南堤，放水，复行故道。6年，临汛漫溢，故梁、新、涿、雄坝各尽多焉。从鄂尔泰邑，堵闭新引河，展宽双口等河，挑隔于城河槽。筑张客、曹家务越堤，改筑郭家务等坝。8年，汛新河下口，及董家河、3道河口，修新河南岸及凤河以东堤店。又书穆家口以下至东萧庄，凤河边20里有其。9年，以范瓮口下统以沙、叶两店为归宿，两汛水多归叶店，遂疏筑沙店路，并江南北就减河汛归凤河。15年5月，河水骤涨，由南岸第4沟夺溜出，进固安城。下至牛驼，循黄家河入金水洼，亦由眼牛河入中庭河。命侍郎3河痛直都督御，于口门下令挑引河，截溜筑坝，恶水难溢，始归故道。16年，临汛水发，全河奔筑兵教堤口，及于王庆。沱南开引河，导金流入叶店，以顺水性。19年，南店水漫堤，顶决下口东西老堤，夺溜南行，漫胜方旧店，进永清之5家。场3胜口，坝州之信安入口。明年，高宗临事，改下游游调，河头入海，挑引河20余里，加培店深2200余丈。21年，直都方官臣请于北店外更作窑堤，欲为行水的，
奉河东堤，亦皆筑至尧殿尾，从之。24年，大禹，直隶各河并涨下，由西归殿内，大清河不能宣泄，转由奉河道样，阻恶浑流，南岸4公堤决。命御前侍卫赫尔景娥协同直都克日堵住。PG 789。35年、36年，两岸屡决。37年，命尚书高进求约修协直都州原理履刊，书言永定河自康熙间筑堤以来，凡6改道，旧弊之法，唯有书中洪，挑下口，以畅奔流，筑岸堤以防冲突，训检河以分胜长。遂兴大功，用躺14万有奇。自是水由调河头进毛家洼，沙家店达经入海。38年，调河头受淤，其澄清之水散漫而下，别由东安响水村直趋沙家店。40年，堵北3公，南投公漫口。44年，展筑新北堤，加培旧越堤，废去滨河旧堤，使河升宽展。45年，卢沟桥西岸漫溢，北投公冲决，由良乡之前官营散邑求贤村减河归黄花店，原开引沟800丈，引溜归河。59年，决北2公堤，溜筑求贤村引河，至永定河下游入海。旋即断流，又漫南投公堤，水由老君堂庄码头入大清河，凡筑南堤100余丈。又于玉皇庙前筑挑水坝。嘉庆6年，决卢沟桥东西岸10堤4，土堤18，命侍郎纳验报，高启分筑堵住，并书训下游，及民夫5万余治之。欲治河决探，班氏群臣2月于公郡。15年，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口，直都温城会筑攻堵河之。17年，河势北区，隔于城淤塞，水由黄花店下注，乃于旧淤河内挑挖引河，并于上游筑草坝。挑溜东行，另建圈堤以防泛淹。20年，拆奉河东堤明殿以去。夏雍6月大雨，北岸7公漫塌，开引河，由旧河深稍南，直至黄花店，东抵西周，长5609丈。9月，水复故道。14年，北岸2公漫溢，头公记溢，侧筑口门300余丈，大兴宛平所属各村被淹。9月塞决口，并重训北上引河。道光3年，河由南8公堤进处决而南，直趋汪儿店。4年，侍郎程韩章刊议训赋，未果。10年，直都纳彦陈请于大范瓮口挑引河，并将新堤南窑店加高培厚。报可。11年春，河溜改，向东北进窦店，历6道口，筑大清河，汪儿店口始塞，水游。PG 790。范瓮口新曹复归王庆陀故道。14年，宛平界北中，北下训决口，水由旁各庄巡就减河至武清之黄花店，仍归镇河尾驴入海。良乡界南2公决口，水由金门闸减河入清河，经白沟河归大清河。原挑引河，
自曼口以下至善加沟，间断修筑27400余丈。24年，南七公曼口，就以北3里许之河西营为河头，挑引河70余里，直达凤河。30年5月，上游山水下筑河骤涨，北七公曼30余丈，由旧简河进母珠泊筑凤河，堪于逢。加场北河湾开引河，10月竣工。咸丰间，南北堤溃决4次，时军务方急，公费减发，补居下漏而已。同治3年，因河日北徙，去路淤浅，于柳驼筑坝，堵截北流，引归旧河，展宽挑深张驼，胡家防河深，经东安、武清、天津入海。6年以后，时有溃决。8年，直都曾国藩请于南七公筑节水大坝，两旁修筑圈店，并挑汛中洪，疏通下口，以免拥溃。从之。10年，南岸石堤曼口，夺溜进良乡，涿州筑大清河入海。明年，允直都李鸿章请修金门闸坝，疏汛引河，由同村入小清河，石堤决口塞。12年，南四公曼口，由坝周堰牛河东流，沅江引河增长，复筑挑水坝1。光绪元年，南二汛曼口，随塞。4年，北六汛决口，筑河后，复于坦坡店尾接筑明店至清光以下。10年，以凤河当永定河之冲，年9淤店，以工代赈，起南苑5空闸，弃武清沟上村，间断挑汛，并培筑堤坝决口。16年，大水，基辅各河并涨，永定北上汛、南三汛同时漫决，命直都汛筹堵筑，添修挑坝岸堤，又疏引河60余里。18年夏，大雨，河水陡涨，南上汛，挥坝曼口40余丈。给事中洪良品沿北岸头攻关西最重，请接连石景山以下天气石堤，以资捍卫。下所思筹议，因攻坚废据，则要接筑石堤8里，并添修石阁。19年冬，因平年溃决为患。PG 791。命河都许正一协直都会勘筹办。正一呈书下游，保靖县、汛中、洪、建简坝，至上游5市。直隶按察使周复并建议于卢沟南岸筑简水大石坝，以水底涵洞上煤为准，余则卸去。诏如所请。22年，北六宫、北中汛先后漫溢，由韩家数会大清河，遂挑汛大清河积淤20余里。25年，诏直都御路详勘全河形势，以疏水患。御路言，基辅尾川百道，总会于南北运、大清、永定、子牙5经河，由海河达海，为永定水浑善淤，变迁无定。从前下口遥堤宽40余里，分南、北、中3洪，4阴南、中2洪淤店，全由北洪川凤入运。因臣统筹书筑之策期，宜先至海河，比畅尾驴。然后施工上游，1以凤河东堤外大洼为永定下口，1修筑北运河西堤，1
归附大清河下口故道于西姑。一、修筑阁殿。一、修筑函家数横直各堤。一、书训中庭和，以其一劳用。役需费77万有奇。帝命分年筹办。是有权匪之乱，不果。行。30年后，南北岸屡见溃决，均随时渡河。论者以为若江。显公权作石堤，湾峡处改从宽直，并于南七宫放水东行，傍殿。达今再加以石坝分泄圣长，树基永保安澜云。海棠为江，这有之。于海滨谓以塘，所以汉御咸朝典名。居而变更讲也。在江南者，自松江之金山至宝山，长36400余丈。在浙江者，自仁和之乌龙庙至江南金山界，长37200余丈。江南的方平洋岸潮，水势上缓，这则江水顺流而下，海潮逆江而上，其冲突激勇，势有猛险。唐、宋以来，屡有修建，其志未备。清代一土堂为石堂，更名修为官修举。宫内作，力求巩固，滨海生灵，使获乐利矣。顺治16年，李科给事中张为赤岩、江、浙二省杭、嘉、湖、宁、绍、苏、松七郡皆滨海，赖有堂以汉其外，至海。PG 792。沿两山夹峙，潮势尤猛，故明代特编海棠敷营，以示岁修。晋。此款不知萧归何的唐基晋匹。倘风涛大作，竟从滩口深入，恐危害七郡匪浅，请严赤府、安乐县报郡、仁定县岁修，以防。患未然。下部一行。康熙3年，浙江海宁海邑溃塘2300余丈。总督赵廷臣、巡抚朱昌作请发塘修筑，并修尖山石堤5000余丈。27年，修海盐石塘1000丈。37年，飓风大作，海潮越堤入，冲决海宁塘1600余丈，海盐塘300余丈，筑之。57年，巡抚朱氏请修海宁石塘，下用木柜，外筑坦水，在开汛备塘河以防泛溢。59年，总督满宝及事书言，上虞下盖山以西沿海土塘冲滩无存，其南大尾沙淤成路，江水海潮直冲北大尾而东，并海宁老盐仓皆滩没。因承办法5宜筑老盐仓北岸石塘1300余丈，保护杭、嘉、湖三府民田水利。一、筑新式石塘，使之稳固。一、开中小尾淤沙，使江海尽归。者山、河庄山中间故道，可免潮势北冲。一、筑下盖山石塘1700余丈，以御南岸潮患。一、专员岁修，以保永固。下部议如所请行。雍正2年，帝以唐公紧要，命吏部尚书朱氏会同浙府法海、苏府和天培勘估杭、嘉、湖等府唐公，需银105000两有奇。松江府华、楼、上海等县唐公，需银19万两有奇，不亦允之。6年，巡抚李卫请江州绝不可缓呆之功，先行抢修，随后奏闻。
抢修，知名自此始。11年，命内大臣海望直都理卫副者，查勘海棠，谕曰：如果工程永固，可保民生，即废堂千万部，必袭。寻请于间，塔两山间建石坝堵水，并改建草堂及条石，快10个堂为大石堂，更于旧堂内添筑上背堂。12年，因堵间山水口，开中小尾引河9位施工，则浙都城元璋等督办不力，命杭州副都统龙生总理，御史偏武佐之。5月攻郡。13年，命南河都基岑云总理唐公。岑云言：海宁南门外府临江海。PG 793。请先筑榆林石堂500余丈，保卫城池。下廷臣一行。乾隆元年，属苏府故从请设海防道，专司海棠遂修饰。岑云请于人、宁等处着建榆林大石堂6000余丈，均从之。明年，建海宁浦而都至尖山头榆林大石堂5900余丈。4年，允浙府卢超请筑尖山大坝，4年秋攻郡，御制文记之。6年，左都御史刘统勋言：前据闽浙总督德配请改老盐仓至张家掩柴，堂为石堂，廷议准行。臣亦以为草堂改建不必过急，南北岸堂工时不宜缓。盖通堂行事，海宁之潮有属往来涤荡，而海沿之潮，则对面直冲，其大石堂遂久下漏，尤宜及早补居。臣以大盖计之，动发70万金，而通堂可有包桑之故。输入命统勋会同浙都德配，浙府长安查勘。荀复称改建石工，成金9之图，但须宽以10日，年以300丈为律。7年，总督纳苏图请先于最险处间断排筑石篓，4根角坚石，再建石堂。月2年，遣尚书讷清勘视。书言：人宁2一柴堂稳固，若绿户。沙滩长无常，地江中小尾故道开汛，彼潮水循规出入，上下堂俱可安堵。于是改建石工之意遂请。7月，苏府城大寿延。宝山的滨大海，乐浦土塘被潮冲刷，请建单石坝，外加春石坦坡各170丈，并接筑砂塘，使与土塘连属，中设涵洞宣泄。下部一行。11年，长安沿蜀山以北有积沙4、500丈，横亘中间。先就沙嘴开沟4，以引潮水攻刷。今伏汛已过，南沙滩泄殆尽。蜀山已在水中，潮汐渐向南趋。倘秋汛不复涌沙，则大溜进行。中小尾矣。报文。12年，长安委员书训蜀山一带，用切沙法书刷。11月朔，中小尾引河一系冲开，大溜经由故道，南北岸水远煞长，皆成坦途。13年，大学士高宾、讷清先后奉命查勘堂工，并请于东西柴10个堂后身加筑土堰，提挡护潮头。4月，讷清书陈善后事宜，命巡抚方官陈卓义。官臣请于北堂。
PG 794。北大尾故道及三里桥、多转庙等处设竹篓滚坝，堵御潮沟。大小山需改建块石塘、南塘各宫，欲筹防护，并将右营员变兵。丁调派分训防驻。下廷议允行。16年，允巡抚永贵请改。建山因宋家楼土塘为石塘，加筑坦水。17年，巡抚雅尔哈善言，中尾山势仅宽6里，浮沙溢淤，且南岸文塘山脚有沙嘴130余丈，挑溜北曲，北岸河庄。山外亦有沙嘴50余丈，颇爱中尾大溜。现将两处长沙挑切疏通，避免阻滞的旨加冕。19年，因这省唐公无险，省海防道。21年，喀尔吉善言，水势南曲，北塘稳固而险。功在绍兴一带，拟于宋家楼、杨柳港、赵海宁于林大条石塘市，建400丈。从之。23年，增筑镇海县海塘。26年，苏府陈洪谋言，常熟、昭文滨海地方，从太仓州境皆筑土塘。4开白毛河，徐6经2口，建闸起壁。本年朝长，石墙轻匹，请改为滚坝的旨允行。27年，帝南巡阅海宁海棠宫，谕曰：正念海棠为粤中第一宝藏。彼岁朝市建区北大尾，石关海宁，前塘朱屹立。海既改老盐仓一带柴塘为石，而役者分歧。及左林勘，则柴塘沙性色善，石工断难错手，唯有立善柴塘的补偏旧弊之一。策其西兴经里，定岁修以固塘根，增坦水石篓以资拥护。又谕曰：尖山、塔山之间，就有石塘。正今见其横结海中，直逼大溜，使海棠扼要关键。就目下行事论，或多用竹篓加香，或改用木柜排气。如将来沙长渐远，宜即改筑条石坝攻，彼易。然如砥柱，树北岸海棠永资保障。该督府等其善体正义，动倘暂办，并勒石塔山，以至永久。28年，苏府庄有公言，江南松、太海软土性善滩、华亭、宝山象筑坦坡，皆不足视。应仿浙江老盐仓改建块石篓塘。诏如所请。30年春，帝南巡阅视海宁海棠，谕曰：绕城石塘，实为全城保障。塘下 PG 795。坦水支建2层，朝市4绝顶冲。若补筑3层，犹资必易者，将应建之460余丈一律天建。3月公郡。35年，巡抚熊学鹏请于萧山、山阴会稽改建于林大石塘。帝以朝市镇区北尾，与南岸秒不相涉，斥之。37年，巡抚傅乐浑书报中尾引河情形，略言潮头大溜，亦由蜀山直趋引河，亦由岩峰山西斜入引河，至河庄山中段汇合，互相撞击，仍分2路西行，遂令原便于引河中段挑堰沟20余道。
导引潮溜，彼复中尾故道。欲曰：潮汛迁移，乃虚息自然。知是若开挖引河，恐徒劳无益。只以实力保卫堤塘，以待其自寻旧轨，不必执意开沟引溜，欲以人力胜海潮也。43年，浙府王旦望书承海棠情形，命江都高进会同乡。杜荀书言：张家眼一带柴宫500丈，朝神庙前柴堂300丈，应天建竹篓，并排列2层春木，以防动摇。从之。45年，帝南巡，幸海宁兼山岳海棠。12月，命大学士阿贵南河都陈辉祖父浙履刊。书言：海棠工程，应建石塘2200丈。若改为条石，施工易而成事速，约计3年可以产工。又言：办理榆林石塘，仿东塘之例，量地势高下，用16层至18层，约需30万。帝命工部侍郎杨奎助工协办。次年8月竣工。49年，帝幸杭州，阅视海棠，谕曰：老盐仓就有柴塘，一律天建石塘4200余丈。于上年告竣，自应弃筑坦水保护。乃该督府并未虑及，设御议长，岂能抵御？者将柴塘后之土顺坡斜坐，并于其上种柳，比根株盘结，则石柴连为一事。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。至范公堂一带，亦必皆建石工，方于省城足资巩护。者拨塘500万，交该督府核算，分县分年修筑。52年公竣。嘉庆4年，浙府御得请改山阴土塘为柴塘。13年，浙府阮元请改萧山土岸为柴塘。16年，浙府蒋优先请江山阴各土。PG 796。塘堤一律建筑柴塘。苏府张旭请江华亭土塘加筑单坝2层。均从之。道光13年5月，巡抚傅呢杨阿书言：东西2房塘工，先则有险者修筑，需银51万2千余两。11月，又言县内、县外各工具撤摊，需银19万4千余两。12月，又言东塘界内应于前后2塘中间另建灵塘2600余丈，需银12万2千两。均下部一行。14年，命刑部侍郎赵胜奎前东河都严朗会同傅呢杨阿察勘应修各工。荀书言：外护塘根无如坦水，拟自念李廷训至镇海训，天建盘头3座，改建柴塘3300余丈，其西塘乌龙庙以东，应皆筑于临石块海，宁绕城石塘，应加高条石2层。4明年大训时续办。遣左都御史吴春往刊，留浙会办。16年3月公竣，即修筑各工17000余丈，用银157万有奇。30年，巡抚吴文荣迭澄海塘石工充缺，令速抢办。10月公竣。咸丰7年8月，海棠扫各工促被风潮冲滩。12月，次第渡河。同治3年，
御史洪彦昌言浙江海棠溃决，请速筹款修理。不亦将浙海关等税拨用。5年，内阁侍读学士钟沛贤书呈海棠。关西东南大局，有4害3可虑。命巡抚马兴宜详勘，修海宁鱼。临时工260余丈。6年，以浙江海棠工具费多，一分最要。次要修筑，其以10年告竣。7年，两江总督岑国藩等请修华亭。10塘护坝，4世塘宫遂有修筑。光绪3年，修宝山北10塘护土，建护塘拦水各坝及仁和。海宁鱼临10塘1300余丈。10年，修昭文、华亭、宝山等处塘坝及石坦坡。12年，浙江巡抚刘秉章言，海盐原建10塘4600余丈，积年贪损过半，拟则要新办，埋弃者500丈，建复者460丈，须银20万。允之。18年，浙府刘树堂书言，海宁绕城10塘坍塌日甚，请天助坦水，以塘工加抽丝捐积存余。PG 797。款先行开办，遂筹款次第兴修。从之。19年，修太仓堑津口。春石坦坡151丈，正阳阳林口春石200丈，招文师加桥治。老人冰霜春加石护坝200丈，华亭外塘纯石斜坝46丈。宗继2省塘工，自道光中叶大修后，叠金兵险，半旧颓圮。弃同治初，兴办大功，库款之处，遂开办海棠捐书，并劝令2省私商于赈捐外，加抽塘公私捐，给票请奖。旋即停止。光绪30年，浙江巡抚聂基归请复捐书旧章，以记要功。因27年以后，潮汐猛烈，次险者变为极险，拟将柴扫各公卿抵差。注：非筹集巨款，不能历久巩固云。卷第129至104。河渠4。直省水利。清代整恤民间，及修水镇、黄、淮、运、永定诸河、海棠。而外，举凡直省水利，亦皆经营不遗余力，其事可备列焉。顺治4年，给事中梁维请开荒田，兴水利，张夏所思。11年，诏曰：东南财富之地，素称沃壤。近年水旱为灾，民生众困，皆因水利失修，致务农工。该督府责成地方关系兴讲，求疏通水道，修筑堤防，以时蓄泄，彼水旱无虞，民安乐利。PG 798。康熙元年，重修嘉江龙兴堰，又凿大渠以广灌溉。2年，修河州同城堰、龙首、通济2渠。交城慈瓦河涨，水清城注。堤障之。3年，修嘉定南木堰。9年，修梅县金渠、宁渠水利。12年，重修城固午门堰。19年，汛常熟白毛港，武进孟渎河。23年，修五河南湖堤坝。27年，修徽州余梁坝。37年，命河都王兴命修基辅水利。38年，圣祖南巡，至东光，
命直隶巡抚李光的查勘张和滹沱河故道。复书言大名、广平、真定、河间所属，凡两河经行之处，宜开汛疏通，有管陶入运。老漳河与丹家桥、支流河、至报家嘴归运，可分子牙河之势。39年，帝巡世子牙河堤，命于盐、刘二庄间建石闸，随时起避。御史刘恒、盐、永平、真定进河的，应令引水入田耕种。谕曰：水田之利，不可太骤，若克其举，必致难行。唯于兴作之后，百姓知其有益，自然鼓励效法，势必有成。40年，李光的言漳河分4支，3支归运皆弱，1支归电独强。遇水大时，当用挑水坝等法，使水分流，北部至斜滹沱以进田，南部至河尾，河以害运，如所请行。43年，挑阳村就引河。先世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，文安大臣民谓有异，清县民谓不便，各集河干互控。至是河陈3县民皆称辩。天津总兵官兰里请于丰润、保地、天津开垦水田，下不义。宣谕曰：袭李光的有此请，朕以为不可轻举者，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。当时水大，以为可种水田，不知骤涨之水，其何甚异。观琉璃河、莽牛河、一河之水入下皆何可知。次年，不成人以开垦为请，欲以此事暂宜存置，可令兰里于天津市开水田，祀东后踏勘。48年，训郑州甲鲁河故道，自东赵弃黄河垭口新庄。于东赵建闸以黄河垭口筑草坝10闸各一。甘肃巡抚书图言 PG 799。唐渠口高于深，水势不畅，应引黄河之水汇入宋城堡。如水不足用，更于上游晋黄处开河引水，着建闸坝，以资蓄泄。从之。江苏巡抚于准言，丹阳炼湖，冬春泄水济运，夏秋分灌民田。自兼民图利，江夏湖之地电种生科，民田西成荒瘠。请复令蓄水为湖，的资灌溉。从之。57年，以沛县连年。备水，命河都赵世显查勘。世显言：荆襄、鱼台之水，由沛之朝阳湖立为珊瑚，从金山口出猫而涡入运。竟因金山口10字，河淤电，至低田被淹。应江煞淤汛通，在于10字河上筑草坝。若遇运河水浅，即令堵塞，彼水全归为珊瑚，出湖口闸以济运，则民田漕运两有裨益。从之。世宗时，于基辅水利尤多曲化。雍正3年，直隶大水，命宜亲王允祥、大学士朱氏相度修治。因书请训至渭河、汴池、子牙、永定诸河，更于今东之滦、冀、今南之文、坝，设营田。专官经划江里，招募老农，谋导耕种。4年，定营田4局，设水利营田府，
命宜亲王总理其事，至观察使一。自5年分局。至7年，营城水田6000顷有其。后因水利营缩弥长，半就因废。是年命侍郎通制，单筹书，会同川都岳中期，开会农渠于察罕。托户以义屯守，复建昌润渠于会农渠东北。6年，郡闻水尽，汾河渠引灌民田，开松明州阳陵海以泄水成田。8年，帝以宁夏水利在大清、汉、唐3渠日久颓坏，命通制同光禄清使，在甲勘修。是年修广西新安陵渠，以利农田，通行州、浚城、许2州沟渠。10年，云贵总督鄂尔泰延，滇省水利权在昆明海口县。经修浚，高于田地渐次河出，为盘龙江、金棱、银棱、宝象等河距与海口近，即一建筑坝台。又言阳陵海水势畅流，周围草堂均可招民开垦。宜良江头村旧河地形稍高，宜令开河道以资灌溉。寻甸河整石难凿，宜令浚沙河，彼得畅流。东川 PG 800，城北漫海，水消田出，亦可招垦。均从之。12年，营田官察使陈时下言，文安大臣界内修横堤1500余丈，营田4。18顷俱获丰收，但恐水河及成旱田，请于大堤东南开建10闸，北岸多设涵洞，以资宣泄。从之。乾隆元年，大学士基层云请书训行湖水利两广总督2。弥达言，广、赵2属沿江一带基为关西民田庐社，常治冲滩，请于险要处改土为石，陆续兴建。下部一行。江南大雨，水淮阳被淹，命迅速迁桃园、清河、安东及高邮、宝应各水道。2年，命总督尹继善筹划云南水利，无论通越通川及本省河海，凡有关民实者，及时兴修。陕西巡抚崔继承凿井灌田，以作水利之意，欲令降筹，勿扰闾阎。3年，大学士管川陕总督视察郎阿言，瓜州的多水少，民田资以灌溉者，为疏勒河之水，河流为细。察境逆渭北有川，北拱昌2湖，西流河一，名蘑菇沟，其西有3到6条沟，北流归百代湖，请从中腰建闸，下浚一渠，截2沟之水进入渠中，为回民灌田之利。贵州总督张广嗣请开凿前省河道，自都云经旧师丙通清水江至湖南乾阳，直达常德，又由独山三角遁达古州，抵广西怀远，直达广东，兴天地自然之利。均下部一行。4年，安徽布政使验司慎言，江北凤引以睢水为津，泸州以巢湖为尾，他如六安就有堤堰，除4亿多溪壑，盖应洞淌集。时修浚，从之。川陕总督鄂弥达等言，宁夏新渠、宝丰、前因地震水涌，2县治具沉没，请裁其可耕之田，将汉渠尾斩长。
以资灌溉。为察汉渠190余里，渠尾雨水无多，若将会农废。渠口修整引水，使汉渠尾皆长，可灌兴，保良田数千顷。上加冕之。5年，河都顾从严，前经总河白中山奏称，张合复归故。道则为何不至犯役，为一劳永逸之计。臣等却堪自何而 ？PG 801。寨东起，至清县报家嘴入运之处止，计程600余里，河深淤浅，两岸居民稠密。若亦以泉漳之水，势难容纳，则改由故道，于直隶不能无患，然不由故道，又于山东不能无患，唯有分械防御，使两省均魔所害，数为经久之徒。总办江南水利大理卿汪龙岩，盐城东塘河及富宁、山阳各河道，高邮、宝应下游，及串场河、秦同河，具淤浅，应挑汛。其串场河之泛低，即拼察角2场低攻，拒逼海滨，应加宽厚。扬州各闸坝应输注，限3年告成。均如所请行。安徽巡抚陈大寿言，江北水利官系田公，原任藩司验司圣奏定兴修，估银40余万，窃私水利，故为旱涝有备，而缓急轻重，必须熟筹。各州县所报如何须？胡则及大沟长渠，工程浩繁，民力不能独举，自应官为经理。其余零星堂榻，现有管业之人，原皆自行书训，朝廷岂能矣？有县钱粮，为小民代谋本差。上委之。河南巡抚雅尔图言，豫省水利工程，为上蔡沽建堤坝，系防蔡河一掌之水。其余汝河、治河堤堰，应令地主自行修补。至开汛汝河、引河等工，请停坝以节糜费。报文6年春，雅尔图言，永城的挖基寮，城南就有渠深长3.1余丈，通快河，年久淤浅。县城农系，劝谕声民挑汛，彼水有归。又言前奉谕旨，开汛省城干崖河，复于中牧，创开新河宜分甲鲁河水势，由沙河汇干崖河，以达江南之涡。河而汇于淮，长65000余丈，今已竣工。赐名会稽。9年，御史柴朝申言，北方地势平衍，原有河渠电驳水，道可循。如听其自迎自河，则有水无力而独受其害。请遣大臣积躺兴修，命吏部尚书刘于义往保定，会同总督高斌、都律办理。寻请江宛平、良乡、涿州、新城、雄县大臣就有电渠，与拟开河道，并堤电涵洞桥闸，次第兴工。下廷议如所请行。先是御史张翰书呈湖广水利，命总督鄂弥达察勘。制事书言 PG 802。治水之法，有不可与水争地者，有不能弃的救水者。3处之。水，百派千条，其江边湖岸未开之细地，须严禁私筑小院，彼水有所汇，以缓其流，所谓不可争者也。
其以江傍湖以辟之沃。壤须加紧防护低沉，彼民有所依以资其身，所谓不能弃者也。其各属银溜顶冲处，长堤连接，则令每岁增高培厚，欲书训于庸著之中。报文11年，大学士属河都刘于义等书陈庆云、盐山续刊书训。是宜下部一行。青州弥河水涨，冲开100余丈决口，炫堵。博兴、乐安积水，挑引河导入溜河。12年夏，宿迁，桃园、清河、安东之6塘河及沭阳、海州之数河，山水涨发，地方北焉，命大学士高斌、总督尹继善会同合成州学见网刊。一余险处加宽挑直，建石桥，开引河，官民协力防护，从之。13年，湖北巡抚彭树奎言，金乡一带江湖冒沿1000余里，一遇议长，必介于地容纳。宋孟拱之江陵时，曾修3海8柜以诸水，无如水浊易淤，小民趋利者，因于暗角湖心，多方截流以成淤。遂借水量于客，四围筑堤以成苑，人与水争得为利，以治水与人争得为殃。唯有渡其江来，江县苑若干者为定数，此外不许私自增加。报文14年，云南巡抚图尔丙阿以书凿金沙，江底基，转进金沙江至。17年，江苏巡抚庄有功言，苏州之福山塘河、太仓之流河，乃常熟等8州县水利攸关，岁久不修，旱涝无备。请于复河两岸瞻及水利各区，按亩酌捐，兴工修建的指嘉奖。18年，陕甘总督黄廷贵言，巴里坤之间山子至魁宿100余里内地亩，皆取用南山之水，自山口以外，多渗入沙气，必用木槽接引，方可畅流。请于甘、梁、肃3处播种地官兵签名，前往书训，如所请行。以江南、山东、河南积年备水，而山东之水汇于淮、徐，河南之水达于凤、颍、须会3省全局以治之。PG 803。命侍郎裘约修、孟林往来查阅，会江苏、安徽、河南各巡抚记。荀约修言，包、快2河在宿、永连界处，为泄水通商之要道。入安徽境内有10桥6，应加宽展。洪河、睢河与洪县之博嘉河、下江之林子河、罗家河，应补修子堰。凤台之一沟、黑濠、金泥3河应挑深，使畅达入淮。孟林言，砀山、萧县、宿迁、桃园、山阳、阜宁、沭阳共有之河20余，应分析。书训，均从之。23年，御审开训河道公郡，允声明请，于永成见万岁。庭，并谕制文治之。山东巡抚阿尔泰言，济宁、汶上、嘉祥、毗连属珊瑚，地亩淹没约1000余顷，拟江津县，立运2闸起弊，使湖水既运，泼水归湖，可以尽数河出。的指嘉奖。24年，
训京师护城河及圆明园一带河。御史李宜亲请书训稽抚水。元，命直隶总督方官城条议以文。官城言：东西二殿千里长。第即宋城合城举新宴一祭。今习情形有异，倘拟往计，害将莫久。如旧殿严厉，则300余里中水村物产，世袭加饶，为欲旱而求通雨，则于水土之气，则人事有当尽者耳。四川总督开太炎、灌县都将大雁引灌成都各属集梅、琼2州田亩、宁远。南有大渡河，自缅宁抵会里3口，与金沙江河、支河杂出，雁坝最多，据印象机修训，不亦从之。初，御史吴鹏南请责成新修水土之政，命各督府精化者。江巡抚庄有功盐水之大利武、江、湖、海、渠、泉，他省的其2、3，而这时间数例。金、渠、盐3郡各有山泉溪涧、灌注。城渠、堰坝塘荡，无不具备。为仁和、钱塘之上中室、3合院。曲塘、韶溪塘、海盐之白洋河、汤家铺庙、金河、长兴之东西。南楼港、永嘉之七都新洲斗门、9都水丘、34都黄田浦斗门，时应修举，以收已然之力。至杭州临平湖、绍兴下盖湖。有关田畴大吏，应设法疏挑，或照店垦种，在体刊办理。允之。PG 804。25年，阿尔泰书言，东省水利以济运为关键，以入海为归宿。冀、东、泰、五支老黄河、马甲、图亥等河，兖、夷、曹之晃、宿等河，共60余道，皆挑汛通畅。运河明甸记，长700余里，亦修整顽固。清来所属乐安、平度、昌邑为县，高密等州县，应挑之河30余，俱结次挑郡。莱州之交来河，那上游诸水，高密有交河，一区交来，亦至漫邑，应导入百脉湖，以分水势。宜州属兰、潭境内应开之5城等沟河25道，又续挑之响水等沟河25道，引洼地之水由江南邳州入运，并以攻郡。帝加之。26年，河东盐镇萨哈代盐池的洼，全是摇仙渠，为宣泄。竟因渠深日高，长漫南北堤堰境墙内。黑河时产盐之。本年久潜溢。宿水河西地势北高南下，倘汛长南区，则盐池亦难保护。五姓湖为众水所汇，恐下游阻滞，逆行为患。均应及时疏通，从之。明年，帝南巡，谕曰：江南滨河阻入之区，临辽堪虞，而下游蓄泄积疑，尤以洪泽湖为关键。字少伯。以下金湾及东西湾滚坝，节节错置，特为3湖旁疏区引起见。若溯源谐要，莫如广疏清口，乃即今第一义。至6塘河尾驴痕。今沿河已达于海，所有修防事宜，该督、府、合城会同严正。西兴河亦已闻。
28年，帝以天津、文安大臣屡被营辽，积水未消，命大学士赵会都律经理。又以约修前办御审水利有效，命持往会勘，复命阿贵会同总督方官陈卓办。阿贵等以子牙河自大，陈张家庄以下分为镇之2河，知河之尾归入镇河刑事部。顺请于子牙河村南斜向东北挑河20余里，安州依城河为入。殿尾驴应挑长2200余丈，安素之漕河应挑长3700余丈。其上游之江女庙，应建滚水石坝，使水由镇河归殿。新安韩家店一带为西北诸水汇归之所，应挑引河13里有其。PG 805。如所议行。29年，改建会稽河10闸，修湖北西镇10里长堤及广济、黄梅江堤，汛江都堰，开支河以使涨水尽达外江。32年，修筑甸河堤岸，自文安3滩里至大陈庄而头，长2700余丈。山东巡抚崔应接言，武定近海地洼，每遇汛涨，全是涂害，马夹2河分流入海。涂害下游至沾化入海处，地形转高，难易兴挑。堪有坝上庄就曼口河行地势顺利，应开支河，彼2道分泄。江苏巡抚明德言，苏州南受浙江诸山经由太湖之水，北受扬子江由镇江入运之水，浮丘汛发，多至漫溢。请修吴江、郑泽等10县塘路，均从之。33年，滹沱水涨，逼临镇定城根，天筑城西南新堤570余丈，回水堤以东筑挑水坝5，河神祠前筑鱼鳞坝80丈，搞城东北2面，呼水绕流，顺岸筑扫360丈，扫后加筑土殿。35年，挑汛苏郡入海河道，白毛河自支塘镇至滚水坝，长6530余丈，徐六经河自陈荡桥至田家坝，长5990余丈。36年，汛海州之蔷薇、王家口、下房口、王家沟4河，以直隶备水，命侍郎元守洞，得成分往各处。都律书萧上书求约修往来调度，总司其事。山东巡抚徐基察勘小清河情形，请自万丈口挑至海河口，计40里，使镇引2河分流，由河入博，由博达沟归海。照如所议行。广西巡抚陈辉祖言，新安斗河源出海洋山，至分水潭，就筑华嘴以分水势，7分入湘江为北斗，3分入漓江为南斗，于进水斗口内。南北建大小天平，以资蓄泄，复建梅阳平，以2旁行故道，并以引灌良田。晋因连雨冲陷，请修复土石各宫，下不知之。38年，挑汛雨沉洛河，高密百脉湖引河。40年，修筑武昌省城经河州，太乙宫滨江石岸。江南汉、高、保皆欠收。总督高进、河都吴四绝、萨载和书言
嗣后洪湖水势应矣。PG 806。高堰至春为准，各闸坝涵洞相机起放，总时运河存水5尺以计。曹雨水尽归下河以资灌溉。从之。41年，修西安40。七州县渠堰共1100余处。总督高敬言，瓜州城外察子港宫，接连回蓝坝，江岸忽于6月裂缝，坍塌入江约100余丈，西南城墙塌40余丈。现在水势已平，拟将瓜州量为收尽，让得于江，并沿岸筑土坝以通堑路，欲令妥善经理。42年，山西巡抚觉罗8言3言，太原西有丰峪口，旁据大山，大雨后山水下筑县城，促南汉峪，请自峪口起开，河沟宜直达汾水，所占民田只40余亩，而太原一城可其用，无水患。43年，书训湖州楼港72。修昌邑海堤居，民任垦堤内减费的1200余顷。训镇杨流河，自西城门津上头起，至王家港止。44年，改建宣化城外柳川河石坝，并添筑石坦坡。漳河下游沙庄坝漫口，淹及成安、广平，水无归宿。于成安博寺营制度木营，绕筑土殿1100余丈。47年，云南巡抚刘秉田言，邓川之迷居河，上通浪琼，下注洱海，中分东西2湖。东湖由河入海，河高湖低，美。遇夏秋涨发，回流入湖，淹没附近良田。声名畅涓，江湖尾入海处堵塞，令开子河，引东湖水直趋洱海，又自青石涧至天洞山，筑长堤，建石闸，使河归堤内，水由闸出，历年所淹田万1200余亩，全航河出的指嘉奖。又言楚雄龙川江，自镇南发源，入金沙江。近年河流逼城，请于相近镇水塔挑汛，深通，导引河流复旧。又邓江之府仙湖下游有清水、浑水河，各一浑水之牛舌石坝被冲，会流入清，以致危害，请于牛舌坝东另开子河，以泄浑水，并将河深改直，使清水畅达。上蒋勉之。50年，河南巡抚何玉成言，为河利及齐、华、汛4县滨河田亩，农民筑堤以防淹尽，不能导河灌田。徽县百泉。PG 808。地势卑下，而霍家等县较高，难以迂回导引。其余集县、新乡，并无泉源，知有凿井一法，既可灌田，亦借以通的气，以派源。是开汛甲路，会济2河。休宁夏汉延、唐来、大清、惠农。4渠。51年，山东商人捐资挑汛沿河，并于东阿、长清、齐河立城建闸坝。53年，荆州万城堤溃，水从西北2门入，命大学士阿贵往勘。荀书言，此次被水较重，土人多以下游之较荆州沙长逼溜所致，恐开挑引河，江水平样无事，人至淤蔽。
请于对按阳陵州靠堤先筑土坝，再接筑鸡嘴石坝，逐步前进，激溜向南，四周奥刷成兜湾，再趁势着挑引河，较为得力。报文54年，训通惠河、朝阳门外护城河及温榆河。55年，培修千里长堤、朱龙河、大清河、卢森河等堤，凤河东堤及西沽、南沧、海河等叠道，改建丰城东西式石宫，筑前江先，人就堤1280余丈。挑汛涌成洪河。57年，两江总督舒陵等言，瓜州军系柴坝，江流溜及皆筑石基，不能巩固，请于回栏旧坝外抛弃碎石，护筑。扫根自果头滩卸旧城处所靠岸，亦用碎石抛弃，上南相扫。嗣后每年挑溜，可其溜势渐远的至允行。又言无为州河行兜湾，应将永城虚坝加筑宽厚，拟于码头梗开挖河口30丈，曾加脑至东虚坝旧河一展宽30丈，比河流顺畅。上尾之改萧山河花池堤为石宫，堵河内明堰漫口50余丈，修复丰城江岸石堤。59年，荆州沙市大坝，因江流积涉，势漏顶冲，添建草坝。嘉庆5年，挑汛兖牛河、黄家河及新安、安、雄、仁丘坝、高阳、镇定、新乐8州县河道。6年，京师连日大雨，波内倘挑汛紫禁城内外大城以内各河道及圆明园一带引河。文安备水，命直都城大文祥议。书言文帝即挖受水浅的 PG 809。与和平自建制以来，别无书训章程，唯察大城河之广安衡堤，为文艺保障，以南有河间千里长堤，可资外卫。两堤之中有新建闸座，以泄河间漫水。在于地势稍下之龙潭湾，开沟疏浚，或不至久焉。从之。8年，伊犁将军松云言，伊犁土田肥润，可耕之地甚多。向因乏水，今拟设法疏取引泉，以资籍灌。应请广义耕屯，以欲满兵生计，并借官款备办耕种器物，如所请行。11年，书筑直隶千里长堤及新旧阁殿堤。12年，湖广总督汪志一言，堤院保卫田庐，关西紧要。汉阳等州县均有为河田亩，为筑堤城，应急筹勘办，以兴水利而为民田。从之。16年，以基辅灾欠，命修筑任丘等州县长堤，并雄县叠道，以供代赈。17年，训武进孟渎河，挑阜宁旧生河、太仓流河，修天津、晋海两县河道，训东平小清河及安流、龙拱2河、明汴河。18年，江南河道总督出彭陵书陈江省下河水利，宜加修理的至允行。19年，大明、清丰、南乐3县70余庄地亩9为渭水淹没，村民自原出夫挑挖，
请官为弹压。御史王家栋书言行家湖北汉欠收，请开训西湖，以功代赈。皆允之。21年，书训吴松江。22年，张丘明言长白东领2山之水，向归小清河入海。自挥坝被冲，水归引河。张丘等县屡被水灾，命礼部侍郎李弘兵往勘。次年，巡抚陈玉书言：小清河以章丘、邹平、常山、新城为上游，高苑、博兴、乐安为下游，郑和及支派沟多有淤甸，请先疏浚上游，并将虎山等。二博一湖挑挖宽深，则水势不至建林直柱，下游亦不骤于漫溢的止允行。建免阳石闸，挑引渠，以石其壁。25年，修都江堰。御史陈洪调陈新修水利营田事宜，命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各督府一体筹划新举。修襄阳老龙石堤。库车办事大臣松安书报别时托固喇克等处挑渠引水，垦 PG 810，田53000余亩，有诏褒免。道光元年，修湖州黑窑厂江堤，浚金阳龙洞渠，凤阳新桥。和2年，加筑襄阳老龙石堤，浚镇定伯塘、护城、泄水、东大道等河，并修斜角、回水等堤。新修杭州北新关外关河堑道。直隶总督严检请筑沧州节的检河闸坝，浚清县、新济两检河，修通州果渠村坝店，皆如一行。疏浚铜山金山桥河道及南乡葵河，挑江都三岔河子，沿河五闸淤浅，及沙曼州江口沙埂。修丰城及新建惠民桥堤。3年，修汾河堤堰，并移筑李绰堰，改挖河深。修天门、金山、钟祥堤院及监立樱桃堰、金门沙洋堤，挑挖热河汉河，并添修金条单坝。堵文安崔家窑、崔家房曼口。修河东延池马道护堤，并浚姚仙渠、李绰堰、宿水河。刑部尚书蒋优先言，上年漳河漫水下流，由大明、元成直达红花堤、溃决堤店，由管陶入卫，应急筹议，命大学士代军。元池勘巡奏言，元成引河川堤入卫，河深窄狭，应挑直斩宽，以畅其流。红花堤以下新刷水沟500余丈，应挑成河道，以其分泄。又漳自南喜河环以来，渭水为其顶阻，每遇一涨，民店不能撼御，以致安阳、内黄平年冲决。今漳北区也以分沙水势，拟于反马房、陈家村河干北岸筑坝堵截，使分流归并一处。自柴村桥起，接连环河北岸，建筑土坝，反马房矣。下王家口天筑土隔土坝，以免串流南区，使漳还不至在河。诏皆从之。4年，筑德化、建昌、南昌，新建4县虚堤，修培荆州万城大堤横塘以下各宫，及监利任家口、
吴谢院慢绝低臣。给事中诸为必请书郡刘和、吴松及附近太湖各河。御史郎宝陈请修太湖72楼港，引勺闸诸水入湖，以达于海。御史陈邦宪请择太湖泄水最要处所，如吴江堤之垂虹桥、宜爱亭、旁山湖，疏堤沙淤，铲除荡田，令东注之水源流无滞。先后输入，命两。PG 811。江总督孙玉婷、江苏巡抚韩文启、浙江巡抚率陈营会勘。玉婷等言，江南之苏、松、长、泰，浙江之杭、嘉、湖等属河道淤甸，欲长折翼。现勘水道形势，江域虽分两省，原委实共一流，请专任大员统治全局。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宗办江浙水利。御史陈云书陈基辅水利，请分别缓急修理。给事中张元模请于赵北口连桥以南开桥一座，以古赵河为引河，并挑北卢森河，以分减白沟之毒流。帝命江西巡抚陈韩章属工部侍郎，办理直隶水利，会同奖优先履勘。韩章请先理大纲，兴办大功九，如疏天津海口、汛东洗店、大清河及相渡永定河下口、疏子崖河积水，复南运河旧治，孤修北运河，培筑千里长堤，先行则办。此外如三支、黑龙港、宣惠、滹沱各旧河，沙、阳、明、资、小、唐、龙凤、龙泉、朱龙、眼牛等河，及文安、大陈、安州、新安等堤工，分年次第办理。又沿勘定应汛各河道，他河店成6减河，下达7里海，应挑宽增口河以泄北运、大清、永定、子崖4河之水入店，再挑西堤引河，添建草坝，泄店水入7里海，挑行家沱，泄7里海水入济运河，达北塘入海。至东店、西店为全省诸水要区，12连桥为南北通途，亦应则要修治，均如所请行。汛于陈惠明沟下邑八清河，永城减水沟。玉庭言三江水利，如青浦、娄县、吴江、震泽、华亭、陈泰、湖水下注黄浦，各支河浅至淤阻，即应修葺。吴淞江为太湖，下注干河，由上海出闸，与黄浦河流入海，因去路阻塞，流行不畅，应于受淤最后处大家挑郡的止运行。5年，陕西巡抚卢坤书报咸宁之龙首渠、长安之苍龙河、金阳之清、野二河、周至之涝、玉等河、眉县之景田等渠、岐山之石头河、宝鸡之利民等渠、华州之方山等河、榆林之渝溪河、秦河，均挑汛公郡，开覆水田100余顷至数百顷不等，修坚。PG 812。丽江堤、襄阳老龙石堤，以革御史蒋时进基辅水利制100卷。直隶总督蒋优先书陈防守千里长堤善后事宜，报文。安阳、汤阴、广润碑、吕英漳河决口淤甸，
命巡抚陈祖洛委员却堪挑取，将积水引入渭河，使及早河复。驻荆州得胜台明堤。7年，闽浙总督孙尔准言，莆田木兰碑上受诸渠之水，下结海潮，灌溉南北阳平田20余万亩，竟因屡经暴涨，泥沙淤积，斗门石堤损坏，以致平岁欠收。现今律同市民捐资修培。南北两岸时公告郡的指嘉奖，汛汉川草桥口，萧涡湖口水道。御史陈德论言金山王家营屡绝，下游各州县连年被灾，请赤乡度修筑，命湖广总督松福筹议，应请访黄河工程切滩法，凭其直射之溜势，在江下游沙洲开挑引河，破其环抱，以顺正流。帝恐与水争的须弥无益，命刑部尚书陈若麟等往勘。复言金山决口320余丈，中祥溃口170余丈，正合金行200余年，不应舍此别寻故道，唯有挑除湖里湾沙块，先畅下游去路，将金山口门挽筑越堤，展宽水道，中祥口门于堵闭后，添筑石坝2，护堤攻沙。帝委之，命松福驻攻督办。8年，河南巡抚杨国珍言，汤河、福道合并广润碑上游，知有河、新会等河，向皆朝宗于魏，因故道久因，平年慢邑。现为一劳永逸之际，因势利导，西令畅流。又南阳白河、西川丹江水势浩瀚，据切近城根及应筑碎石、磨盘等坝20余道，分别挑溜抵御，均如所请行。挑汛冀州东海子淤塞沟深，以攻代镇。9年，修肃迁各河堤岸，丹阳下练湖闸坝，汛肃州夔河，驻喀什噶尔新城沿河堤岸。两江总督蒋优先言，徐州河道如萧县龙山河，邳州睢宁界之白塘河，邳州旧城明汴河，砀山、利民、永定2河，又配县堤工，邳州宜河明店、丰县太行堤，皆最要之功，请次第孤办新挑，从之。10年，修湖北省会江 PG 813岸，并添建石坝，挑汛漳河故道，修保定南关外河道及徐河、石桥、河间陈家门堤，汛东平小清河及安流、龙拱2河，修公安、监利堤。11年，修南昌、新建、进贤虚堤及河间、县河堤。天门汉水南岸堤工，童子背水，开汛带加沟河道，命工部尚书朱士彦查勘江南水患，书请修筑无为及铜陵江坝，给事中少镇。护沿江湖长滩战垦日盛，豫两江总督陶树、湖广总督卢坤等斥属详勘，其沙洲地亩无碍水道者，听民认垦，否则设法严禁。12年，挑除新子了花池淤沙，疏通沟道，并筑碧沙堑坝，修筑南昌，新建虚堤，又改封城土堤为实。13年，湖广总督讷尔金额请修襄阳老龙及汉阳护城石堤，
武昌、荆州沿江堤岸，两江总督陶树请修6河双城，果河2墟。堤埂、汛孟渎、德胜、湾港3河并建闸作，均如一行。户部请新修直隶水利成功，命总督齐善确查附近民田之沟渠碑塘，则要新修，以供代赈。御史朱逵疾言，湖北连年备水，请疏江水之河，使南汇洞庭湖，疏汉水之河，使北汇三台等湖，并疏江汉之河，使分汇云梦，七则间堤防可固，水患可袭。御史陈毅言，安陆滨江堤城冲决为害，请建5闸坝，挑汛河道，以泄水势。输入先后命讷尔金娥、尹继元、吴荣光等陵园详刊。14年，修良乡河道桥作，汛免阳天门、牛范之河、汉阳、通顺之河，并修筑滨临江、汉各堤。汛时守钱江、汉川之河，修荆州万城大堤、华容等县水冲官民各院。汛砀山利民、永定2河，筑南昌、新建、进贤、建昌、鄱阳、德安、新子、德化8县水淹须堤。修钱江、钟祥、金山、天门、沔阳、汉阳6州，县临江溃堤，以供代赈。修邳、宿2州县宜河堤殿及王藩湖等宫。汛太仓、七浦及太湖以下铆殿，并修元河南塘宝带桥。16年，汛河东姚仙渠，修库车沿河堤坝。汛海沿河道 PG 814。又代江苏司库营汛盐城皮大河、丰县顺堤河，并修筑堤宫，从两江总督林则徐等请也。命大学士穆彰阿、步军统领其因公部尚书载权，勘估京城内外应修河道沟渠。17年，修武昌沿江石岸、钟祥刘公堰、何家潭老堤、钱江城外土堤及丰城土石堤宫，并建小港口10闸10扫。18年，修黄梅堤。汛丰润，玉田黑龙河。19年，修武昌保安门外江堤、齐州卫军堤、汉阳临江石堤。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复陈巴尔楚克开垦屯田情形。先是帝允伊犁将军特伊顺宝之请，命于巴尔楚克开垦屯田。4. 属参赞大臣今河书城不便，复命恩特亨额降筹。致仕书言，该处渠深仅328里有其，沿堤两岸培修，水势甚旺，足资灌溉，并派屯丁分段看守，遇水涨时，有渠旁草湖可泄，不致淹漫要路。欲照旧妥办，务于屯务边防时有裨益。伊犁将军官服书报，俄鲁特艾曼所属界内塔石壁图，开镇渠25700余丈，计140余里，得的164000余亩，实属肥鱼，饮水足资灌溉，诏褒免之。是岁汉水盛涨，汉川、沔阳、天门、金山堤院溃决。20年，总督周天觉书报江汉情形，拟书堵张成6，移沙滩上
由作一引坝，拦入湖口，再作沙势障其外面，以堵螃蟹。一、江之南岸改虎渡口东之堤为西堤，别天兴东堤，流宽水路4里。余下达黄金口，归于洞庭，在于石首吊弦口流30-40里举入之地，泄入洞庭。一、江之北岸就有闸门，应改为滚坝，东起下壁。一、襄阳上游多作挑坝，撑水外出，在于险要处所加筑护堤护滩。一、襄阳河四面堤畔，应用砖石多砌斗门，下令相机起壁。一、襄河水势浩大，应天造滚坝，东起下壁，于两岸低洼处所，引渠纳水，下所思一行。是年修华容、武陵、龙阳、元江4县官民堤院，又修荆州大堤及公安、监利、江陵。PG 815。前江4县堤工。22年，堵路一涡河决口。先是黄水决口，大溜直区。涡河江南岸观五级、镇桥、刘洼庄、古家桥及怀宁之严家口、吴家桥、徐家滩、娄家林、季家楼堤顶漫塌，太和明田西城聚。晋、富阳以次州县亦被漫淹。致仕安徽巡抚陈茂采言谕公将次合龙、涡河决口若不及时兴修，下游受害一生，请斥河南府陈训筹堵住，从之。湖广总督裕泰等书报江水甚涨，冲县万城堤以上之吴家桥水闸，并决下游上余部头大堤，直灌荆州郡城，仓库监狱均被淹满。水消退后，而部头漫口较宽，是南对口皆筑。拟修宛越堤一并先于上下游各筑横堤一，如所请行。修筑库伦堤坝及邹县横河口、李家河口明堰。23年，直隶总督讷尔金俄书呈直隶南以新举屯镇水利。略云：天津至山海关，户口殷繁，地无一例，其无人开垦之处，乃沿海简滩，潮水咸涩，不足以资灌溉。至全省水利，历经市垦水田，屡兴屡废，宗由南北水土异移，民多未变，而开源、疏柏、建闸、修塘，皆需重躺，未敢轻易试行。但宜于各进沟渠及时疏通，以其旱涝有备，或开凿井泉，以车护水，亦足必益田工，如所一行。修海洋辽歌宫、河西、竹崎头堤工。24年，修江下江堤，汛海州束河。7月，荆州江示范长李家部内市决口，水灌城内。江陵虎渡口汛江之各堤邑，多漫溢。豫总督裕泰筹款修筑。9月，万城大堤合龙。伊犁江。军部彦泰等言，会远城东阿奇乌苏费的可垦覆良田10余万亩。拟引哈什河水以资灌注，将塔什厄斯坦田庄就有渠道展宽，皆开新渠，引入阿奇乌苏东界，并间断涿挑之河。又言伊拉里克蒂姆与喀喇沙尔属蒙古游牧的以山为界，该处河水一道由山之东面流出，距游牧的上隔一山，
于蒙古生计无碍，堪以开垦。请训大渠之渠并泄水渠，饮用伊拉里克河水。又言 PG 816，奎屯地方宽广，有河一道，系由库尔喀喇乌苏南山积雪融化，汇流成河，进水地亩早有营屯户民成种。又苏庆荒地有万余亩，土麦肥润，只需挑渠引水，可以聚成沃壤。均如所请行。25年，训甲鲁河，修问上马踏胡明彦，命喀喇沙尔办。是大臣全庆察勘和尔罕水利，书言和尔罕的本高于宜江。西北哈拉木扎什水渠并东南和色热瓦特大渠接引，可资耕种。中隔大小沙梁，业已挑通，宜于冲要处弃石丁春，使沙土不至滩泄，渠道日深，足以灌溉良田。又言伊拉里克的居土，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，土脉余润，谓之板土戈壁，其西为沙石戈壁，200余里，至山口出泉处，有大阿拉浑、小阿拉浑两水，汇成一河。从前渠道未开，水无收束，移至沙石戈壁，散漫沙中，而板土戈壁水流不到，转成荒滩。今江及西之水道，引而东，在沙石戈壁凿成大渠3段，复于板土戈壁多开之渠。即遇大汛，水有所归。又吐鲁番地亩多细掘井取泉，名曰卡井，连环导引，其力甚普。为高不难引水逆流而上，应听户民自行挖井，冬春水为时，可补不足。夏廷臣一行。26年，乌鲁木齐都统为秦请修理喀喇沙尔渠道坝堤，并陈章程4，命伊犁将军萨营阿富河，上无流弊，照如所请行。六塘河堤冲溃，各州县连年备水，命两江总督毕昌等合办。附言海州境内六塘河及蔷薇河淤电冲决，田庐受淹，余运道宣防大有关系，应从速借款挑注，允之。修温于河果渠村坝扫。27年，扎萨克郡王伯希尔呈现斯肯地亩，内有生地4830余亩，皆训新渠2，天开之渠2，以资分灌。28年，两江总督李兴元请修沛县民店扫坝，裕泰请修江夏堤工，中祥料家店外滩岸，直隶总督讷尔金额请修筑万泉。护城石坝，均如所请。御史杨同如和河南府城3次挑挖甲鲁河决口，费几百万，弃无成功，请斥查办。诏敕鄂顺安以下职。PG 816。新任巡抚潘铎书言，甲鲁河工程应以赴诸仙镇为修河关键。为诸仙镇内及皆南北河道淤电最甚，今1天半柴皆扫工，以防两岸淤沙。其淤沙最深处，挑汛较难，另择干土10数里，改道以通旧河，则成各园培修，限45日工竣。从之。29年，江苏巡抚傅神勋言，阴雨连绵，积水无从宣泄，以致江、淮、阳等属堤须多被冲破。请访农镇全书贵田之法，以土护田，
兼筑高峻，内水溢于车河，劝民举行，以供代赈，并查勘海口，开挖闸洞泄水。帝加免之。30年，修乡杨老龙石堤及汉阳堤坝，武昌沿江石岸，前江土堤，中祥高加堤。御史汪元方以浙江水灾，多由彭明开山，水道淤阻所致，书请禁止。御巡抚吴文荣严查，并命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广各督府一体稽查妥办。咸丰元年，浙江巡抚常大淳书陈清理众山彭明情形，略言：浙西水利余杭、南湖骤南汛赋，应先开支河，修石闸，以资蓄泄。上游至而下游之患亦可稍平。浙东则绍兴之3闸口外，鄞县、象山等河西，现今筹挑。报文3年，太常清堂渐进，基辅水利备览，命给直隶总督桂良阅看，并者于军务告郡时，着度情形妥办。同治元年，御史朱朝请开基辅水利，并以田地之治否，定府县考绩之奠罪。命直隶总督文玉等将所辖境内山泉和良电湖即可开渠引水地方详查，并妥议章程。巡抚书言，有可举行之处，或碍于地界，或限于力量，或当掘井治车，或须抽沟筑。均设法催劝，推行尽力。3年，江苏市民因自方等以山阳、盐城境内市河、十字河、小市河蜿蜒百里，东筑马家荡，沿河民田数千顷，汉则资其灌溉，辽则资其宣泄。自乾隆6年，大挑以后，迄今100余年，河淤田废，水旱均亦成灾。恳请挑训，筑胥引运河水入市河，以苏民困。命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。PG 817。合办。5年，御史王叔瑞言，浙江水利，海棠而外，又有楼港。乌城有39三楼，长兴有34楼。自逆匪窜扰后，泥沙堆积，楼口淤阻，请设法开汛。又言苏、松诸郡与杭、嘉、湖邑派同归，湖州处上游之最要，苏、松等郡处下游之最要。上游阻塞，则害在湖州；下游阻塞，则害在苏、松，并害及杭、嘉、湖。请敕江苏一并勘治，从之。6年，训清河漳浦口引河。8年，安徽巡抚吴坤修言，永城与宿州接壤之南谷河，久经淤塞，下皆临壁，低洼如釜，早晨俱尽，水无出路，拟查勘筹办，从之。9年，训白毛河道，改建近海石闸。江苏声明请训赴淮水，故道命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、漕运总督会筹。复书言：晚淮归故，必先大汛於黄河，以畅其入海之路，即开清口，以导其入黄，即堵陈子河、漳浦口、高梁涧3河，以渡螃蟹。应分别缓急兴工，其以数年有效。下不议，从之。是年内阁侍读。
学士中配贤议以书训海港为请。于是浙府杨昌训言楼港年9淤塞，查明罪要次要各宫，分别孤修，拟趁东系时，先将4桥等9港及诸省2楼赶办，其余各宫及碧浪湖工程次第筹划，应与吴江长桥及太湖出水各口同时修汛的旨允行。10年，修龙洞旧渠，并开新渠以引金水。江苏巡抚张之万请设水利局，新修3吴水利。于是重修元河、吴县、吴江、镇，则桥斗各宫。最大者为吴淞江下游至新闸140丈，别以机器传输之。凡太仓七浦河、昭文徐六津河、常熟福山港河、常州河、武进孟渎、超朴港、江阴黄田港、河道塘闸、涂阳河、丹涂口之河、丹阳小城河、镇江津口河，均以次分年疏导几级。10年，始克郡事。先是侯嘉陵决口，河都桥松年以为时较晚，请来年冬举办。致仕，巡抚丁宝箴言：此处决口不堵，必致尽。PG 818。燕曹、兖、冀10余州县，若再向东南奔驻，则清津、礼下合一。待更行吃重，请亲往都公督助。诏奖免之。12年，以直隶河换平人，命总督李鸿章访雍正兼惩罚，筹修基辅水利。宣议定直隶诸河，皆以电池为宣序，西电数百里河道，为民生一大关键。先堵赵村决口、筑慈河、朱龙河南。第以御外水，挑汛卢森、中庭2河，分减大清河水势，以免道灌，并疏通赵王河道，将狗各庄以上巨堤及下口鹰嘴坝各建闸作。是年秋，直隶运河堤决，内阁学士宋敬请责修各河渠，以功代赈，从之。13年，挑汛天津城加沟至他河店边减河3700余丈，又自他河店循京中河故道斜曲入济运河，开新河14100余丈，比通省河流分溜由北塘归海。时庄户决口，夺溜南区，命保真速筹堵住。宣以决口骤南施工，请在以下之。贾庄建坝堵河，即于南北岸浦筑长堤，而北岸蒲州之上游为开州，并斥直督合力筹办。光绪元年，训文安圣方河，修河则贾庄南岸长堤及北岸津堤。2年，训张家桥新旧4河。3年，训济宁下镇以南10字河。给事中下县兴请修水利以御民时，欲各督府着夺情形，西新区化。4年，修补滨江黄柏山至樊口40里老堤，并于樊口内建石闸。5年，修都江堰堤、灌县、温江、重庆旧淹田地河复82000余亩。7年，挑汛大清河下游，使水畅入东店，并于县朱家口、古阳河东岸另辟呼沱简河，使水归子牙河故道，达今入海。训保地武清境内北运简河。大学士左宗棠请兴办顺直水利，以
陕甘应享之君助直隶治河之意。总督李鸿章言，进击水利。受病过身，凡永定、大清、滹沱、北运、南运5大河，及复立之60余支河，原有闸坝堤甸，无一不坏；减河引河，无一不塞，而节宣诸水之南泊、北泊、东甸、西甸，早被浊流填淤。PG 819。仅是天津3岔口一线海河，以里出口。平时既不能畅销，秋冬海潮顶托倒灌，节节皆并。修治之法，须先从此入手。5大河中，以永定之害为最深，其大清、北运、南运须分别挑汛筑堤，修复减河。滹沱趋向无定，自来未设堤防。同治7年，由稿成北系，以文安大洼为壑，其故道之南覆，上游之南分，下游之南泄，曾国藩与陈祥城有案。东西甸宽广数百里，淤泥厚积，人力难施。平年以来，修复永定河金门闸坝，才湾切滩，加筑市段。大清河则于新雄境内开卢森简河、霸州、文安境内皆开中庭、盛芳等河，分泄上游盛长，于任丘开赵王简河，分泄西甸盛长，又于文安左各庄至台头挑河深20余里，以畅下游去路。滹沱河则于河间及文安挖开引河2，又于县朱家口另辟减河30余里，均归子牙河达津。北运河则于通州筑坝。晚朝白河归曹，于香河王家务、武清匡尔港修复石坝，以泄涨水。于天津或家嘴疏汛引河，以通下口。又于武清、宝地挑洼、王家务、匡尔港2减河，以资畅泄。南运河则于清、沧、静海修堤200余里，于静海新关屯另辟减河60余里，使别途出海。又于天津城东永定、大清、滹沱、北运交汇之陈家湾，开河100余里，分泄4大河之水，径达北塘入海。其无极、黎、博、高阳一带，则兼筑诸龙河市，以防滹沱北越。任丘至天津一带，则加筑千里堤、隔甸堤，使河自河而甸自甸。又于广平开明河、顺德挑里河、赵州汛、淮、五诸河。此外河道受害较深者，均着梁书筑。金宗堂请以隋代各营移至上游，正可辅直隶之部。待此后应修河处，当随时会商，实力相助。输入命公卿王毅、纯亲王毅亦会同办理。是年加修子牙河堤17400余丈，文安西堤2900余丈，展宽静海东堤2400余丈。9年，安徽学政徐福沿江、皖2省水患平人，急需挑。4. 宜为导淮仙路，仿抽沟法，循序疏治，由大通口引河入海。PG 820。泄水教义，命宗堂、昌训会商筹办。寻书复言，天下无有利无害之水，疏救黄河，分减4宜，近年以者成效，自当加挑宽深，
兼书大通口，以畅出海之途，设赴淮局于清江，派员提调。估计分年分段兴办，去其太甚之害，留其本然之力。江北与皖省为下游，下游利，上游自无不利矣。报文10年，河南巡抚陆传林言，豫省地势平衍，魏、齐、庆、谭今代西北，淮、汝、涡、颍交汇东南，如果一律疏通，加以沟渠引灌，农田大可受益。今河道半皆拥滞，沟渠亦多荒废。拟借人力以补天灾，派员吩咐各州县旅勘筹划，或书或训，志在必成，使民间小然于有利农田，自能踊跃用命。诏如所请。行。宗堂言，新修江南水利各宫，最大者为朱家山、赤山湖。朱家山自浦口至张家堡，皆通滁河，绵亘120余里。赤山湖自道士坝、谢子坝至三岔河下游，亦绵亘120里。2年攻郡，不为沿江须田军受其利，而粮搜货船亦可由内河行，有属农商。两变，下不知之。11年7月，以张耀所部10营，冯南兵2营，蒋东才4营，训京师内外护城河。11月竣工。13年，河决郑州，全溜驻淮，因训张府口引河及兴化之大洲闸河。丁西场之古河口，小海3河，彼由新阳、射阳等河入海。14年，凿广西江面险滩，由苍梧弃阳朔700余里，共开险滩30。16年，江苏巡抚刚毅以宝山运枣河道失修，以西大坝拥扼水脉，请新公挑注。给事中经受松严厉少害多，命总督岑国全妥筹。复书言，拟差去同治间所筑土坝，以通嘉定、宝山之水道，仍归附咸丰间所建旧闸，以还嘉定之水利。另开引河以通河流，彼得随时宣泄。下不知之。挑汛余杭南湖，并书汛韶。西华州罗文河下游各村连年遭水，沿河数百顷良田尽成泽国。巡抚陆传林请由吴家桥北大荔之湖村开渠引水助渭，则其流。PG 821。舒畅，备淹民田，即可合复耕作，从之。给事中洪良品以直力平年水灾，请筹疏汛以兴水利。事下总督筹议。洪章言，原奏大志以开沟渠，引稻田为急，大都研习旧文，信为确论，而于古今地势之异志，南北天时之异宜，尚未深考。夫以太行左转，西北万风触天，伏秋大雨，口外数千里千溪万派之水，奔腾而下，畿南一带的平土疏，顷刻折涨，数尺或1、2丈，冲荡泛溢，是所必然。甚阻虑清浊河流之不可。至也，乃筑千里堤，隔殿室，使殿与子牙河各行一路。世宗虑永定河南行之淤殿也，令引浑河别游一道，改移下口。其余关堤明堤，今习增筑，踪迹不下3、4千里，沙土杂拌，险攻凌厉，
每当伏丘甚长，兵民日夜防守，甚于防寇，岂有放水灌入平地之理？今若与沿河居民开渠饮水，先不错恶害怪者，且水田之利，不独地势难行，及天时亦南北迥异。春夏之交，不殃以雨，而直隶彼时则苦雨少泉河。今阜阳各河出山处，土人颇之凿渠易道，结界芒众，上有水入渠，则下游舟行苦浅，屡起。宋端东西殿左近洼地，乡民亦散布稻种，思记汉年疑惑，每当伏丘长发，则遭飘霉。此时限于天时，断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。以近代事考之，明徐真明井营田390余顷，汪应交井营田50顷，董应举营田最多，一井1800余顷，然皆属宿间收，非接水道，且其志在垦荒植谷，并非极简水患。今访其宜，即所营之田，非岛山泉，即傍海潮，绝不饮大河无节制之水，以资灌溉，安能借减河水之患？又安能广营多获以抵士大之入？雍正间，宜贤亲王等兴修直隶水利，4年之间，营治稻田6000余顷，然不炫种而其利顿减。9年，大学士朱氏，河道总督刘于义，即将距水较远，地势稍高之田，听民随便种植。可见直隶水田之不能尽营，而种行扩充之不易也。攻读乾隆27年，上谕务土役者，南北造师，不能不从其性。倘将洼地尽改作 ，PG 822。秧田雨水多时，自可借以除用；雨则宜欠，又将何以救旱？从前进京亦修水利营田，始终未收实际，可见地利不能强同。模训招垂，永宜遵守。即如天津地方，康熙兼总兵栏里在城南，垦水田200余顷，未久淤废。咸丰9年，亲王森格林庆都师海口，垦水田40余顷，似以旱辽不时，气未能一律种稻，而所费已数不资。光绪初，臣以海防紧要，不可不讲求屯镇，曾敕提督周盛传在天津东南开挖引河，垦水田1300余顷，用怀勇民夫数万人，经营6、7年之久，始获成熟。此在潮汐可视之地，亦南方习农之人，尚且劳费若此。若于5大河经流多分支派，穿穴堤防汛沟，遂于平原亦属素以经道，水不应时，土非则直。切恐欲富民而是以扰民，欲减水患而是以增水患也。17年，刚毅言吴淞江为农田水利所资，自道光6年。郡治后，又经60余年，淤甸日盛。前年秋雨连旬，河湖泛滥，积涝尽无销路。去年10月，派员开办，并调引勇协同民夫，分段合作，约3月内可告竣。报文洪章又言，保地青龙湾简河，自香河之王家务经保地至宁河入海，去岁引雨兼巡河流狂涨，横堤决岸，保地受害独生。广安桥以下，
河深浅窄。大宝庄以上并无河槽，应与昔年所开之普济河、黄庄新河一。绿挑深，天见石闸。沈秉成、松春岩、淮南偃须所管之。洪泽湖、关西水道立并沿槽诸物。金泉湖之水下曲，毫无节制。现刊的应行先办之功，约修复3坝，约修整数水堤，约展挑3浮口，计3项工程，不过数万两可以及事。或有益于里河以西。蔡家庄建滚水石坝，使水可蓄泄，较有把握。唯巨款难筹，应暂缓办。均照如所请。堵住吴桥宣会河缺口2。河陕汝道铁山以文乡北滨黄河，成员屡被冲滩，因于城外筑大石坝，挑6户城。18年，疏凿福山港，徐6经2河，及高浦、耿津、海洋。PG 823。唐西洋港4河。山东巡抚符润言，小清河为民田水利所关，年久淤塞。前辅丞张耀筹议疏通，因公掌款处，仅修下游博兴。至今嘉桥至寿光海道，长100余里。其上游工程，应接续新挑。数十历城等县所受各水，悉可入海。今拟归附小清河正轨，而不居迁故道，由经嘉桥而西取直，则洼区皆开正河，立博兴、高苑、新城、长山、邹平至其东曹家坡，长97里，又于今嘉桥以下开支河24里，至柳桥，以成蓟麻大湖上游各河之水引入新河，计长4200余丈。赵从之。20年，崇明海岸被潮冲灭，逼近城墙。于青龙港东西两面设立敌水坝4，加建木桥，叠砌石块，以御风潮。21年，属两江总督张之洞言，黄河之流之碱水和红河，自于城下邑、永城金荡山、萧县、达宿州、灵璧4州之睢河，而注于洪湖。其间湖港分歧，皆下注睢河。乾隆年间，以睢河不能容，岛水为3，曰北谷、中谷、南谷。中谷为睢河正流。咸丰初，黄河日益淤甸，渐即改喜、豫、江、皖各河一逐断淤阻，水疗泛溢为害，尤以永、萧、荡为甚。同治间建议疏河，恒以工程过大，屡议屡辍。今拟改道办法，导北谷河之水以达灵璧越河，导中谷、南谷河之水河流入宿州运粮沟，以达快河，而运粮一沟恐不能容纳，应置沱河粮沟以复其旧，使各河之水皆顺轨下。注洪湖，不至恒溢，则各属水患永息矣。照如所请行。22年，御史华回书陈新修水利8事，曰引泉，曰筑塘，曰开渠，曰通湖，曰开井，曰蓄水，曰用车，曰填石。下所思。乙24年，汛太仓流河，自英港门至蒲家港口4100余丈。28年，江西巡抚李新瑞言，近年水患频仍，皆由鄱阳湖日渐淤浅，
而长江袭宽津峡，骤遭大雨，疏泄不及，遂至4亿为灾。请于东秦水浅时，购置挖泥机器轮船数艘，将全湖分别挑挖，其上游河道亦一律则要疏治，既为防水患起见，亦 PG 824为新商务章本，从之。修湖北省城北陆堤宏观至春山8段，南陆堤白沙洲至京口10段，以御外江之泛涨。建石闸数座，以备内湖之宣泄。又于富郭沿江10余里，一律增修石包岸。训晓。清河开图阳河120余里。宣统元年，属直隶总督纳同言，通州年于沟堤岸，自光绪9年决口，流入港沟而归凤河。嗣后屡堵屡溃，至24年，大汛复决，迄今未能堵闭，以致武清百数十村平年溃没。今拟余年于沟暂建滚水坝，彼泉溜不至旁区。倘遇盛涨，即将土垫挑除，彼资分泄。一面将上游堤坝挑补整齐，疏浚青龙湾等处。引河以减盛涨，筑拦水电以御浑流，修孤龙凤河以疏积辽。滚水坝工程应即兴办，其修堤及疏引河应于本年秋后部署。来年2月兴工。拦水电及龙凤河应于来年秋后部署，4年2月兴工。均县福训前报郡。下部一行。湖广总督陈奎龙请修。复江、湘溃口、略渭、江、湘各堤，以前江之源加越堤为最要。此次溃口，堤深冲刷，顿落400余丈，回流湍急，复进西。陈泽国应及时筑河。此外郭家嘴与王庙溃堤及天门黑牛渡、勉阳吕蒙营、公安高里宫、松滋杨家脑、监利和龙庙各堤宫，均拟派员督办筹修，以其巩固。从之。宁夏满营开垦马场荒地，先至塘渠，以御诸亭之地。挑汛120余里，约镇渠，自晋义宝开之口，引水西北行40余里，而入之沟，约新渠，沿渠列小口40，携水以归诸田，约支渠。塘渠以西，沦为泽国，非沟以宣之不为功。自信子湖起，穿沟280余里，建大小石闸，木闸42，石桥、木桥33。经史上年9月至本年8月告成，名曰占恩渠，约成于田20万亩。是年，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何慈请修辽河，先从双台子河堤入手，4年续修压岛、冷加口工程，并挑挖海口拦江沙。与辽河工程同时举办。下部知之。PG 825。卷130至150。兵一。有卿以武功定天下。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，初定其兵制。八旗子弟人尽为兵，不斥举国皆兵焉。太宗征藩部，世祖定中。元，八旗兵力最强。圣祖平南服，世宗征青海，高宗定西江。以骑兵为主，而辅之以陆营。仁宗剿教匪，
宣宗欲外寇，兼用防军，而以乡兵助之。文宗、穆宗先后平越，撵湘军出起。淮军继之，而练勇之功使者，致士兵至概数变矣。到咸以后，海境大开，德宗复立海军，内江外海，与水师并行，而练军。陆军又相继以起，扰攘数年，促酿新军之变。以兵兴者，终矣。兵败，呜呼！岂非天灾？今作兵制，一曰八旗，二曰陆营，三曰防军，复陆军，四曰乡兵，五曰土兵，六曰水师，七曰海军，八曰边防，九曰海防，十曰训练，11曰制造，12曰马阵。并分者于篇。八旗。清初，太祖以甲13复起，归附日众，设4旗，曰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，复增4旗，曰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。统满洲、蒙古、汉军之众，8旗之制自此始。每旗300人为一。牛鹿以牛鹿而真领之。五牛鹿领以札兰而真。五札兰领。PG 826。以固山而真。每固山设左右梅勒而真。天命5年，改牛鹿而真。据为备御官。天聪8年，定8旗官名，总兵为昂邦张经，副将为梅勒张经，参将为甲喇张经，各分3等。备御为牛鹿张经，时常为专达。又定固山而真行营马兵为阿里哈超哈，其后曰萧其营。巴雅喇营前哨兵为噶布西贤超哈，其后曰护军及前锋营。驻防盛京兵为守兵，预备兵为援兵，各城寨兵为守边兵。旧盟故左右营为左右翼兵。旧汉兵为乌真超哈，恐有得之天右兵，尚可喜之天驻兵，并入汉军。9年，以所获察哈尔部众及喀喇、庆壮丁分为蒙古8旗，至与满洲8旗同。崇德2年，分汉军为2旗，至左右翼。4年，分为4旗，曰纯造，曰造镶黄，曰造镶白，曰造镶红。7年，设汉军8旗，至与满洲同。世祖定鼎。燕京分至满、蒙、汉8旗于京城，以次厘定兵制。禁卫兵大类有2，曰狼卫，曰兵卫。狼卫之制，领侍卫内大臣6人，镶黄、正黄、正白旗各2人，内大臣6人。散至大臣无定员。侍卫分4等，更有兰陵侍卫、樊御前侍卫、甘青门侍卫由3旗简用，汉侍卫由5进士简用，皆无定员。初，镶黄、正黄、正白3旗，天子自将，选其子弟曰侍卫，凡执殿庭，以领侍卫内大臣统之。宿卫甘青门、内右门、神武门、宁寿门为内班，宿卫太和门为外班。行幸驻避贤从，其护从、后护2人，前引10人，报尾班侍卫60人。凡左领清军，镶黄旗满洲80。武左领蒙古28左领
每左领清军2人，正黄旗满洲90。3左领，蒙古24左领，正白旗满洲86左领，蒙古20。9左领。3旗清军选60人随侍卫行走，于皆直宿。巡幸则御。前大臣侍卫，甘青门侍卫咸从。行营则列2乡，于曼城之余。桓拱宿卫。康熙29年，以武进士绩优者拔至侍卫，携3旗。直宿。雍正11年，以清军未满10年者，挑选前锋。满、汉八。其左右亦各设前锋统领1人，备紧闭宿卫。侍卫班内有上4院。PG 827。侍卫、司配、司安。其兼上于阴药房、谷房、15膳舍、舍、谷、膳铺等侍卫，统在3旗额内，俱无定员。栾仪卫亦侍从5职。摄长卫司内大臣1人，栾仪使3人，冠军使10人，云辉使。制仪正、整仪卫各有差，专司臣于鲁部。校尉由内府选者为旗尉，由武臣选者为明尉。此8旗郎卫制也。兵卫之制，定鼎出及以上3旗守卫子进宫阙，以护军统。领、参领、前锋统领律之。噶布西咸超哈满洲，蒙古8旗分左右翼备宿卫。内务府3旗，各设左领3人，旗鼓左领4人，正。黄旗设朝鲜左领1人，每2丁设马甲，以每左领各设领崔6。护军15，以领侍卫内大臣律之。内务府官兵守护行宫者，分东西北3路，设千总等官，兵额不等。热河行宫亦如之。其首护陵寝者，顺治初，永陵、福陵、昭陵各设云骑卫、骑都尉。嗣后盛京3陵，增设总管、防御、骁骑校。京师东西陵制亦如之。所属各旗骁骑有差。8年，制定亲王制辅国公等，以次设长史、护卫等官。17年，定8旗汉字官名，故山额真曰都统。梅勒章京曰副都统，甲喇章京曰参领，牛录章京曰左领，昂邦章京曰总管，乌真超哈曰汉军。凡满、蒙、汉各旗共选4800人为养育兵，训练技艺。嗣后兵额屡增。乾隆中，满、蒙养育兵至23000余人。盛京打生乌拉，设总管、协领、左领等。元、辖打生兵丁。吉林之参户、密户、余户、猎户、阴、胡、塔、灌诸户，咸历内府3旗。其巡捕营训守外7城门，上设部。兵训25所，城外分中南北3营，马步兵训额各有差，统以参将、游击等。畅春、元明、晋明等元守兵，统以守备。康熙初，定驻跸之地，8旗护军分左右翼巡宿，起跸则3旗营总。护军参领随行。13年，定8旗步兵21000余名，鸟枪步兵凡1737名。又定内9门外7门设城门校，辖16门门军。
其步军营训守皇城内各训专用满洲，城外各训兼用蒙古。PG 828汉军巡定上驻援，则八旗两翼，一分七训，更番宿卫。每日当值之前锋、鸟枪护军共720人。21年，定田列每年3举，八旗各检前锋军校以从。22年，定车驾巡信旗。8其骁骑营于内外城并增训所。23年，以黑龙江所进精骑射。善杀虎者编虎枪营。30年，设火器营。雍正元年，设巡捕营。马兵训15，步兵训52。凡朝会旗、协卫、副卫律步军巡。景2年，御各旗共选4800教养兵，习长枪挑刀各一。4年，令八旗前锋习射，阅6次。其专司防火者曰防范兵。9年，令五旗门训护军、马甲军归本营操演。令三旗增训练兵2000，编为2营。13年，额定马甲5250，春秋2季合操。乾隆14年，设云梯兵1营。又于昆明湖设敢增船，以前锋军。习水战。25年，令来京回人编译左领，以何卓为左领统辖之，后皆准此。39年，定大月头队前锋八旗，分为8队，每队小旗8，海螺4，为殿后兵。41年，以来京之藩子事。回人吏，编译左领，统于内务府正白旗。46年，增京师部。军左右2营，河南北中为5营，分23训，领兵1万余8。其汉军鄂尔部、步甲、闲散内则壮丁充补。嘉庆4年，令巡捕。5营以中营作提标，管圆明园武训，参将4人，分管南北左右。4营共18训，2翼总兵分辖之。17年，以增设之建瑞营，归左翼，外火器营归右翼，合八旗前锋，内火器营，骁骑营凡。36营。咸丰3年，御京师各旗营兵149000有骑，统兵。大臣分班清阅，马步火器，勿令精整，不得以临时照木滥充。10年，从圣宝请，令八旗兵加练枪炮台枪。同治4年，御纯清。王训练神机营、旗、律各营，亦随时校阅。光绪24年，选练神机营马部队，以10000人为先锋队，习枪炮及行政战法。此8其兵未至也。八旗驻防之兵，大类有4，约基辅驻防兵，其藩部内附之。PG 829众，即在京内务府、理藩院所辖西附焉，约东3省驻防兵，约各直省驻防兵，新疆驻防兵附焉，约藩部兵。基辅驻防兵至，顺治初，独石口、张家口、山海关、喜峰口、古北口并设防御1人或2人，采御里、固安县设防守卫。防御有差。康熙14年，察哈尔八旗，每旗设总管1人，副总管1人，参领3人，左领骁骑校、
护军校各有差。补道官美，其2人，清军前锋各2，护军17，领崔4，骁骑25。在今蒙古都统兼辖之。山海关总管1人，防御8人，满、蒙。汉兵700有骑。巡射张家口总管1，防御7，兵130有骑。独石口、古北口增防御各2，喜峰口防御2，冷口、罗文御防御各1，兵多则68，少则12人。雍正3年，设天津水师。营都统1，协领6，左领，防御，骁骑校各32，骑兵1600人，蒙古兵400人，分左右2翼。乾隆3年，增热河驻防兵2000人，为前锋校，前锋领崔，鸟枪领崔，马甲，鸟枪马甲。炮甲、弓矢将各有差，以1400人驻热河，400驻喀喇河屯，200驻化鱼沟。8年，改山海关总管为副都统，增协领、左领。诸属、满、蒙、汉兵共800人，分左右翼。26年，设察哈尔都统1人，驻张家口，里八旗游牧，兼辖防兵，副都统2人，驻左右翼游牧边界。45年，设驻防密云满，蒙兵2000。嘉庆3年，增热河为场副都统。9年，改总管。15年，改设都统1人。以鄂鲁特达什达瓦将众喜居科不多，旋分其属为3旗。设总管、副总管、左领、骁骑校等。巡移至热河，作为官兵。先是康熙中，建避暑山庄于热河，设总管、守备、千总分守各行宫。乾隆间，增建行宫，设千总，委属千总1、2人，兵自6人至98人不等。木兰为场总管1人。康熙纪年，设有防御。8级满，蒙兵100余。待乾隆中年，增左右翼长2，骁骑校8，驻兵共800人。每一兵给的一顷20亩，或的不宜耕种，则改。PG 830，给牛羊。木兰之地，周遭数栅为界，设营房8，卡轮48，其各分5卡轮，各以骑兵守之。道光4年，御驻京骑兵，御润。月赏给甲密，他省不得原力。此基辅驻防制也。东3省驻防兵制，共驻44所，兵35300余人。凡前锋、领崔、马甲、守门库等兵，步甲、夜捕手、将役、养御兵、鸟枪马甲、领崔、水手之属，或设或否，名额多寡，各视驻地所宜，损益区治之，出无定限。其在盛京、天聪间始设驻防于牛庄、盖州，兵96人。顺治元年，世祖将迁燕京，设盛京8旗驻防兵，以正黄旗内大。承和洛会总统之，以镶黄旗梅勒章京统左翼，正红旗梅勒章京统右翼。每旗设满洲协领1，左领4，蒙古、汉军左领各1。设雄越城守关，旗下满洲左领3，汉军左领1，锦州、凤凰城。宁远城守关，旗下各设满洲左领各2，汉军左领1，新津、辽。
杨、牛庄、秀岩、益州城守官，满州左领各1人，盖州、海州、满、汉左领各1，统驻防兵。康熙元年，改盛京昂邦张经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，梅勒、张经2人为副都统，统辖协领、左领。萧其孝4年，改辽东将军为奉天将军。14年，设锦州、益州城守卫各1，左领、萧其孝各有差，各边门皆置防御1。巡设开元防御3，荆州防御1，兵变各有差。55年，设荆州，驻防水师营，船10号，兵500，水手100。雍正5年，设雄岳，副都统1人，广宁、益州、锦州、宁远至山海关设副都统1。富州、南荆州、凤凰城、秀岩、旅顺等处设副都统1，分辖其兵。乾隆12年，改奉天将军为镇守盛京将军。盛京各额兵都15000有骑。其在吉林，顺治10年，设宁古塔昂邦张经仪梅勒张经2，左领、萧其孝各8。18年，设吉林水师营。康熙元年，改宁古塔昂邦张经为将军，梅勒张经为副都统。3年，设水师营总。PG 831，管各员。7年，增宁古塔协领2。10年，以宁古塔副都统1。左领、萧其孝各11，兵700，移驻吉林。又增吉林协领8。左领、防御、萧其孝各12，兵600人。巡增防御15人。15年，移宁古塔将军驻吉林，留副都统于宁古塔，增吉林副都统1人。31年，设博都讷协领2人，左领、萧其孝各30，防御8。53年，设三信、辉春协领1，左领、萧其孝，防御有差。雍正3年，设阿勒楚喀协领1人，左领、萧其孝，防御各5。10年，设三信副都统1人。巡设吉林鸟枪营参领1人，左领、萧其孝各8，鸟枪兵1000。乾隆13年，令打生乌拉兵归吉林将军兼辖。先是顺治时，设打生乌拉协领2，又设总管1人，统辖诸宣头目及参、密、余、列诸户，专司采捕诸役。后递增左领，防御8，萧其孝识获8，额兵1000。致仕已在吉林。晋，命兼统于吉林将军。21年，设阿勒楚喀副都统1人。道光6年，以双城堡移驻京旗分左右役，各设总、副屯达2人。4又分一旗5屯，增总、副屯达各6人。其在黑龙江，当康熙初年，自吉林以水师营来驻其齐哈尔等处，水手1000有骑。盛京壮丁散处者，随时编入8旗。巴尔忽人、西伯人居近吉林，挂勒察人居近博都讷，库尔喀人居近辉春，并设左领、萧其孝等分驻。其东北最远者，索伦、达呼尔2部，天命、天聪监、襄律内附、
其后分充各城俄兵。至鄂伦春所居亦远，使马、使路部分处山林，夜不雕，皆审护比丁，列于军伍。22年，出至黑龙江将军、原水师营总管等并属之，设副都统2，协领4，左领、骁骑校各24，防御8。满洲兵千，索伦、达呼尔兵500，驻爱辉城。23年，设打牲畜总管一副总管2，以索伦、达呼尔壮丁边设左领、骁骑校。寻于莫尔根城设驻防兵。29年，移将军驻莫尔根，又增协领4，左领、骁骑校各7，索伦、达呼尔兵400余，以副 PG 832。都统一人统兵驻爱辉。巡射兵1000余驻防齐齐哈尔。38年，将军复自莫尔根移驻齐齐哈尔。49年，设莫尔根副都统一人。雍正6年，增设打牲畜总管3，满洲、索伦、达呼尔副总管16，索伦、达呼尔左领、骁骑校各62。10年，设呼伦贝尔统领以索伦、巴尔呼总管、副总管各2，左领、骁骑校各50，兵3000，巡增兵2000有其。鄂鲁特总管、副总管各1。乾隆8年，改呼伦贝尔统领为副都统。嘉庆9年，以齐齐哈尔等处城种官田马甲归各本旗，所垦新田，改增养育兵耕种。咸丰8年，增黑龙江马甲1000。光绪8年，将军文绪请由黑省至茂新设7站，由茂新至呼兰设5台，共台站60人，至长路计防。御1，骁骑校2，领崔6，分立前述。黑龙江8旗兵约分5类，约前锋，共146人，配驼剑，副旗帜，为先导，约领崔。公会计书写，马甲之长也，共748人，约马甲，又称披甲，共9213人，约将役，为鸟枪、弓、铁、安珠将，共152人，约养育兵。康熙纪年，始以骑兵屯田，至嘉庆中，改屯田马甲为养育兵，共800人。别有未入伍者曰西丹，亦严控马奴，不得欲征伐之事。此东3省驻防制也。各直省驻防制，顺治2年，始设江南江宁左翼4旗，陕西、西安右翼4旗，皆置满，猛兵2000，工匠28，铁匠56。6年，于山西太原设镇兰、湘兰2旗满，猛驻防兵，即由木察哈尔兵。初，太宗亲征察哈尔，将土默特之众，后编为2旗，设左右翼，都统部众的同办事。炫才都统，以其务长之将军。副都统，与内8旗等。致仕，由木察哈尔遂列于山西驻防。11年，设山东德州镶黄、正黄2旗满，猛领崔，马甲技工，铁匠。15年，增设西安左领、骁骑校28，骁骑1000。设浙江杭州满，猛8旗马甲、步甲、工匠，汉军马甲、步甲、铁匠。满，
汉免甲兵，共4000有骑。其后每骑并增左领、骁骑校、骁 PG 833骑。16年，改设京口驻防镇海将军一副都统2协领、参领、防御左领、骁骑校有差。寻增江宁、西安部甲各1000。康熙13年，增西安右翼4骑满、猛马甲千、弓、铁将10。4. 汉军马甲等，江宁马甲千。后又各增兵2000及弓、铁将等。是年增京口部甲1000人。15年，设陕西宁夏8骑满、猛领崔马甲、步甲、弓、铁将。19年，设福建福州左翼4骑汉军领崔马甲、步甲、铁将及满、猛步甲。20年，设广东广州镶黄、正黄、正白上3骑汉军领崔马甲、炮甲、工匠。22年，设湖广荆州8骑满、猛领崔马甲、步甲、弓、铁将，共2800有骑，寻增至4000人。是年又增西安将军，增满洲左右翼副都统各1，汉军左右翼亦如之，8骑满、猛协领各8。汉协领、左领、防御、骁骑校不等，满、猛、汉兵共7000，满、蒙步军700，计弓、铁将等。23年，续设广州镶白、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5骑汉军兵，设将军1人，副都统2协领、参领各8，防御、骁骑校各40， 8骑鸟枪领崔、鸟枪骁骑领崔、骁骑、炮骁骑、弓、铁将共3000有骑，兼制绿旗左右前。后4营，将领8，兵3400有骑。巡于福州、荆州、宁夏、江宁、京口、杭州，并分设鸟枪领崔、鸟枪骁骑领崔、骁骑各有差。京口步军内兼设鸟枪、弓、箭、长枪、藤牌等兵额。是年增设杭州驻防8骑满、猛、汉兵共3200人。32年，设山西右卫8骑满、猛、汉护军领崔马甲、铁将共5600有骑，以将军统之，设随甲48，比铁士6。36年，裁京口绿旗水师总兵，改设京口副将，分左右2营，设游击以下将领8人，兵1900人。59年，设河南开封满、猛领崔、鸟枪领崔、马甲、鸟枪马甲、弓、铁将。60年，设四川成都副都统1协领4，左领、防御、骁骑校、鸟枪领崔、鸟枪骁骑、骁骑骑步军、弓、箭、铁将。PG 834。雍正元年，福州驻防汉军步兵西改马兵。2年，增太原、德州驻防兵各500人。6年，设福州驻防水师营协领1人，左领、防御各2，骁骑校6，水师500。7年，设驻防浙江乍浦水师营。设青州驻防将军、副都统各1人，协领4，左领、防御、骁骑校16，计8骑满、猛兵弓、铁将。设广州驻防水师营协领1人，左领、
防御各2，骁骑校8骑汉军水师领崔有察。8年，以各省驻防汉军营5废池，令所在将军训练之。设驻防青州8骑满洲兵2000人。曾右卫驻防兵500人，自将军级。2翼副都统以下，设协领、左领、防御、骁骑校、满、蒙前锋。满、蒙、汉领崔等，及骁骑3000有骑。13年，设甘肃凉州8骑满、蒙、汉兵凡2000人。设驻防庄浪8骑满、蒙、汉兵凡1000人。乾隆2年，设驻防绥远城，以征准噶尔之满、蒙、汉开户。嘉丁2400，热河驻防兵1000，及右卫蒙古兵500，凡3900人。设凉州将军、副都统各1人，满、蒙、汉左领、防御。骁骑校步军卫及8骑骁骑2000人，步军600人。又设庄浪驻防副都统1人，满、蒙、汉协领、左领、防御，步军卫及8骑骁骑1000人，步军400人。4年，改宁夏驻防部甲600为养育兵，增荆州养育兵400人。10年，设江宁驻防养育兵。21年，定开封城守卫归巡抚统辖。22年，裁京口将军，以律。其左右营改立江宁将军。25年，改绥远城将军驻防兵额。步军、养育兵各400，共领崔、前锋、骁骑12400人。18年，以土默特2骑归绥远城将军统辖。设规划城副都统1人。39年，改杭州驻防步军128人为养育兵。41年，设成都驻防将军1人。49年，增西安副都统1人。嘉庆12年，敕各将军不得以老弱充兵额，此各直省驻防制也。新疆驻防兵制，乾隆25年，始意于新疆设兵驻守。命 PG 835。阿贵律满洲，所轮骁骑500，陆营兵100，回人200，至伊犁搜。捕马哈庆，招抚鄂鲁特，并筑城屯垦。其后陆续由内地增调屯。田兵至2500人，5年更替，以500人差操，2000人屯种。分25屯，设屯镇总兵。其明年，阿贵奏定卡伦侍卫15人。增伊犁驻防马兵1500，河源俄兵凡2500人。27年，以凉州、庄浪驻防兵5000，并户口移驻伊犁。宣以新疆抵定。设驻防兵制。凡卡伦兵以侍卫领之，屯田兵以都屯武职领之。驻防马兵以左领领之，绿骑兵以营员领之，而特设将军为之总辖。侍卫、张经等皆按年番替。29年，调陆营兵1000，在伊犁河岸驻会远城。其管理驻城兵，设副将以守备2，迁总2，把总8。以察哈尔一驻兵1800护边2昂级，领队大臣统之。设12左领，分左右2翼，每左领设兵200。以黑龙江一驻护
迁边议昂吉，设6左领，领队大臣统之。右波西伯兵、热河满蒙兵各1000，及达什达瓦厄鲁特兵500，俱携眷驻伊犁。定马兵永远驻守，虑其兵5年番换。30年，以投出之厄鲁特人边。议昂吉与达什达瓦部众俱为厄鲁特昂吉，以领队大臣统之。原厄鲁特兵作厄鲁特右翼。自领队大臣以下，2、3等侍卫，蓝陵侍卫无定员。31年，定乌鲁木齐驻办事大臣及协办大臣，统驻防兵及工作官兵，至今理新疆贸易、稽察卡伦台站各官。32年，定左翼厄鲁特6左领为上3旗，右翼厄鲁特共10左，领边为下5旗。34年，曾会宁城满兵领队大臣1人。37年，以投诚之沙毕纳尔人等归入下5旗厄鲁特，增设4左领，统之。嘉庆20年，于沙毕纳尔4左领内增副总管1人。道光10年，以会远城满兵4600有旗，巴彦代满兵2100有旗。豫将军等不得一增兵额。同治6年，以哈萨克人东范、赤里云林训练厄鲁特、蒙古兵以防之。增布伦托海办事大臣、都律喇嘛建属治事，并设帮办1人。此属新疆北路者也。PG 836。其在南路防兵，乌什驻总理回务参赞大臣、协办大臣各1人，统辖满洲、绿旗及屯田各官兵，兼辖阿克苏、赛里木、拜城各驻防兵。所属有侍卫、张经等官。满洲营领队侍卫驻辖义长、参领各1，副参领、委属参领各2，前锋校6，绿旗营游击以下，屯田副将以下各18人。阿克苏驻张经一绿旗营游击1，赛里木驻义长1，兼统拜城驻防。叶尔羌驻办事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，统辖满洲营领队副都统、侍卫、参领、副参领等，如乌什利、和田、喀什噶尔并驻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，统辖满洲营侍卫、张经、领队侍卫、参领、副参领等，记录营总兵、参将等官。库车驻办事官，统辖陆营都司以下官，兼辖沙亚尔市。哈喇沙尔驻办事官，统辖绿旗营城守及屯田驻防兵。辟斩驻领队大臣以统协领、左领以下计步兵、绿旗兵。乾隆24年以后，于乌什驻办事大臣、阿克苏驻办事大臣、协办大臣各1人，叶尔羌设办事大臣2人，及张经、卡伦侍卫等。满洲营设副都统1人，统建瑞营前锋参领、副参领等。安西满洲营左领5品官、索伦5品官、察哈尔左领等，陆营总兵、游击以下各官。又于和田驻领队总兵官及游击以下。右喀什噶尔驻总兵、理回疆事务大臣、协办大臣各1。满洲营设副都统1，领队侍卫2。领队侍卫兼统索伦兵。
所伦设委属副总管及左领各2，察哈尔总管1，副总管2，及护军校以下。律营设提督及都司以下官。因阿萨尔驻领队总兵官仪兼统所伦。察哈尔律骑兵。又于库车、哈喇沙尔、辟斩并驻办事大臣。出台战之改，属辟斩者凡6。每台至外委签，把总1人。叶尔。羌西路南北路卡轮6，各制作卡侍卫1人，东西南3路凡20。一台，各制比铁士1人。沙雅尔南路卡轮1。库车东路至哈喇沙尔西凡10台。台制比铁士1人。每台卡具制防守兵，多至10人，少或1人，具有功一回人10户。寻各官兵归并乌什。PG 837。克苏只驻1张京及游击以下，炫改驻协办大臣及领队侍卫等。喀什噶尔之总理大臣移驻乌什之永宁，寻改设办事大臣2人。31年，撤回所伦兵，改遣建瑞营兵900人换防，并令建瑞营一领1人，正副委属参领18人，护军校24人，统兵分驻各回城。44年，才辟斩办事大臣，改设领队大臣。炫设吐鲁番屯田都司以下官。道光8年，以阿克苏为南路适中之地，增兵1000，移科尔。平防兵500归阿克苏，才拜陈参将以下变兵，共新旧防兵2200人，守卡界差兵外的练兵1300人，控制各路。9年，于喀什噶尔边增巴卡伦变兵，寻以巴卡伦内喀浪圭、图舒克塔、乌拍拉特3处通货罕要路，于名曰洛建堡，设都司1人，露营兵200人驻守。阿尔胡马场3处建堡，治兵200或60人。叶尔羌属卡伦7，以亮格尔、库库雅尔为通夷要隘，因吉沙尔属。卡伦5为乌鲁克为要路，皆建土堡兵防，设千总官，其次设把总、外委，驻守兵多者60人，少者15或10人。咸丰3年，以新疆南北2路驻兵4万余人，遂饷145万，军兴后溃时军艰难，豫陕、甘肃口外驻防官自是年始即行停止。其喀什噶尔、因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田8城防兵，由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兵、绿骑兵卓波。4年，改定新疆南路换防兵制，增伊犁满洲兵200人，乌鲁木齐陆营兵1200人，满洲兵300人。才叶尔羌、喀什噶尔、乌什、阿克苏4城防兵1000人。7年，以喀城肃清，撤回土尔扈特蒙兵，留伊犁官兵防守。8年，令南路换防官兵自是年始，分6年抽换，以节繁费。天山以南为回部所居，自设台站、卡伦、吴4重兵防守。乌什、叶尔羌、喀什噶尔、因阿萨尔咸以满汉兵协力守边。他如和田、阿克苏、库车、哈喇沙尔、辟斩则守以绿骑兵。凡满
周营驻防兵以3年更换，律齐营驻防兵以5年更换。此南 PG 838陆之治也。同治以来，回疆不进，钦差大臣左宗棠次第舔平之，新疆渐归版籍。光绪初年，改省一起。左宗棠拟令将军律齐营驻伊犁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，并统律齐各营。待8年收复伊犁。从谭中龄、刘景堂言，于南北两路增设俄兵，其就有参赞、办事、领队各大臣悉与财泰。即自哈密至伊犁都统计诸大臣名额，亦着撤之。巴里坤、古城、乌鲁木齐、库尔喀拉乌苏等处所余。其丁归并伊犁满营，均改从各省驻防将军营制。11年，行省制成。伊犁骑营时存勇7000，留其精壮，改马队9骑，部队13骑，以提督、总兵分领之。伊犁开屯有此始，而其屯居其一焉。盖新疆自藩部弃于设行省，宗其驻防骑兵制度，约略如此。其藩部兵制，约内外蒙古，约青海，约西藏。内外蒙古之兵，设其编次，略同内八旗。每旗设札萨克1人，汉、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台籍为之。协理其务2或4人，一台籍以上充任。按丁数编为左领，设左领1，骁骑校6。每6左领设参领1人。左领较多者，设章京、副章京。各律所属以听于札萨克。内札萨克蒙古凡24部，49骑。科尔沁6骑，分左右2翼，2翼右各分前后骑。崇德元年，设左翼骑，左翼前骑，右翼骑，右翼前后骑。顺治6年，设左翼后骑。郭尔罗斯前后2骑，杜尔伯特1骑，扎赖特1骑，皆顺治5年设。扎鲁特2骑。左翼崇德元年设，右翼顺治5年设。喀尔喀左翼1骑，康熙3年设。奈曼1骑，敖汉1骑，皆崇德元年设。土默特2骑，左翼崇德元年设，右翼顺治2年设。喀喇沁3骑，右翼崇德元年设，左翼顺治5年设。康熙中增设1骑。翁牛特左右2骑，阿鲁科尔沁1骑，皆崇德元年设。巴林左右2骑，顺治5年设。克什克腾1骑，顺治3年设。乌珠穆沁2骑，右翼崇德6年设。PG 839左翼顺治3年设。浩奇特2骑，顺治3年设左翼，10年设右翼。阿巴哈纳尔2骑，康熙4年设左翼，6年设右翼。阿巴嘎2骑，崇德6年设右翼，顺治8年设左翼。苏尼特2骑，崇德6年设左翼，7年设右翼。四子部落1骑，顺治8年设。乌拉特右翼1骑，顺治10年设。茂明安1骑，顺治元年设。乌拉特前中后3骑，顺治5年设。
鄂尔多斯7旗2翼，中旗、前旗、后旗，皆顺治6年设，雍正9年增设1旗，规划成土默特左右2旗。崇德元年设，后置副都统，历绥远丞将军辖之，是为内蒙古兵。至外札萨克蒙古、喀尔喀4部，凡86旗。喀尔喀土谢图汉部20旗为中路。康熙30年设17旗。逮雍正间递增至38旗。寻分20旗属三英诺言部，存18旗。乾隆初复增2旗，于本旗外分19札萨克长之，仍统于土谢图汉部。车臣汉部23旗为东路。康熙30年设12旗，其后增至21旗。乾隆间递增2旗，于本旗外分22札萨克长之，仍统于车臣汉。札萨克图汉部17旗为西路。康熙30年设8旗。逮雍正间递增至15旗。乾隆时递增2旗，于本旗外分16札萨克长之，仍统于札萨克图汉。三英诺言亲王部12旗。雍正10年设，即于土谢图汉部内分辖20旗。乾隆初增2旗，于本旗外分21札萨克长之，仍统于三英诺言札萨克亲王。乌兰乌苏鄂鲁特部2旗，康熙25年分设。乾隆间立宜乌兰乌苏并立三英诺言部。贺兰山鄂鲁特1旗，康熙36年设。青海鄂鲁特部21旗，雍正3年设20旗，乾隆11年增设1旗。青海游牧绰罗斯部2旗，徽特部1旗，土尔扈特部1旗，喀尔喀部1旗，皆雍正3年设。哈密1旗，康熙16年设。吐鲁番1旗，雍正10年设。兜尔伯特14旗，乾隆18年编设。土尔扈特部，乾隆36年编设。康熙13年 PG 840定每年春季，王贝勒以各旗下台及兵丁合操。乾隆元年御内札萨克6会，防丘兵丁各备木马器械，分2班，西临郭勒。乌兰察部依克昭3会为1班，哲里木、昭乌达、卓索图3会为1班，以大札萨克为蒙常，每年遣大臣会同蒙常，按其查阅。兵丁其喀尔喀4部游牧防守兵10000人，遣参赞大臣痛喀尔喀将军、贝勒、公等分年检击军时。3年，命赏6会防丘木马之兵。是康熙间成立，分给公使、衣服、银两有差。51年，御蒙古兵丁应袭为场者，车臣汉、土谢图汉2部，由库伦办事王。大臣三英诺言、札萨克图汉2部，由乌里雅苏台将军、大臣等分领练习，并令各部落汉、王公选大台及各4人，小台及10人，赴木兰为场。道光3年，从陕甘总督纳彦陈言，以青海24旗分左右2翼，每翼设蒙常、副蒙常、
每6骑射或槊扎。尔嘎骑，每3骑射1枚勒，每骑射1甲喇，各骑兵按人数之多。寡，随官兵藩职巡防。11年，允杨玉春请，以蒙古兵500人，悉为2班，分防巴卡。15年，欲令察哈尔兵丁选补缺额，与札萨克游牧共卫北边。同治10年，欲边外各路台战，都统获蒙，常分任管辖。每台额定骆驼100头，马50匹，戈壁的备骆驼150头。此内外蒙古及青海兵制也。蒙古各盟当雍、甘石、征讨准、回资其兵力以及事。自俄人拦入乌兰海南北并受击迁，喀鲁伦东西亲为田木、杂居无限，卡伦鄂博，盖痛虚设矣。西藏骑兵自乾隆57年始，前后藏各设番兵千。定日，江孜各设500。前藏领兵者约代本，其下如本，右下甲本、定本。元至代本3人，2驻后藏，1驻定日，复增代本1人驻江孜。前藏番兵由吉统之，后藏及江孜、定日都司统之。元有唐古特兵归代本都练。初至，每番兵千，弓箭3支，鸟枪7支。4选唐古特兵3000，鸟枪、刀矛各半。制式新设俄兵3 PG 841千，每1000人5乘鸟枪，3乘弓矢，2乘刀矛。其唐古特兵由驻防将领都同番木教练。前藏驻游击，守备各1，千总2把，总3，外围5。后藏驻游击，都司各1，守备3，千总2把，总7，外围9。是年，以福康安书请江孜增守备1，外围1，兵30人。定日增守备1把，总1，外围1，兵40人。巡用和林书言，定日要隘约辖尔多，约察木达信岭，约古喇嘎木洞，约宗喀，每处各设定本1人，番兵25人。此西藏兵制大略也。当乾隆15年，始除西藏王爵，设驻藏大臣，以达赖喇嘛统前藏，班禅统后藏。前后藏凡设4训，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。千把总，外围16人，兵丁660人，代本、如本、甲本。定本166人，番兵3000人，骑兵500人，驻藏大臣与达赖。班禅参制之。咸同以后，廓尔喀厥强于西，因吉利轻易于南。中朝威力积靡而已。八旗官兵额数，待有增减，举其最近者以建立。光宣之。纪实存民数，职官约6600有其，兵丁123000有其。八旗各营印务参领虽设专职，大律参领、副参领兼之。印务章。今印务比铁士亦兼职。清军校、清军、拜堂阿等在各旗之饷，时于他所攻察。其纯王元请守护兵，光绪兼使增设前锋、护军。统领诸职，虽已太去，而设官已久，职亦较重，仍续列之。其
他部巨鹿云。镶黄旗满洲，都统1，副都统2，应务参领2，参领副参领各5，应务张经8，左领86，骁骑校86，应务比铁士8，凡200有3人。领崔428，马甲1562，随甲86，养育兵2227，清军校11，清军105。18，工匠长7，工匠78，仓甲25，通州19，清河6。余如通州领崔，备验马甲、盔、炫、鞍、头、剑、铁珠。PG 842。将拜堂阿分往户，年干，备剑1人至9人，陆军不成差3人，凡4630人。正黄旗满洲，自都统至应务张经及比铁士并同镶黄旗，为左领93，骁骑校92为小邑，凡216人。领崔462，马甲1628，随甲93，养育兵2309。13，清军校11，觉罗清军4，清军171，南苑骁骑校1，工匠长8，工匠84，余如南苑马甲、备验马甲、仓甲、盔、金炫、安将、库使、首吏、九吏、鹰手、鞭子手、停兵。往户，年干拜堂阿等1至6人，陆军不成差1人，凡4912人。正白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骁骑校一同镶黄旗，凡200有3人。领崔430，马甲1414，随甲86。养育兵2204，清军校11，觉罗清军5，清军156。工匠长10，工匠76，仓甲30，通州20，清河10。余如南苑马甲、备验马甲、头、鞍、剑、盔诸将、鞭子手、往户。备剑拜堂阿、传士兵等1至12人，陆军不成差3人，凡4488人。正红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74，凡179人。领崔370，马甲1287，随甲7。14，养育兵1888，清军校16，清军132。工匠长2，工匠72，仓甲27，通州19，清河8。余如南苑马甲、首吏、库使、传士兵、年干、载生拜堂阿等1至9人，凡3895人。镶白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84，凡199人。领崔420，马甲1414，随甲80。4，养育兵2180，清军校13，清军154，觉罗清军2，工匠长2，工匠72，帐房头目2，仓甲27。PG 843。通州20，本狱仓7。余如炫、盔诸将、鞭子手、传士、杜立。停兵、备剑、载生拜堂阿等1至4人，陆军不成差3人，凡4397人。镶红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，骁骑校一同镶黄旗，
凡200有3人。领崔430，马甲1548，随甲80。6. 养育兵2204，清军校19，觉罗清军3，清军150。10. 工匠长6，工匠80，仓甲27，通州20，本狱仓7。余如盔将、金炫将、鞭子手、南院马甲、陈差、传士兵、停兵。载生拜堂阿等一至4人，凡4577人。镇蓝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83，凡197人。领崔417，马甲1491，随甲8。13. 养育兵2139，清军校17，觉罗清军11。清军140，工匠长2，工匠83，仓甲19，通州17。清河2。余如金炫将、盔将、鞭子手、陈差兵、传士兵、停兵。南院马甲、首例、拜堂阿、载生拜堂阿等1至5人，凡4433人。镶蓝旗满洲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，骁骑校具同镶白旗，凡199人。领崔439，马甲1590，随甲8。16. 公缺马甲24，恩缺马甲以养育兵2249。清军校15，觉罗清军6，清军155，工匠长6，工匠8。18. 余如南院马甲、南院领崔、帐房头目、金炫将、鞭子手。9. 卒局吏、库使、传士兵、停兵、载生兵等1至8人，陆军部。陈差1人，凡4690人。镶黄旗蒙古，都统1，副都统2，应务参领1，参领2。副参领2，应务张经4，左领，骁骑校各28，应务比铁士4，凡72人。领崔140，马甲497，随甲20。8. 养育兵592，清军校4，清军52，工匠长1。PG 844。工匠27，余如长浩达、长浩、盔将、安将、网户、院甲。陈差、传士兵、停兵等1至6人，凡1363人。正黄旗蒙古，自都统以下至应务张经及比铁士，并同镶黄旗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24，凡64人。领崔120，马甲452，养育兵508，清军校4，清军44，工匠24。余如长浩、拜堂阿、察拜堂阿、安将1至7人，凡1171人。正白旗蒙古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29，凡74人。领崔145，马甲487，随甲29。养育兵609，清军校4，清军54，工匠长2，工匠20。7. 余如长浩、拜堂阿达、拜堂阿、网户拜堂阿、南院马甲。盔将、安将、停兵等1至7人，凡1378人。正红旗蒙古，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22，凡60人。领崔110，马甲381，随甲22，养育
兵460，清军校6，清军38，工匠长3，工匠18。余如南苑马甲、哈纳契马甲、盔将、年干拜堂阿、停兵等一至5人，凡1050人。镶白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骁骑校巨痛正黄旗，凡64人。领崔120，马甲440，养育兵508。清军校2，清军48，凡1118人。镶红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骁骑校如正红旗，凡60人。领崔110，马甲388，随甲22，养育兵459，清军校3，清军41，工匠长1，工匠18。陈差、盔将各1，凡1045人。正蓝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骁骑校各30，凡76人。领崔150，马甲544，随甲30，养育兵630，清军校9，清军51，工匠长2，工匠20。PG 845。8. 陈差、盔将、马甲、停兵、蒙古通士兵各1，凡1448人。镶蓝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骁骑校各25，凡66人。领崔125，马甲442，随甲25。养育兵527，清军校5，清军44，包衣护军校2。工匠长1，工匠22，安将、盔将、恩缺马甲、听差马甲。停兵各1，凡1198人。镶黄旗汉军都统1，副都统2，应务参领2，参领、副参领各5，应务张经6，左领骁骑校各41，应务比铁士6，凡109人。领崔250，马甲1681，随甲4。11. 敖尔部328，养育兵937，蓝甲39。工匠长6，工匠31，炮手40，余如根夫，陈差兵，拜堂阿、铜匠、盔将、安将、停兵等1至5人，凡3332人。正黄旗汉军自都统以下至应务张经及比铁士，并同镶黄旗，为左领骁骑校各40，凡107人。领崔200，马甲随甲1680，敖尔部320，养育兵914，蓝甲3。11. 工匠长3，工匠36，炮手40，余如根夫，陈差兵，拜堂阿，备见拜堂阿，铜匠、盔将、安将、听差兵，停兵1至12人，随应外郎1人，凡3260人。正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骁骑校一同镶黄旗，凡107人。领崔200，马甲1640，随甲40，敖尔部320，养育兵914，蓝甲52，工匠长2，工匠38，炮手40，余如根夫，陈差兵，拜堂阿，铜匠、盔将、安将等1至6人，随应外郎3人，凡3268人。正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
骁骑校各28，凡83人。领崔百38，马甲1153，随甲1敖。PG 846，耳部220，蓝甲5，养育兵641，工匠长8，工匠14，炮手39，于如根夫，拜堂阿，盔将，安将，停兵。陈差兵等1至5人，凡2232人。镶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30，凡87人。领崔百50，马甲1230，随甲30，敖耳。步240，养育兵699，工匠长4，工匠15，炮手40，于如根夫，备见拜堂阿，陈差兵，盔将等1至5人，随应外郎1人，凡2424人。镶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为左领，骁骑校各29，凡85人。领崔百45，马甲1187，随甲29。敖耳部233，养育兵674，工匠长2，工匠20。炮手40，于如拜堂阿，根夫，陈差兵，盔将，停兵1至4人，随应外郎2人，凡2342人。正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，骁骑校俱同镶红旗，凡85人。领崔百45，马甲1194，随甲22。敖耳部232，养育兵676，工匠长4，工匠20。炮甲，炮手各20，于如盔将，马甲盔将，公主门甲，艮夫，拜堂阿，陈差兵，停兵等1至7人，凡2362人。镶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，左领，骁骑校一同镶红旗，凡85人。领崔百45，马甲1218，敖耳部203。养育兵675，蓝甲18，工匠长5，工匠24。炮手40，于如根夫，拜堂阿，盔将，将役，停兵等1至5人，随应外郎2人，凡2376人。原明元随同办事营总2，营总6，护军参领8，副护军参领16，伪护军参领32，护军校、副护军校各128。包一营总1，包一护军参领、副护军参领各3，包一护军校9，凡336人。护军3672，马甲300，枪甲400。PG 847。养育兵1826，包一护军120，包一马甲30，包一养育兵60，凡6408人。建瑞营一长4，正参领8，副参领16，伪参领32。番子防御1，前锋校、副前锋校各70，凡100有2人。前锋1000。960，伪前锋1000，领崔4，马甲81，养育兵803。凡3878人。内火器营管营长官2，正一长，伪一长各1，营总4，正参领4，副参领8，伪参领16，护军校112，凡104。18人。
鸟枪护军2512，炮甲528，养育兵880，凡3920人。外火器营全营1长1，尾1长1，营总3，正参领4，副参领8，尾参领16，护军校112，凡145人。鸟枪护军2530，枪甲352，养育兵818，凡3700人。左右翼前锋营，左右翼前锋统领2，前锋参领，前锋侍卫各16，尾前锋侍卫8，空闲花翎16，前锋校9 16，空闲前锋校8，蓝翎长48，尾蓝翎长16，硬物比铁士4，凡230人。前锋兵1668人。八旗护军营，护军统领8，护军参领，副护军参领各112，尾护军参领56，空闲花翎112，护军校882，空闲护军校56，蓝翎长112，门比铁士36，硬物比铁士16，凡1500有2人。护军14081人。八旗包衣属镶黄旗者，参领、副参领各5，左领11，管领10。张金仪护军参领、副护军参领各5，护军校35。骁骑校11，凡88人。领崔79，护军400，披甲1600，189。随甲11，养育兵88，拜堂阿421，凡2688人。属正黄旗者，参领、副参领各5，左领10。PG 848。3. 管领10，护军参领、副护军参领、尾护军参领各5，护军校33。前锋校2，骁骑校13，凡96人。领崔95。护军478，披甲1809，随甲13，养育兵89。拜堂阿等347，凡2831人。属正白旗者，参领、副参领各5，左领12。管领10，护军参领、副护军参领、尾护军参领各5，护军校33，前锋校2，骁骑校12，凡94人。领崔88，护军360，前锋40，披甲等1700， 138，随甲12，养育兵85。拜堂阿等635，凡2958人。属正红旗者，参领5，左领11，管领10。9. 包衣达等16，护军校60，骁骑校12，凡123人。领崔34，护军85，马甲846，蓝甲332。蒙古护军70，凡1367人。属镶白旗者，参领5，左领14，管领11，包衣达等32，清军校1，护军校80，骁骑校13，凡156人。领崔74，护军142，蓝甲566。白甲1131，拜堂阿3，凡1916人。属镶红旗者，参领5，左领17，管领6，包衣达等60。3. 护军校58，骁骑校12，凡161人。领崔40。
七护军180，红甲1118，蓝甲545，凡1800。18人。属正蓝旗者，参领5，左领6，管领7，包一达等59。护军校130，骁骑校16，凡196人。领崔78，护军226，马甲1624，蓝甲761，拜堂阿10。5凡2704人。属镶蓝旗者，参领5，左领21，管领38，司库等92，护军校137，骁骑校16，凡300。有9人。领崔78，护军189，马甲1386，蓝甲1282，凡2935人。纯贤亲王元请一领1，防御1，骁骑校仪凡3人。领崔2，披甲46，凡48人。以上凡职官6680人。兵丁123000有9人。PG 849。卷第131至106。兵2。露营。露营规制，始自前明。清顺治初，天下已定，始建各省营制。露营之制，有马兵、守兵、战兵。战守皆步兵，额外外围皆马兵。宗天下治兵都16万人，安徽最少，闽、广义有水师故最多，甘肃次之。旅营吏禁旅者，为京师5城巡捕营步兵。将军兼统露营者为四川，有屯兵者为湖南、贵州。其新疆之露营屯防，始乾隆25年由陕、甘陆续以往。驻防。各省标兵规制，督府的随时书定。露营战功，自康熙真3藩时，用骑绿兵至40万，云贵多山地，露营步兵居前。其兵继之，所向折节。其后平定准部，回江、金川，鲜有勋绩。乾隆46年增兵，而川、楚教匪之役，因法通商之役，兵力反逊于前。待月寇起，广西露营俄兵23000，土兵14000，遇敌折靡。承平日久，暮气成之，自同治气光绪，迭经才泰露营之制，仅存而已。PG 850。京师巡捕5营，设步军统领1人，统左右一总兵官以及时。六门门千总，海淀、畅春园、树村训、静怡园、乐善园设副将，或守备各官部等，治兵共3000人。京城内9门，外7门，每门设千总2，门甲10或20，门军40人。左翼总兵统步军营巡。补南、左2营各训官，凡兵3600有齐。右翼总兵统步军营巡补北、右2营各训官，凡兵2500有齐。各直省营制，顺治元年定直隶官兵经制，设直隶巡抚。标兵分左、右2营，有及以下8人。设宣府、真定、冀州、通州、天津、山海关6镇总兵官及镇标守备、游击等，设紫荆关。等7协副将及协标官兵，设拱及城等17处参将、山勇等营游。及
巩华城等处守备，都司分领各营兵。定山东官兵精制，设河道总督，标兵分中、左、右3营。设副将或游击以下将领8，兵凡3000，备河防护运。山东巡抚。标兵分左右2营，设游击以下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临清、宜、州2镇总兵官及将领8，兵共2400有奇。设德州、青州。武定3营参将或守备将领8或6，兵共2200有奇。设登州。水师营守备登州、莱州、临清、济南各营游击或守备4，兵共1200有奇。初，山东与直隶、河南共议总督，康熙元年。设山东提督，巡并裁去，以巡抚兼任。山西、江南、陕西官兵精制，并于顺治2年定之。山西设宣大总督及巡抚，都标分中、左、右3营，府标分左右营，各设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太原、平阳2协副将及协标官兵。设汾州等营参将、游击、守备，分领营兵。13年，裁宣大总督。康熙元年，设山西提督，迭裁迭赋。雍正9年，仍裁之，以巡抚兼任。江南设漕运总督，江苏、凤庐2巡抚，标兵及左右营如制。将领9或8人，兵共4000有奇，并设骑兵营、游兵营。设江南。PG 851。汉兵提督，分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5营，分设将领8，兵凡4000。设苏州、镇江、浦口、安庆、池泰、东山、广德8镇总兵官、镇标兵及将领。设狼山等7协副将，金山、常州各营参将。游击、守备，分领营兵。国初设江南、江西、河南总督，其后分河不长。康熙间，定为两江总督。又裁凤庐巡抚归并江苏，设苏松提督。巡定为江宁提督，增安徽提督，分辖营务。又裁安徽提督，改江南水陆提督，统全省官兵。先是设操江巡抚，辖安、庆等5府，除河等3州兵。后改安徽巡抚，以凤庐兵并属之。陕西初设川陕总督，并辖四川兵，标兵分5营，别设西安、延绥、甘肃、宁夏4巡抚，标兵各分左右营，将领略如诸省。设延绥、固原、临拱、凤翔、汉羌、甘肃6镇总兵官，镇标兵。亦分5营，将领如之。延绥又分设东西2协，设西安、庆阳等。8处副将、以军、接州等各营参将、游击、都司及守备，分领营兵。康熙时，迭改川陕总督，并辖山、陕、甘。巡改川陕甘总督。乾隆间，甘肃分设总督，以四川总督兼辖陕西兵，为川陕总督，复改陕甘总督。国初设甘肃巡抚，其宁夏、延绥巡抚。先后裁撤，宁夏归甘肃，延绥归陕西。后又裁甘肃巡抚，陕甘总督兼统府标兵。
甘州至甘肃总兵官，寻改设甘肃提督。初设陕西汉兵提督及宁夏提督，分5营，皆设将领8，兵凡4000人。后改西安提督，又移驻固原，改固原提督云。顺治3年，定河南、江西、湖广官兵经制。河南设巡抚，标兵分左右营，将领8，兵2000，至同上。设河南提督，标兵分中、左、右3营，设将领分统。设河北、南阳、开归3镇总。兵官、标兵各分左右营，将领兵数如府标制。设开封副将、守备以下将领7，兵1000人。河南卫辉、汝宁、归德各营各参将等，兵各1000。设磁州营都司，兵500人。后属直隶松县等2营守备，兵300或200。先是河南与直隶、山东共议总督兼 PG 852，辖河南官兵。其后或专设河南总督，或才改之。至雍正13年，仍为河南巡抚。江西初设巡抚及南赣巡抚，标兵分左右营，设将领5人，兵凡1500人。设江西提督，标兵分5营，营设将领8，兵凡5000人。设南赣、九江2镇总兵官，标兵分5营，各设游击以下将领官，兵如提标之数。设元州等4协副将，分左右营，将领各8，兵凡2000人。设广德各营参将，抚州各水师营守备，兵600人。南康等营守备兵300人。康熙初年，才南赣巡抚，以标兵属江西巡抚。7年，才提督。13年，复设4增设府，建提督，炫才之，并裁江西提督，以巡抚兼任。湖广设总督，标兵分中、左、右营，将领各8，兵凡3000人。设湖北巡抚、云阳巡抚、偏原巡抚，府标兵分左右营，将领官兵如江西府标吏。设湖广提督，标兵分5营，将领官兵如江西提标吏。设荆州、云阳、长沙3镇总兵官，陈州协副将。标兵各分中、左、右营，各设将领8，兵凡3000人。设黄州、承天、常德3协副将，协标兵各设将领7，兵凡1200人。承天协后改安陆营。设汉阳等营参将，将领各4，兵600人。夷陵等营游击各设将领3，兵400人。设三江口等营守备，把总兵各200人。康熙初，并湖广总督为川湖总督，其后四川总督，不辖湖广，复设湖广总督。才云阳巡抚，以湖北巡抚统辖标兵。顺治4年，定四川官兵经制，设四川巡抚，标兵分左右营，各设将领8，兵凡1300人。设建昌、保宁、永宁、夔州4镇总兵官，镇标分3营，设将领8，兵凡2000人。设松潘、成都、重庆3协副将，协标兵分2营，设游击以下将领官兵。设威茂
等各营参将、游击、守备，分领营兵。四川出警设巡抚，驻城都府。川陕总督驻陕西，兼辖四川14年。四设四川总督，驻重庆府。其建获并为川湖总督，驻荆州9年，移驻重庆19年。PG 853。或云川陕甘，或云川陕，迁改迷长。至乾隆间，定为四川总督。顺治5年，定浙江官兵经制。设总督，标兵分3营，设副。江或游击将领各8，兵共3000。设浙江巡抚，标兵2营，将领各8，兵共2000。浙江提督标兵3营，营设将领8，兵共3000。设定海、衢州2镇总兵官，标兵皆3营，营设将领8，共兵各3000。钱塘水师2营，台州水师3营，营设将领8，共兵各3000。衢州设水师左右路总兵官，标兵3营，游击以下将领分统营兵。设衢州、湖州、嘉兴等7协副将，标兵皆3营，营皆设将领8，每协共兵2500、600。设金华、延州、处州3协副将，标兵2营，将领各8，共兵皆1600。设吉安等各营守备。参将，分统营兵。先是设浙江总督，其后改称闽浙，兼辖福建。才改不长。雍正间，定为闽浙总督。顺治7年，定福建官兵经制。设福建巡抚，标兵2营，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福建水陆提督，标兵3营，营设将领8，兵凡3000。设汀州、泉州、铜山3镇总兵官及圆角总兵官。中路总兵官，标兵各2营，各设将领8，兵2000。设福州、漳州、建宁3协副将，标兵3营，各设将领8，兵凡3000。设福州水师及汀州、兴化、邵武、延平、闽安、同安7协副将，标兵各设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福宁协副将2营，将领7，兵凡1800人。设泉州等营参将，长乐等营游击，将领各8，共兵各1000。顺治8年，定两广官兵经制。广东设巡抚，标兵2营，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广东提督，标兵5营，将领8，兵凡5000。设广东水师总兵官，标兵6000，分左右2协，中、左、右3营。2协设副将，复分2营，设将领8，兵1500。3营水师各设将领8，兵各1000。设肇庆、潮州、琼州3镇总兵官，标兵2营，将领8，兵凡2000。设韶州、惠州、高州、南雄4协。PG 854。副将、协标兵皆2营，将领各8，共兵各2000。为南雄为1600。设肇庆、高州水师及吴川等营参将，浙林镇各营游击，将领各7，共兵各1000。设东关、始兴等州县守备以下将领，兵200至500有差。
广西摄巡抚，标兵2营，将领8，兵凡1500。广西提督标兵分5营，将领8，兵凡4000有奇。设左右议总兵官，并桂林暨南宁城守营。9年，增摄巡吴、柳庆、司、南3协副将以下将领，兵各1200，玉林、兴泰、河池3营参将以下将领，兵各600，永宁、昭平2营参将以下将领，兵各400，上司、三里2营守备以下将领，兵各200，贺县营守备，兵100人。10年，定两广总督标兵分5营，中营设将领8，左、右、前、后营共将领8，兵凡5000。国初置两广总督，康熙2年，专辖广东；4年，兼辖两广。雍正元年，复专辖广东13年，仍兼辖两广。顺治16年，定云贵官兵经制，设云贵总督，标兵分中、左、右、前4营，中营设将领8，余3营将领8，兵凡4000。设云南巡抚，标兵2营，将领8，兵1500。先1年，贵州设巡抚，营制一同。即是设贵州提督，标兵分左、右、前、后4营，左营设将领8，余3营将领8，兵凡3000。设大定、前、西、镇远、威宁4镇总兵官，标兵3营，将领8，兵各2000有奇。设贵阳城守协及平远、定广、同仁、平越、安南5协副将，标兵2营，游击以下将领。设司南营等处参将、游击、守备，分统官兵。国初云贵总督，两省互助。康熙元年，分至两省总督，自后或改或并。代乾隆中，仍定为云贵总督。此职省路营。初置也。雍正4年，靖逆将军复宁安于哈密至大小卡路巴、西安总兵潘之善于沙州西南诸爱设哨探，至台站防夷。5年，以浙江陆营积弱，选山、陕、甘兵壮健者宜助之。10年，以苗疆辽阔。PG 855。贵州改设总兵、游击、统辖丹江、台拱等营及同仁、镇远、10千各协，并新设上江、下江诸营协，历古州，以镇设之。11年，御各总兵官巡查营务。乾隆5年，用湖广总督纳苏图言，才须设战船，除私立提堂及自食战贸口粮之弊。16年，定哈密驻防兵制，于安、甘、凉、肃4提，镇营分遣将便念于兵2000往驻。2年一授代，4月、8月迭更半数，新旧相见，以资教练。回营时，郑成和其秦惰，分别着用之。18年，陕甘总督尹继善书城西陲防务，宜慎选安西将才，多备枪弹，欲蓄资粮，筑城垣，则畜牧、允行。24年，改安西提督为8。李坤提督，设哈密副将以下将领8，兵800，余才改有差。改设乌鲁木齐总兵官，分中、左、
右营及城守营，立巴里坤提督。凡巴里坤、乌鲁木齐将领官兵，归陕甘总督统属。乾隆4、11年，大小金川平，新入版图，屯兵驻守，至同内地，设茂公、绥靖、从化、府边、庆宁等营，置游击、守备等官，兵共2600有奇。49年，以陕甘总督福康安延，甘肃原设俄兵56600人，陕西俄兵34590人，叠金一柱。裁并，存兵55900余，减员额过半。四增兵12700余，合旧存兵额凡7万人。而州县敦戍兵力尤丹、请于平凉等。府州县各增兵额，敦保44座，于各标兵内着选一柱，从之。炫亦再增兵3000。又一陕、甘各营兵袭弓矢、鸟枪、马上枪箭。每日在本营习技，5日小合操，10日大合操，演9进10连环阵法，练禁旅3万人。53年，御提正不得司隶旗牌、半当等名，至清兵额。嘉庆4年，以剿办教匪，各省俄兵征调4出，令各省招募补充。5年，陕西设宁陕镇总兵，副将以下官衔如袭制。10年，御各都、府、提、镇，以练习乡勇法练习律旗兵。道光5年，御直隶备战兵15300有奇，演习车炮阵势，旋即一才。16年，御直隶营兵以4成习弓矢，2成习步枪尖 ，PG 856马枪、骑刀矛2骑，令腾排军进袭之。22年，直隶卢台增设通永镇总兵官，以北塘、海口等15营军归统属，分3营，设游击、守备等将领。新镇标兵凡5400余，专操水陆技艺。咸丰8年，河南归德营升为镇，设总兵官，左右营都司、游击等，马兵580，步兵1100有奇。同治元年，御专设总督，知直隶、江南、四川、甘肃及都府同城之福建、广东、湖北，由总督会同提督节制。其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陕西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各镇兵，就近由巡抚节制。4年，增安徽皖南镇总兵官，设将领便兵如制。6年，豫宁夏镇陆营兵员额7000。陕西定边协员额1000人，回匪乱后，存者寥寥，咸令补足。9年，改广东赤溪营为水师，历阳江镇统辖，变通浔阳旧章。又移湖北武昌城守营分防京口、排州2郡。12年，于山西南北2镇选兵1000，分2营，设将领训练。光绪11年，以广西南半2千余里，原设隘190，分卡66，兵力由单，分要处为3路。镇南关口关前隘平祥土州为中路，自关以东诸隘为东路，以西诸隘为西路。就原有防军22营并为24营，以12营专防中路，余12营分防东、西路。
广西提督自柳州移驻龙州，其城守营设游击及守备等。增设柳庆镇总兵官，驻柳州。陆营历年增损归置，大略如是。其遗著编改，节目不能整履矣。详也。若其才太之数，自顺至中，所裁山西标兵4000余，陕、甘将领48，兵16000余，河南500，湖广5000，江西3000，将领8，江南19000余，将领117，其最多者也。余者海州。义协，才将领7，兵600余，临清一镇，才将领5，兵1000。三营兵500，宜州镇才将领9，临清城守营将领5，兵300。授张营兵200。又裁江西及南赣府标2营官兵，四川府标、湖北及云阳府标各2营官兵，多少不等。康熙8年，裁陈长镇总。PG 857。兵，设陈州协标官兵。23年，裁崇明提督，设崇明水师总。